虽然我想打球。好好的练习哦，你又要挥出人生中很多胜利的全垒打。错了没有关系，再一次，加油！你表现得很好哦，记得请享受棒球比赛的过程哦。Hello， 所有热爱棒球运动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六的早上8点钟。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将由 WHB 魔法师对上的是 Energy 能量队。我们今天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会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今天现场的温度是29度。那现场的天候呢，相当的晴朗，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打棒球以及适合看棒球的好天气。今天的转播工作是由我主播周伟玲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世正教练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世哥早安，伟玲好，大家早安。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六的早上8点钟。我们今天从早上8点钟开始就为大家带来一整天的现场转播的服务，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不同的多个平台，包含了台湾社区棒垒球发展协会的 Facebook， 另外还有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另外还有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有多平台，有3个转播平台，一起来收看我们今天的比赛。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这个2025年 TCB 的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这是 U9 的组别的赛事，是，所以就是这个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左右的年纪哈。那这个比赛的时间点，因为也距离开学没有多久，所以好像我看了一下规程上，可以有3个就是刚3升4的，要不然一般这种有分龄的话，就是要符合年龄限制，是还蛮严格的。对。那 WHB 魔法师跟 Energy 能量队，然后刚世正哥有讲到嘛，就说有3个年龄限制，应该说有3个就是怎么讲，不同年龄层啦，对，然后最大就是大概到小学4年级，他就是那最小其实有甚至到中班、大班的同学都有了。不过我觉得就是都是在启蒙阶段让小朋友先喜欢棒球。而且这个比赛呢，是由教练来抛球，然后每一名选手都必须要上场，然后每一名选手其实他也就只有5颗球的机会，是。所以主要的目的也还是以推广为主了，然后希望说可以让小朋友先学习着了解棒球，然后想办法先把球给打出去，是。然后基本的传接，还有打了之后跑垒。对各个垒包基本规则的那些认识慢慢开始来萌芽。对，好，所以5颗球要完成一个打席。那假设第5颗球最后打出去的时候打到教练的话，规则上面其实我们赛前有确认如果第5颗球打到教练，可以再打一次教练。对，不对，可以再打一次，不是再打教练一次，是可以再打一次。每个人都这样打，教练要加薪。对。好，两边的选手赛前先列队是先礼后兵。是。好，所以赛前主审也跟捕手先沟通说这个比赛的规则是怎么样来进行。那当然，这有几支球队它往上的那个衔接，就是先前我们有看到那个国中
那个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好像是也是在国内那时候暑假的时候举行的国际赛，这个好像是类似世青少棒的那个国际赛哦。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WHB 魔法师的打线，1棒是张成瑞，2棒石怀元，3棒蔡和妍，4棒黄奇玉，5棒是 Oliver，6棒捕手包廷浩，7棒先发投手郭宣成，8棒是巫承佑，9棒则是邱宇辰。好，这个球第一个球打游击方向的滚地球，对，其实还蛮有模有样哦。但是就是小朋友你也可以看到，有的真的中年级的，他们传球的背力对他们来讲，这个距离哦都会蛮考验的。所以刚刚是传了一个弹跳，那接球因为也还在开始学习的阶段哦，所以弹跳球没有掌握好，这个都是正常的。好，所以这个比赛它蛮特别，就是它应该是没有好坏球的，对，这个记录了。这很像我们曾经其他的那种转播过的，你看教练抛球的方式，还有他有一个在本垒跟投手之间的那个有效曲线，打出去的球也必须要最后的落点也不能在这里面，不然也是算界外球。对。然后他也是一局要打满这个全部的棒次。对，就是等于说，就是你每一局都要打9个棒次。对。这真的都是让他们开始从这个有趣的游戏的感觉去学习。不要说一开始就那个压力很大，打的会出局这件事情就会蛮有压力的。对。哦哟，这球打得蛮远哦，打成了左外野方向，哇！但这个飞球就 over 了。这个场地2垒打。对。而且因为球弹出去，所以主审已经比了一个2了。对，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好，所以 WHB 魔法师靠着3棒蔡和妍，这一棒先持得点了，1-0。那垒包上面持续有多位的跑者，应该是2、3垒上面有跑者。刚敲出安打，打回第1分的是3棒的蔡和妍。对，那要打一轮哦，就是打击这边尽量去做更有效的攻击，防守的话就是有机会守下来的出局，就是你减少他们的上垒哦，就可以控制分数。以守方来讲，就像世仁哥讲的，就是想办法看能不能够把，因为他也不是算3出局的，但是你出局发生的时候，就会少一个人在垒包上。对。好，现在1个跑者回来，第2个跑者也回来，但你全部的人都抓不到，也很难进攻方说要拿9分，因为那一局的最后那个棒次哦，你传回本垒哦，就对了。对，那个最后一名打者他要跑一圈，通常是以我们的经验是没有发生失误的话哦，不大跑得回来。对，所以其实双方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对。一抓第1个球就选择出棒，左半边，这个球最后也是掉了下来。好，垒包上的跑者再前进到一个位置，形成了1、2垒有人。其实这个都学习训练一段时间了，因为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很厉害。你像教练这样抛球，那虽然不是太有速度，但是动态的球，大人去打都不一定打得像他们这么准。好，刚刚第5棒敲出去的选手叫做 Oliver，然后他的父母亲都是外国人，什么连这个都有洋炮？对，然后他是这在国外出生啊，但因为他的家长在台湾工作，所以他就在台湾念书。有机会吗？差一点点，哇，还是 safe。好，那前卫跑者现在要继续往前冲了。是。好，一个跑者回来，急着跑垒员要再冲2垒。哇，很积极哦。对，而且传到外野去，因为有点瑕疵了。喊1垒变成喊2垒，再来刚刚有听到喊3垒。喊3垒了。对，因为传接球还没有那么稳定，这个大家都要知道，这都是正常的。对。好，所以包廷浩现在上到了3垒。哇，其实投手也已经尽全力了。对。刚也几乎是跪在地上，想办法把球给传到1垒去。好，这球挥空，打者是第7棒的郭宣成。然后这个比赛也是有打时间限制的，是
就是打1个小时。这个球右半边，但这个球旋出了界外。所以每一个半局就是打9个人次了，看你在那个半局能够获得几分的分数。所以刚教练有讲修正一下，这个球打出去就有好的结果了。好，3垒跑者回来，获得了第6分。好，郭轩成也上垒。比分是6比0，一局的上半。轮到的是巫承佑，内野上空，但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接起来，再抛过去，触到，抓到一个，有触到哦，触到之后才掉的哦。好，雷神已经是比出局了，所以1垒往2垒跑的跑者是出局。比分是6比0。所以这个半局是 Energy 能量有抓到一个出局的，等于说垒包上面就少了1位的跑者。轮到邱宇辰，好，这就是第9棒喽。当然你也是可以选球的，毕竟你有5球的机会。对。那捕手其实蹲在后面，他是没有带护具的，所以其实也要小心哦。打成了左半边的界外球，垒包上面跑者再回去，一局的上半。好，这球3垒方向，哇，差一点点，但这个球其实也有一点点机会了。好，那现在再传3垒，好，那这边应该是有抓到了，好，触到了，没错，好，有抓到了前卫跑者。所以这个半局是攻下了6分 ，WHB 魔法师6比0暂时领先。好，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 Energy 能量队的先发打线，第1棒是连茂宇，2棒廖伟训，3棒是田雅思，4棒黄博彦，5棒王承凯，6棒房品安，7棒是翁义成，8棒黄少成，9棒是刘星辰。这是 Energy 能量队今天这场比赛的1到9棒。好，所以刚刚这个比赛我们也看到了，第1局它就是1到9棒，每一位打者都上去。然后在前面一个半局 ，WHB 魔法师的进攻半局是有攻下了6分。那比赛其实也没有打几局了，就没有规定打几局，反正就是你在时间内1个小时内，应该说50分钟内，然后比赛时间看2队会打到第几局。是。好，一局的后半，换 Energy 能量队进攻。第1棒是左打者哦，只是打击的 pose 感觉蛮凶猛的。第1棒是背号13号的连茂宇，第1球打成了界外。好，
那 Energy 能量队他们这个社区棒球队，他们是在新北市的球队，然后平常都在这个国小里面来练球，而且他们的球衣其实蛮有特色的。这个日本哦，对，哇，打右半边有机会处理起来吗？啊，2个弹跳。对，这球衣是真的还蛮像日本武士队的萨姆莱九配的那种配色。哦，打出去其实还蛮扎实的。对，刚刚以他的身材来讲的话，刚刚那个打软式这样子还不错。嗯。好，第1棒的连茂宇上到了1垒。就是 U9，大多数小朋友就是像这个1、2棒，或现在镜头看到的捕手这样身材。哦呦，哇，也是打得非常深远。抓野手传2垒有机会吗？哇 ，out！ 哦，所以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这个就是会从中去告诉小朋友跑垒的一些基本观念。哦，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观察飞球它的可能落点跟野手接不接得到这件事情。嗯。这个都需要时间去累积，因为他像这样子看起来，他应该是对于说飞球不一定能跑这件事情有认知的。对。但是他还要再去看说，那这个球打出去，守备员的动态，对，飞球革命。哦呦，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差一点点，但最后掉下来。那现在前卫跑者要来跑3垒，像这个他都做得不错，虽然他整个方向肌肉跑垒有点跑出去，差一点点判 safe， 有摸到垒包。因为田雅思刚刚其实他在上2垒之后好像他有想要回1垒哦，对，所以有点跑了出来，看一下，对他刚刚突然有想要回1垒，对，他们对规则上也都还在学习当中呢，对。好，中间方向的飞球最后掉了下来。好，前卫跑者回本垒之后，他也很清楚，要先帮忙队友把球棒给拿起来，所以跑回2分。对，进攻端能力不错哦，连续的几个打者这样子飞球打出去。那我看到另外就是守备这边，其实他们传回来的中继转传的都很稳定哦。这半局前面先有抓一个出局数，第一个滚地球出现了。对，3垒方向的滚地球。好，中间的转传到游击这里。好，刚刚第4棒的黄博彦跟第5棒的王承凯也都依序的上垒。所以场边其实教练也都持续提醒场上的选手，对，说待会要注意什么事情。哦，差点打到教练，投手有机会传1垒。是有抓到出局数喽。这边防守方看起来安排的1垒手是比较高大，然后好像看他第一个接这样子第一个滚地球出局的内容哦，接球的能力是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半局已经有2个出局数了。刚刚好像听到蛮有趣的，教练在指导这个小朋友抛球完还要稍微提醒他那个1、2跟球的一个节奏。对，教练其实在投手丘上持续喊哦。对，所以如果从这个判断，像有可能这个打者这样棒序哦，他可能比其他的队友他或许比较晚入队哦。好，那游击手要抢出来接，传歪了，但是传歪掉，这1垒手就没有办法了。对，好，教练就持续告知急流跑垒员要往前跑。而且我刚刚看到1垒手哦，虽然传歪，但是1垒手还是有做一个就是朝球的方向去延展自己身体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很不错的1垒手，算是一个基本的。但是当你队友传到那边的话，当然就没办法。对，刚刚前卫跑者跑回本垒，他应该是用前扑式。这个是蛮危险的。对，这要注意哦。有的少棒或年龄层更低的比赛，为了这安全性，甚至会去限制他们不能用前扑式的滑垒，因为手的受伤跟那个头部的受伤，远比你脚的一些受伤还要更危险。对。但既然他有做，那裁判没有任何的宣判，应该是没有这条规定。那刚刚这个打者上来打的时候，应该就是头盔的绑带哦。那时候还没有系上去，对，没有系上去。
但是因为他的绑带也是稍微有点松了，应该是每一个都这样。对，这个小朋友刚开始打的时候，我另外有发现就是大家钉鞋也不好买。所以好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踩一垒，所以在这个半局是有抓到了3个出局数了。出局的是黄少成，有的会穿自己的布鞋，然后有的类似的塑胶钉的鞋的话，在这个年纪有的我知道他们会去尝试着买那个小朋友踢足球的，可能还比较好买。好，打者是第9棒的刘星辰。3垒方向内野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了一个半斗，球出局厉害，3垒1垒这个球都厉害。哇，所以这个半局其实 WHB 魔法师是守的相当不错，有抓到了多个出局数。滚地球的几个手背很好哦。没错，好，所以在这个半局 Energy 能量是有攻下了5分，目前2队1分差距。打9棒还是9分？好，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好，那更正，在前面一个半局 ，Energy 能量队应该是1局后半攻下了4分。所以目前2队是2分的差距，6比4。比赛进入到2局的上半，这球打成中线的滚地球，非常的强劲哦。而且这个球一路的滚到外野去。对，这个是比较会打的，因为我刚就在看哦，我替教练捏把冷汗，他第1球有选球。对，通常那个第1球有选球，就是正中位置来，这个真的抛球的教练是站得很近。重点是他跟我们过去我跟伟林一起转播过的 mini baseball 又不一样，因为小朋友的年纪又再大一些了。对。那个挥击的力量都，差一点点哦，3垒手追到了极限了，差点就是美技了哦。对，所以刚刚这个张成瑞，他的2次击球其实都打得蛮强劲，而且都让史政德印象深刻。那像刚3垒手那个接球，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不是说他看他接不接得到，而是像刚他那个对球的判断就已经很接近落点了。这就是他有一定的天赋，那个对接到球这件事情，再多加训练就迟早做得到。而且从刚那个球，你就可以观察得出来他的对于空间的掌握性以及那个球的去的方向。对，我们讲的球感啊。好，打者是石怀元。好，这棒3垒上空，游击手冲出去，但这球没有接到，而且是在界内哦。好，那现在前卫跑者要准备来跑本垒。好，攻下了这个半局的第1分，形成了7比4。好，石怀元则是上到了2垒。哇！抓第1个球，柴和妍，高飞球差一点点。好，那现在前卫跑者继续的往前冲，中间的卡斗应该是要传2垒，但是来不及了。所以柴和妍也上到了2垒去，8比4。对，有些打比较高的飞球因为他们接的平常练习的量还没有到那个累积一定的程度，所以会手套投手掉了，手套掉了，但是传1垒差一点点，而且球应该是传到死球区去了。刚才讲的是主要有一些高飞球，你看他们最后会差一些就是你还没接到一定量的时候，
跑的过程当中，你很难去维持视线对球的这个一直锁定跟平衡。嗯，好，轮到的是 Oliver。好，第一个球挥空。啊，赛前问了教练，他说 Oliver 会讲中文，而且中文蛮好的。好，第二颗球再打成了界外，比分是9比4，所以 WHB 魔法师在这个半局攻下了3分。哦，这球打得扎实哦，但是最后在守备员的面前掉下来。好，垒包上面的跑者其实也跑得还蛮谨慎的。他一开始也有意识到这个中外野手有可能可以接，所以不是一开始就埋头乱冲哦。对，我们镜头刚好应该是有拍到。对，好，掉下来之后，其实2垒上面跑者才跑3垒。好，奥利弗也上垒。轮到的是包廷浩。刚刚第一个球有选球，棒子握得蛮短的。打中线，投手碰了一下之后，选择传1垒，但是很可惜，1垒这边掉出来。森哥觉得，如果刚这个球传2垒，有可能抓到吗？有机会，但是他可能自己第一时间有觉得说球没有接的那么干净，所以想法上想说抓1垒就好，也没错。我觉得传2垒是可以的，但是传2垒这个阶段有时候传2垒1垒一样。就是传接还不稳定的情况哦，传2垒时间来得及，但有可能发生跟刚刚我们看到1垒一样的画面。好，现在形成了1、2垒上面有跑者。这球打得很扎实，游击方向想法蛮好的哦。传3垒封杀了2垒往3垒跑的跑者。对。像这个阶段哦，就绝对不是去告诉他们什么输赢之类，要不然你以输赢来讲的话，刚刚这个球是传2垒再传1垒，问题是传接的技术也还没有到能够很稳定执行双杀，所以你只要告诉他，有封杀的概念，像这个也是一样，对，你前面这边是封杀的这样子的选择哦，先把一个一个这种基础的做好，就对了。就至少先从抓到出局数开始，然后再慢慢的要求他们再到更好。怎么样正确依照规则来玩这个运动，然后才慢慢去说好，那这样子输赢跟这个分数多寡有关，你怎么样创造多的攻击机会，然后怎么样来减少对方的得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好，轮到的是第9棒的邱宇辰了。所以守备来说，其实这个半局前面2球有封杀了2垒往3垒跑的跑者，你就是其实已经做得很漂亮。因为打9个棒次嘛，像这样子刚消失了2个，就是假设其他通没抓到，连最后一棒都回来，那你就想我可能这局对方的进攻就是7分而已，但对方如果守我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防守，我是有可能得9分的。对，所以一来一往，其实就有差距了。这个应该是强棒，对，这个教练给他蛮严格的。这个提醒的方式是三垒手处理的漂亮哦，接到球之后自踩3垒。等一下再来聊那个教练为什么会那样子跟他说哦。没错，所以 WHB 魔法师在这个半局还是有攻下分数，攻下了4分，10比4，6分领先。
好，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这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由 WHB 魔法师对上的是 Energy 能量队。哇，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二垒上攻的飞球直接进手套。哇，守得漂亮啊，直接遭到了接杀，被55号的乌承佑给直接接到手套里面。对。这个赶快补充前一局，为什么教练会跟打者说，他讲了2句话，他说你要打到哪里去？你想要打破那个网子是不是？那个一定就是这个打者力量的条件很好，但是呢，打破网子代表他有力量，然后你要打到哪里去，代表他可能有时候会太过出力，是那失去准确度，所以才会提醒他。这个是教练的换句话说。OK。好，所以这个半局的第一棒是出局的，第一棒的连茂宇出局。那廖伟凡刚是敲出了安打，上到1垒。好，打成了滚地球，在3垒方向，3垒手接到之后传1垒有机会哦，1垒手稳稳的接到手套里面。我觉得 WHB 的1垒手接球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这边如果Energy 打的比较多滚地球，他们的防守权接得到滚地球传1垒的话他们有机会制造比较多的出局，控制分数。捕手这球反应很快。对，捕手是包廷浩。哇，喷得很远哦，右外野方向，但这个飞球最后进手套了。这局的守备哇，应该是遭到了右外野手的 Oliver，44号的 Oliver 给接杀。所以目前4个打者已经有2个出局了。刚刚这个画面比较有趣，打者这个就是刚开始学很喜欢打，就想着要打击，所以上一棒的球棒还没有捡走，都先不管。对，好，中间方向的飞球，那跑者确定外野手没有接到之后，现在往前8队狂奔，而且球员跑者要跑回本垒了，攻下了这个半局的第1分。另外就是今天第2场比赛我看了一下那个太阳我觉得还是会影响小朋友的接球，特别是中外野这个方向，尤其他在迎上球要准备接球的那个瞬间，那个抬头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即使是有戴着太阳眼镜，应该多少还是会受到一点影响。会。加上选手现在因为年纪也很小了，还在学习的棒球的阶段。好，又打进到场内，滚地球。好，那用触杀的方式，经过可能场上或场边的队友、教练的提醒，突然发现跑者就在我旁边。那像这个 case 就可以刚好可以教进攻方可以教2垒跑者你在3游间的滚地球，你身为2垒跑者的该怎么跑的一些基本概念。因为球打出去之后，不止教练了，连场边家长其实也都会讲说，用触杀，用触杀的。场边我刚另外看到是下一棒在准备那个教练也都还要眼观四面，因为我刚刚是又捏了把冷汗，他附近有队友经过。对，这个年纪，另外一种受伤是不是在场上？就是你走来走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然后挥棒的人也没有注意到你旁边有人就被打到了。对，这是比较危险的。对。好，那现在换上的是43号的邱祥凯，因为他今天是没有先发了，所以原来的打者是翁义成，所以下去换成了43号的邱祥凯。好，这是这个打席的第3球了。好，第4球。都有插到球，但还没能去打到整颗球。对，哇，5球这个就是这个的规则。5球内你没有掌握到打进成有效球的时候，就出局了。没错，所以43号的邱祥凯没有关系，下一次打击再加油。对，应该是又要再做代打。对，因为预备选手应该还有3位了。
打者是第8棒。这应该是林轩逸100号。好，不错，有碰进到场内，而且一垒手第一时间漏了一下，后面的内野手再帮忙，还是来得及，只踩一垒。好，这个补位的概念做得不错。嗯，这个要给二垒手鼓鼓掌。对。二垒手巫承佑这个半局有先接杀一个飞球，然后刚这个处理球补救的也很漂亮。对，场边家长其实也很鼓励打者，是这个林轩逸虽然是出局了，不过其实很不错，是他至少有把球给碰进到场内。好，现在换上的是93号的邱瑞宏，来接替第9棒刘星辰。因为从第2局来看，其实 Energy 能量在这个半局就有几位的选手是出局的，对，所以让其他选手也轮流上来。好，不错，打进到场内，二垒方向的滚地球传一垒刺杀。好，结束了这个半局，所以 Energy 能量在这个半局是只有攻下了1分，目前两队是10比5，5分的差距。欢迎回来，所以比赛进入到了第3局了。那在第2局的下半，Energy 能量是那个半局只有攻下1分，蛮可惜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 WHB 魔法师在前面一个半局其实守备是做得非常不错。是。好，现在场上应该是守备位置应该再做一点调动。所以左外野手现在进来守3垒，然后3垒手去守左外野。场边教练持续提醒选手们要站的位置。是。所以现在时间来看，8点34分，因为就是打50分钟。我刚好看一下，差不多一局5到10分钟。好，游击方向一垒手接得漂亮。对对，另外是这球游击手的背力展现得很有水准。这个球传球是有速度感的好，再来看一次这个半局游击手，应该是廖伟凡。好，这个高飞球在中间方向最后掉了下来了。直流跑垒员现在要往前跑，左外野手传2垒有机会吗？但因为中间要做卡斗，所以就来不及了。好，石怀元上到了2垒，打者轮到的是蔡和妍，背号99号。他是有选球的。对，这球可以打，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是想要把球打得很远，可以期待一下。对。左外野方向，哇，又高又远。我没有看错。没错，而且应该是把球给打出到场外去了，所以
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哦，这还不错哦。除了打击天赋好，他有这种选球的想法哦，而且真的如他所选到的，他就可以有这么好的掌握。这个我有强打者的潜力。对，而且棒子是握得蛮长的，然后挥棒的这个棒动作也都还蛮棒标准。头速度也很好。哦，这反方向攻击也是打得很不错。哦，但右外野手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接干净，所以看起来吉罗跑垒员要准备来跑2垒了。好，前卫的跑者回来，蔡和妍回到了本垒攻下分数。黄奇玉则是上到了2垒。看一下刚刚这颗球，对，因为2垒手套有碰到一下。好，轮到的是 Oliver。哦，这个球也打得很不错。Oliver 高飞球，最后在2名野手的前面掉下来。好，那回传球应该就是传2垒了。喂，那 Oliver 很大胆哦，要跑2垒，但是1垒手传球传到了中外野去。但是因为外野手第一时间，对，他是传2垒，他不是传3垒，所以 Oliver 一溜烟上到3垒。但这边哦，有的他在后面阶段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教练就会这个状况会告诉跑者说，你上2垒之后适不适合再往3垒跑哦？就以后要看状况，看什么状况，对手的你年级往上升之后，对手的守备能力、传接球能力变强，可能就不能这样跑了，因为传球传准的时候，那个时候慢慢会导入一个守备好的时候，球会比人快的概念。那这个时候就是跑垒要做判断。对。就随着你不同的层级哦，对，然后跑垒其实就要做得更仔细。没错。好，打者现在变成了27号的郭品旭，他应该是打第6棒的位置。教练好像在提醒打者哦，你要先确实打到，再去想跑这件事情。刚刚他有点急啦。对。等于说你其实球还没有挥到，你就准备要跑了。就是他知道打完要跑，但是小朋友他会很赶的一个一个，他忘记那个顺序，他想要同时间赶快把它做到，做完。好，现在换上应该是58号的张伟杰。对，两队都陆续把写在名单内，但不是先发9人里面的，后面都要换上来打哦。因为局数来说，应该大家也都可能就剩下1次或2次的进攻机会。好，右半边，但是最后球应该是旋出了界外了。对，那个我在这个角度看也觉得是界外，所以主审也很有经验，很快就到这个线上来做这个球的宣判。那这边守备的话，也是慢慢要去教他们说。靠近垒包的球，有些球你如果能够让它是界内接到，好处理得住局数哦，就想办法。对，好，中线滚地球，游击手先踩2垒，再传1垒，这个差一点就有机会策动双杀了。看那个对滚地球接球的手感哦，然后再就是踩垒包传球的脚步跟协调性。对，看一下游击手，接到之后，而且顺势先踩2垒，再传1垒。对，那这边1垒手如果能够做出那个触杀动作的话，就会有机会。好，这个球吴承佑打成了左半边的球。好，也是有上到了1垒。好，8棒打者也上垒。接下来就轮到最后1棒了，第9棒的邱宇辰。好，那因为是最后1棒，所以守备方其实应该是要传本垒的。对，他其实要把球传，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最后要传进来，不然垒包上的跑者他就是可以一直跑。对，因为这个比赛其实他应该就算是没有出局数。对。所以不代表你传1垒就是比赛结束。你传1垒是跑者，现在的打者他这个人消失哦。对，但是前面的垒包上面跑者其实都还在。对，好，界内在界内，哇，那这个球这个就不用讲了，传本垒就对了。没错，好，那左外野手，好，中间
好，应该是不确定有没有触杀，但是因为跑者继续跑，所以传本垒其实是正确的。他踩本垒。对，其实他踩本垒，哦，好，左脚踩下去。对。好，所以有抓到一个出局数，不过在这个半局应该也攻下了大量的分数了。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看3局后半的进攻。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哦，这个球接得漂亮哦，直接遭到了内野手的接杀。所以连茂宇是出局。哇，今天打3次，有2个飞球遭到了接杀了。好，3垒方向，哦，这个弹跳拦得漂亮，再传1垒，哇，速度是有的，但是可惜1垒手没有直接接起来。3垒手是邱宇辰，看一下刚刚的这个处理，哦，球传出去速度是很够的。对，应该也是这个绑带有点掉下来了。哦，第一个球挥空。轮到的是第3棒的田雅思。哦，打到了。对。哎，突然换方向，队友是不是被他吓到？没错，一开始应该伟林跟我都觉得他那个是瞄准1垒要传的。对，结果传到2垒去。好，那请问跑者现在跑回来，这边要做触杀，触到了，触到了。哦，所以蛮可惜的哦，哇！但是也很不简单哦。对，最后一连跑了2个垒包，然后要跑3垒的时候遭到了触杀，哦，但也是跑得满身大汗。哦，这球打中线，打得也还蛮扎实的。好，那中外手就回传2垒。好，那 Energy 能量目前是6比16，所以2队其实已经有着10分的差距了。是。好，这个球挥空。以现在的时间来看，有可能3下就是 Energy 能量，有可能这场比赛最后进攻半局。那刚刚这个球又挥空，那场上的教练其实一直有在帮忙选手，1、2，然后喊他的应该是打击的 timing。内野上空高飞球，游击手好像一开始以为可能3垒手准备要接哦，但没想到球传到他那边去了。好，球漏掉，哇，要传3垒蛮大胆的，而且球一路滚到了界外区去。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有进入到死球区了。是，所以前卫跑者回到本垒攻下了分数。黄博彦回来。这球也是一样哦，就是因为游击手他看了一下三垒手。那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如果是职棒的转播的话哦，你瞄一下自己队友，再抬头找到球，那个是因为你接了很多很多的球之后的累积的那些球感，对球的一个反应，才反应得过来。对。所以现在小朋友刚学。这个现在发生的哦，不能用平常我们看职棒的那些标准在看待。打者是4号的郑佑凯。像他们这个阶段学习之后，如果到5、6年级有进到这种正式的球队的话，那个问题就不用教练打，不然教练会手破皮了，你可能接的量还不够。现在发球机很方便，对，球一直发哦，一直接。那个很快，有时候可能不到1个月、2个礼拜的训练哦，就让你变得很厉害了。对，滚地球也好，然后高飞球都是这样子。对，好，郑佑凯上到1垒。刚刚这个球因为1垒手已经冲出来接了，那2垒手其实有点犹豫，但至少他还有知道说他要进去1垒做补位。好，刚刚教练有提醒打者小朋友。击球点太里面了，对，提醒的方式都不一样。像 WHB 那边的话，在提醒就是告诉他们，我看到比较多是他们那种，他们已经在学习有点身体打击的前段哦放松蓄力，然后在后面要出棒前的加速的动作，感觉是比较进阶的，这有点反映在分数上。对，好，这个球打成了右半边，邱祥凯。这个球传小抛球小抛球比较没速度，就会来不及。所以2垒是 safe， 那邱祥凯也上到1垒。轮到的是100号的林轩毅，今天的第2次打击机会。好，更正，现在打者应该是邱瑞宏，对，邱瑞宏93号。倒旋，插棒，对。不过这个就没有好坏球，听到裁判的那个宣判是在说第几颗。打进场内了，不错，碰到场内了。好，1垒手接到之后自踩1垒。好，所以最后一棒应该才是100号的林轩毅。现在是一样的 case 哦，就是你处理完打者，假设处理完打者，你还是球要传到本垒这边来。垒上有跑者。对，因为是最后一棒，要传本垒才会完成这个半局的最后一个出局数。应该说，你传本垒才会完全的停止这个半局的进攻机会。没错，没错。对，因为等于说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出局数，就是这一局最多就是3个人回来。那你可以让打者他因为封杀等等状态在1垒消失，可是垒包上2个，你球没有传回来，他们就是继续跑的。对。所以在学习棒球阶段呢，好，这球是有打进到场内了。好，对方投手传1垒。好，你看，像现在都可以继续跑哦。对，其实现在都还是可以继续跑的。这分要算哦，你如果没有传的话，这分其实要算哦。没错。好，但看起来应该是时间到了，刚刚好。对，应该是刚刚好时间到。是。好，那刚刚那个半局应该是 Energy 能量有攻下了3分，所以最后的比分就是16比8。最后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 WHB 魔法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好，那场边因为时间也到了8点50分，所以这场比赛就正式的结束了，等于说就是打了3局。所以诗人哥怎么看呢？因为这场比赛其实感觉两边在守备上面好像承受度有一点点
WHB 的攻守的一些动作比较让我感觉是比较成熟一点，因为感觉内野好处理的飞球，还有像滚地球，他们在接传一点，还有就是我发现到像手的接球能力是。那再来就是挥击上，刚刚有提到 WHB， 感觉他们教练在提醒的点是比较在进阶一点的动作，我觉得有可能跟不同成员组成的他们学习的那个关系了。是。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就到这边结束了。恭喜 WHB 魔法师最终就是以16-8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好，我们第一场的转播到这边结束，感谢您的收看，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下一档是谁？动感天空是不是？
好，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那今天是大会的这个预赛，10月4号星期六，我们今天带来的第2场比赛将要由中港雄战对上的是 WHB 魔法师。所以一队呢，在应该说今天的比赛都是要打2场的比赛的。接下来是要由中港雄战要来对上的是 WHB 魔法师。那今天的第2场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卫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世正教练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世正哥你好，伟良大家好。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完了第1场的比赛了，所以这个第1场的比赛其实手背上面看起来应该会是整场比赛决胜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它决定了分数的多寡。对。好，来看到中港雄战的打线，1棒是刘宇恩，2棒是简义秀，3棒李佑宏，4棒李敬杰，5棒翁德怀，6棒郭成瑞，7棒是林立，8棒刘子彻，9棒是曾炳荣。这是中港雄战的1到9棒。哦，我第一时间注意到那个第7棒叫做林立。对，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他那个力是对不同的力了。但是加油口号，因为同音可以直接拿来借用。而且林立现在刚好就是当打之年。对，不过林立我最近有播到他比赛哦，伤势好像还有点严重。对，跑不是很舒服，希望他就是伤势早日恢复啊。对，早日康复。对。但是好消息是，至少他有季后赛可打。你为什么讲的有点哀怨？2年都有季后赛，你们不止2年了，3年了。对，你们拿过总冠军的。哦，但是我们2年打不了季后赛，那就再努力，再努力。哦，我说的是天母的球队了。对，你不能没有季后赛，你就不穿龙的球衣来了，被我发现了。对，我今天就穿中华队的。是，没有了，刚好。对，刚好。好，所以前一场比赛获胜的 WHB 魔法师，他本来预计就是在这场比赛是要 back to back， 没错，连续2场出赛。所以 WHB 魔法师在前一场比赛其实手背上面就还蛮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画面上的这位教练哦，胜哥可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杨宇成教练，我们先前应该是其他比赛的时候他。那时候不是当教练，但是也在场边帮忙，就是等于棒球场哦，就是他出没的地方。重点是哦，这教练我后来发现以前就认识他，转过他的比赛很厉害啊。对，2019小马那一届的中华代表队去美国比赛哦，那个当时的队友有现在就你们龙队的刘俊伟哦，然后还有这个现在火腿的孙艺磊，那些选手都在，就是那一届，因为就是台北市的青少棒去取得代表权，所以重庆、长安等等的学校组成的联队，对，最后应该是拿下冠军啦。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中港雄战这场比赛是新工球队。那等一下还会看到很多杨教练的画面，因为他应该换他们进攻的时候，还是他喂球。对。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守备员的反应蛮快的，差一点也把这个球有办法直接的接杀。来，第3棒要先捡球棒，你要哦，速度快。来，飞高飞要回去，不要过哦。来go。好，投手本来要想抢，但最后让游击手来接。好，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这个6-4-3没有抓到，但很有水准。而且我觉得刚游击手哦，他给2垒的那个力道是有控制的，对，不会说知道要封杀，然后赶着快，但是力道没有办法控制。力道的控制也是这个阶段在学习小朋友会要花一段时间的地方。滚地球又来，好，滚地球又出现，看他再封杀一次。哦，那该传的虽然知道抓不到，但这个就是当做练习，所以我觉得传是对的。因为现在不能说你知道会抓不到，然后就不传。
长大以后的那个不传是经过判断啊，知道说传可能我自己有可能会因为动作赶或球线没有抓好失控，那个时候不传，那是有原因的。现在都当做练习的时候，把它传出去，把该有的动作做完。还打这边，哇，游击方向直接接杀，那再传一垒，那就完成了2个出局了。对，这个比较可惜，因为进攻端一垒的跑者就会不见啦。对，好，那教练没关系，不要难过，教练就是跟他讲一下，这个也是一样哦，规则上面。还有就是因为是平飞球的判断，平飞高飞，平飞本来就比高飞难判断。你平飞有可能是很贴地的那种，那你有时候离垒还是要出去一下做观察。所以游击手蔡和言，哇，刚策动了一个双杀了。第2场比赛目前的守备队的焦点就在游击上面。对，好，这个球最后2垒手，好，虽然有把球拦下来哦，但也没有机会传。哇，那这个半局，看看 WHB 有没有机会让对方可能1分未得。甚至可能只有攻下1分都是有可能的。对，因为现在应该是只有1垒有人的状态而已。对，等于前卫跑者其实都出局了。对。刚刚等于有2次的6传4都抓到了。等于2次游击手其实传2垒都有封杀。那二垒手的转传动作其实也很不错。好，投手还有机会吗？虽然是没有办法抓到出局数，不过这个手背看起来都是很不错。这是投手29号的报廷浩，都有那个意识去往球的方向跟正确的落点靠近。好，形成了1、2垒有人。刚刚那一球哦，如果真的要很就是比赛的规则的话，其实接球的投手他没有去碰到球的情况，那个因为是软式球，他球在倒圈哦，你看这一局就是 WHB 他一直利用前卫跑者被封杀这件事情，对，让你离本垒都是没办法越来越近的，一直有1个垒包、1、2个垒包的差距，所以守备目前来讲是成功的。所以虽然垒上还是有跑者，不过还是这个半局没有任何分数回来。好，那刚刚前1棒的打者就是林立了，林立上到1垒，打者轮到的是第8棒的刘子彻，背号5号。刘子彻很不错哦，有碰到球，但投手传1垒，所以解决掉了刘子彻。好，前卫跑者现在在2、3垒上。好，那已经轮到第9棒了，曾炳荣，最后1棒。好，把球碰到场内，再传1垒，哦，出局！哦，这个很少见，很少见哦。所以这个半局，中港熊战士没有攻下任何分数，休息一下，待会来看1局后半 WHB 魔法师队的进攻。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WHB 魔法师 Back to Back 连打2场比赛。今年的第2场比赛，第1棒是张成瑞，2棒郭品旭，3棒蔡和言，4棒是 Oliver，5棒黄奇玉，6棒是包廷浩，7棒是张伟杰，8棒巫承佑，9棒是邱宇辰。这是 WHB 魔法师在第2场比赛的1到9棒。哇，他们在前面1个半局的守备哦，是没有让对方攻下任何分数，很强，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打9棒，结果1分都没有办法让对方拿到。前1场比赛就观察出来，也就是他们目前的训练就是该掌握的出局数哦，他们可以，我觉得掌握到80%甚至更高，都没有问题。对，好，张成瑞上到了2垒。这个算，而且还有机会再往前跑哦。算杨教练有把他的守备功夫好好的传承。我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就是当年他那个
脚程就是他的武器，他快到让我觉得除了跑垒，另外就是手背哦，让我觉得是钓虾场老板等级的。是。而且杨教练他现在年纪应该还是大学生，他现在大学甲组其实可以打。他谦虚，他跟我开玩笑说他已经在做转换跑道的准备，就是像这样当教练。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现在很年轻，这很好啊，就是传递给后面这些小朋友。对，而且教练闪蛮快的，他应该很清楚他的选手们打击其实对力道都蛮强的。是。好，郭品旭敲出了安打，把垒包上面的跑者张承瑞送回来。因为他现在都还是这种选手身份，我前一场就观察到他在讲那个蓄力跟最后加速的动作的时候，他自己示范的动作就很标准。小朋友有时候这个年纪，你跟他讲很多他不见得听得懂，但是他眼睛看很直觉的模仿就对了，所以你的动作做对他可能模仿的就是对的。是。因为运动的那种学习上或训练上这选手我记得是有分4个类型，有一种叫思考型，他听得懂，他会想很多。这个是不是蔡和言？对，就是刚刚的游击手嘛。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就是前一场我说有选球要把球打很远的，就是他。对，99号。现在看起来2场比赛所有的选手那个击球的 power 速度最快的应该就是他。而且他前一场就是有打了，都是2个垒包起跳的。对。还记得他当时应该第2个打席就是第1个球选掉，对，然后第2个球就猛力一挥拉成了左半边的长打。我刚刚在提的另外一种模式选手就是很直觉的所谓的 copycat。copycat 很重要，就是你观察的对象模仿者的正确性很重要。对。好，那现在垒包上面2个跑者都回来，比分形成了3-0。好，那急流跑垒员的观念也很正确，对方的传球有点状况的话，持续往前面跑。对，伟林说的没有错，魔法师前一场比赛你还可以看到他就是不会照进，然后有些飞球他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先判断的动作，没有接到或者说他有后续的失误我才做启动，所以有时候垒上不一定是跑2个垒包，但是他们不会有这个轻易的平白的出局发生。Oliver 现在3垒上，哇，这一棒21号的黄奇宇也是打得很扎实。对，而且他也是前场到现在就是让我有印象，他的inside out的天赋蛮好的，他的安打好像都是往右边这边来。对，而且对于球的判断也很正确。现在161也上到了3垒，再把垒包上面跑者也送回来，4-0了。要轮到的是第6棒。WHB 是真的比较成熟。我刚刚看到杨教练对3垒他是没有讲太多话，但已经直接用手势了。那个手势是告诉他落地就是跑。对。然后那当然飞球的判断，刚刚有讲到，他们这队应该已经很有概念了。所以整队其实 WHB 魔法师应该就算是这个之前应该训练的比较长的时间了。好，那包廷浩也上垒。上到2垒，也把跑者给送回来。HB 国中的学长是不是就是那时候暑假、夏天的代表队？对，我记得，就是我们之前播到代表中华队的那一个社区代表队了，就徐成凯他们那一个球队。没错。好，那守备方其实有点状况，所以垒包上面的跑者包廷浩就跑回了本垒了，再攻下1分。这个 WHB 下一场应该可以休息吧？对，我是看他们每一个应该都快是跑1圈的状态连打2场，说真的会蛮累的对，因为各队在预赛的阶段今天是打预赛，有分 A、B、C 3组，然后各队就是在今天都是打2场比赛。这2天就是这个周末明天也还有赛程，所以每一队的小朋友这礼拜应该是很开心，天气又好。对，而且这礼拜是不是连假？对，打完2天，礼拜1还可以好好休息，放假。如果你要烤肉，还有连假这件事情，礼拜1再烤都可以。对，打完然后再烤肉，吃得饱饱的，怎么这么好？我也想这样。我们是播球播得饱饱的。对。
哎呦，这棒打得有够远哦。好，那现在垒包上面的跑者应该也是有的跑了。哇，场边的家长非常的兴奋哦，持续的鼓掌。哇，教练其实有抠啊，其实有点塞车了。那三垒跑者现在跑本垒，好，但终点这边，哎，第二个跑者也回来，哦，厉害厉害，主审判胜，对，因为球最后掉了，没错，对，球掉了，有得分，有得分，好，所以最后一棒哦，最后还是有机会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所以邱宇辰也回来，哇，全员得分哦，对，全员得分哦，这个半局攻下了9分了，一局打完9比0，暂时领先。好，欢迎回来。那连打2场的 WHB 魔法师在第一局就攻下了9分了，所以感觉其实，在第一局双方其实应该实力上面，也不能说实力，应该说他们学习棒球经验其实很明显就有一段时间的落差了。这有可能也是跟他们球队的规模有关系，就是你可能就前面的一些学长哦，或高年级的成员，就是球队组织就在那边，那你可以很小的时候就加入到这个团体里面，然后一直学，学到你像年龄到了可以来参赛的时候，自然都是比人家成熟很多的。好，三垒手第一时间漏了一下，再传2垒，还是有封杀。对啊，第一场我们是观察1垒手的接球不错，现在看起来整个内野的接传，这一场比赛2垒手接了不少球，三游这边传过来，我这样算第一局到现在应该是第3颗了。对，看一下三垒手邱宇辰，然后三垒有一个应该是他自己自裁垒包，还是队友传过来的，这样子就4个垒包上面的前卫跑者封杀的垒包上的封杀出局。好，打成了右半边的滚地球，在界内。好，接了起来，自裁1垒。所以前卫跑者进一个垒包，不过急救跑垒员出局。所以李佑宏出局。现在可以观察一下，如果再有滚地球出现哦，魔法师的手背有没有那个概念说知道现在不是封杀状态？哦，那这个落地的话就没有了，赶快传进来。没错。好，李敬杰超出了安打，上到1垒，前卫跑者上3垒。因为中港雄战在第一局是9名打者打完没有攻下分数的，这局应该有机会突破才对哦。对，希望至少能够先拿1分了，先破蛋比较重要。现在是分占了1、3垒。哦，这棒打得不错，游击方向有没有机会策动双杀呢？好，先封杀了1个跑者。哎，有分数得到了。没错。好，简义秀跑回了本垒，攻下了球队的第1分。好，看一下刚刚这个球，其实至少有先抓1个出局数。
好，有碰到，哦，但直接被接杀了。这球也处理得很漂亮，所以郭承瑞是出局。好，轮到林立了，第7棒12号的林立，他的立是栗子的栗，碰成了一个高飞球，哇，直接进手套，也是直接遭到了接杀，被投手给接进了手套里面了。中港的小朋友他们因为打的力道，我觉得那个都看得出来学习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你的力道球不会那么的强，那刚好对方本来手背就有一定的底子哦，你看他还有时间看二垒是不是有机会，再转身传一垒都还稳稳的哦，这个平常练的够了。对，包廷浩其实前一场世恩哥就有注意到，对。他刚刚接到球之后，还有时间，其实看了一下一垒往二垒跑的跑者。这个魔法一般都是攻击，我觉得这场魔法师是强在手背。没错。好，应该已经是曾秉荣了。他这个处理往前处理球哦，有那种处理短打的迅速感，没错。好，结束了2局上半。那在这个半局，中港雄战是有攻下了1分呢，目前是1比9，两队8分的差距。好，欢迎回来。比赛要进入到的是2局的后半。那中港国小在前面个半局至少攻下了分数了，所以2局打完，他们是有攻下了1分。WHB 魔法师在第1局哦，9名的打者全部都有上垒，而且都有跑回本垒攻下分数，所以第1局就攻下了9分了。目前两队是9比1，8分的差距。那这个比赛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迪化棒垒球场，就在迪化街附近。好，3垒方向滚地球，但3垒跑，应该说3垒手可能第一时间他不太是不是记得垒包上面的状况，因为这个半局其实刚开始，所以垒包上面其实没有任何的跑者的。应该就是目标是要传1垒为主。对。有小朋友有可能他都还在回想刚刚进攻局哦，自己的打击啊等等其他的事情。好，这棒最后也是敲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最后掉下来形成一支安打。那前卫跑者现在一溜烟要来冲本垒了，而且教练其实感觉有跟急跑员说要跑2垒，但他没有冲。这个头小小的哦，但脚程很快。长大以后会不会跟教练一样？对，腿哥。对。好，现在打者已经是换成了2号的石怀元，所以第2局现在也开始换了一些预备选手上来。好，投手接到之后，传1垒，哇，而且是徒手接的，对，空手夺小球，还好是用小抛球。对，这个上手丢的话就危险。而且他是不是用戴手套的右手接的？他是用左手直接接起来。是。对，他是用徒手直接接起来的。可能他的反应哦，觉得说这个方向我手套手右还要换边，干脆直接用左手。对。好，比分是10比1。这个球最后 Oliver 也是打得非常远哦，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去了。那 Oliver 现在要来跑2垒，然后也再送队友跑回了本垒，攻下分数。那杨教练因为刚刚伟林有提到，他有指挥这个1垒跑者要上2垒这件事，所以我特别观察一下，我觉得他们要在进步哦。有一个地方是，小朋友他们在打出安打一些可以上1垒的球的时候，
他就要有那种概念，是我要把目标放在能上2垒，只是不一定会上去。那踩过去你的绕垒前不要减速。那如果真的教练出现那个指挥的动作，你就可以上去。对，有机会上去。投手是用下手抛的方式那没有办法抓到出局数，那前卫跑者就要再回来了。对，但相对的，不管是绕垒或冲垒基本上你还是要一定的这个训练分量，你才会抓得到说，我怎么样踩在垒包，绕垒的时候踩在正确的位置，然后冲垒的时候，我可能挥几弯跑几步大概会踩到垒包。那我最后是要用这个跨步的动作，或是怎么样？好，现在打者是包廷浩。这局的中港的守备就开始有进入上轨道了蛮明显，其实比第一局就好上许多了。没错，这个半局也抓到了，应该有至少2个出局。是，包含这个滚地球，其实也处理得非常漂亮。比分是12比1。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张伟杰。好，这球没有被接杀，然后右外手赶紧把球给传回到场内去。再送回了1分，形成了13比1。轮到的是巫承佑，右半边。这球最后是滚出了界外，一垒手都让我感觉慢慢的已经会玩球了。他这球觉得他的判断是没有机会接了，他也知道球的特性是有机会会旋出界外的，索性让它变成一个界外球。所以蛮明显，他们应该是真的训练一段时间。左外野方向的飞球，而且这个球要弹到守备员后面去的话，那跑者就有得跑了。前卫跑者要跑3垒，还要来冲本垒。然后中间这个回传球，好传回给投手之后没有办法传本垒了，所以还是让对方跑回了分数。好，轮到的是邱宇辰，已经是 WHB 魔法师在这个半局的第9棒，这个半局是有攻下了5分。但中港雄战在2局的下半其实守备就有比第1局进步许多了。好，邱宇辰第一个球选掉。界外。对，一拉出去，场边的加油团这家长们是一阵的惊呼声。好，2球了，每个打席就是有5颗球的机会。第3球，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内野上空，但因为3垒手第一时间他其实没有专注在球上。好，那中间这边短抛，没接到，没有接到。对，因为队友你要踩垒，本垒，对，因为后面还有跑者。没错。好，所以在2局的后半 ，WHB 魔法师是攻下了6分，比分形成了15比1。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欢迎您再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那今年的比赛呢是第4届的赛事了。那每一年其实都有转播，只是每一年转播的年龄层不太一样。今年是转播 U9 的比赛，所以 U9 的话，这个年龄层大概分布从中班，然后一路到小学3年级、4年级的同学其实也都有。好，这球最后是判界外球。比赛进入到3局的上半，两边的比分其实在第1局就已经有点拉开了，是，所以在第3局其实守备现在其实两边也都有做一点跟动。哦，这个球滑下去传一垒，save， 哇，差一点就是 nice play 了。哎，一垒手你要回去要请2垒手饮料，这球帮忙起来的话，应该本届目前最佳美技。看一下2垒手滑下去，哇，这应该算缩小版的李凯威了。对。好，左半边场上有人喊2垒，但是跑者其实已经跑到2垒去了。这就是我最常讲的，小朋友也会出现大联盟级的美技。没错。对，之前其实我跟世仁哥也有介绍过，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应该也是在 mini baseball 的比赛哦，他爬到了全打墙上面，然后把那个深远飞球直接接杀。对，我讲真的，今年大联盟季后赛已经开始打，我还没有看到大联盟出现刚刚那种滑接，真的。我在今天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比赛哦，会长杯这边看到了。好，这个球掉下来，那有机会。好，先抓1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对，主要1垒跑者其实他没有判断错，他觉得这个你应该是有人会接到，所以他也不敢乱跑。等到落地要跑的时候，刚好弹起来的球，2垒手捡到，就是跑者也在他附近啊。但是其实也蛮惊险的，万一被接杀的话，因为垒上跑者、前卫跑者已经冲出去了。好，硬砍，投手先传2垒。好，第一时间没接到，再捡还是有，那就是出局。对。好，3局的上半，至少这个半局中港雄战是有再攻下了分数，攻下了第2分，2比15。好，已经是第2球了。以目前的时间来讲，看起来有机会打第4局哦。是。好，最后中间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了安打。好，但一垒的跑者可能不太确定说这个球会不会被接杀，所以他比较晚才出发，所以遭到了封杀。好，投手第一时间碰了一下，那2垒手处理起来再抛1垒，还是来得及，抓到了出局数。好，轮到的是第7棒了，轮到了第7棒的林立。哇，林立的威力，游击方向滚地球，跑得也够快，然后这球发生失误了，下一棒慢慢要教他们哦，后面的打者如果来得及的话，要捡棒子。对，应该是我跟伟林刚刚都看到那个3垒跑者要回来的时候，跨过棒子上面比较危险，你不小心踩到的话容易受伤。而且因为跑者他是全力的往本垒冲，对，可能第一时间他也不会注意到球棒在地上。这局2垒手生意上门啊！对，就是在投手的球没办法处理完，他这个后面的补救出现很多次了。好，垒包上面现在是有2名跑者，1、3垒有人。好，这球打进到场内了。但这个球没有处理起来。那垒包上面的跑者还有机会再跑哦。好，教练持续跟
跑者说：“哇，继续跑哦！”但是踩本垒，刚刚已经所以这边直接踩到了，哎，对，现在继续追，但是已经出局了。其实已经出局了啦。看到画面蛮有趣的，场上像是猫捉老鼠。我觉得我发现2个脚程非常快的球员，就是刚刚在追逐的2位。没错。好，所以在这个半局3局的上半是有攻下了3分了。那目前的比分是15比4，两队是有超过10分差距。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这球打进到场内，要进入到的是3局的后半。那中广国小其实感觉出来，他们每一局都有在慢慢的进步哦。第1局虽然没办法攻下分数，不过2、3两局，第2局攻1分，第3局攻下了3分。然后守备的处理也越来越好。哇，这球是打得还蛮强劲的，而且打穿了3游之间的洞。哇，而且外野手处理球第一时间有出现了一点点状况。所以垒包上面的跑者要持续往本垒来冲了。有点跑太快，反而跑过头了，然后球在他身体后方。对。所以前卫的跑者就跑回了本垒，攻下分数了。好，打者是背号2号的石怀元。那场上应该是守备好像有做点调动，应该是投手跟游击交换。好，石怀元的打击，这球打成了左半边，飞球是一个界外球。现在是2垒上面有跑者，好，所以外野应该说守备上面其实这个半局就做一点调动，因为时间现在已经36分了。好，打进到场内，投手正面，投手差一点点没有接干净哦，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的传1垒。以这2场其实包含了中港雄战，还有前面1场的这个球队其实蛮明显，就是可能学棒球的时间跟 WHP 魔法师是有点落差的。掉了下来。对，2垒封杀还是可以，还是有封杀。跑者其实很认真，他虽然知道自己会出局最后全力跑，还有用滑垒的动作，对，这个态度很棒，所以动作都相当的标准。好，看一下刚刚这颗球，对，没有直接接杀所以最后用抛的方式传向了2垒，还是有解决掉1垒往2垒跑的跑者。好，打者轮到的是第5棒的黄奇玉，背号21号。黄奇玉，差一点点被投手直接接杀。中间方向，那中外手处理球也是有点状况，所以跑者要来跑3垒了，急流跑垒员跑2垒。其实他回传的背力是还不错的，刚刚看到传到中继转传的队友这边蛮快的，准度也有好，奥利弗是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比分形成了17比5。
轮到包廷浩抓第一个球，中间方向的飞球，最后也形成了一支安打。好，包廷浩上一垒。轮到的是第7棒，打者是张伟杰，沿着3垒边线，这个球最后是在界内没有问题，但是3垒手接到球之后也没有办法传。3垒手应该他慢慢要去学习的是那个打者上来打之前场上垒包的整体状况他要提醒一下自己，更清楚球如果发生在自己附近处理完的时候要怎么传。因为当时他其实也是有处理一个球对，当时是面对守卫打者，其实他就不太清楚说垒包上面的状况。是。好，要轮到的是第9棒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打一整轮的有时候会在第9棒反而排最强的打者。对，因为垒上人多的时候，至少先打回来自己可不可以跑一圈再说。对。好，邱宇成，因为他现在就是满垒了。有选球的。又是在选球的，外野要注意。对。可能也要站可能稍微后面一点。对。他其实离本垒有左外野方向，这个球在界内，哇，在界内球没有问题。处理3个回来吗？对，好，就是传本垒了。回来，那第2个跑者也要回来。滑倒。第3个跑者在跑本垒的时候有点滑倒，他没有接到，但赶快捡，不然会全部回来。都要回到本垒，哇！不愧是最后一棒的强打者，把3个垒包上面的队友都送回来之外，他自己也靠着他的脚程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了。好，所以在3局的下半是攻下了8分了，所以比分现在形成了23-4。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欢迎您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场杯棒球锦标赛。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六，这是本届赛会的第1天，预赛的阶段。比赛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迪化棒垒球场。欢迎透过台湾社区棒垒球发展协会的 Facebook， 另外还有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本届的赛会。我们在2天的比赛都为大家带来全程现场直播的服务。所以3局打完了，那当然比分其实已经有点落差了，所以其实比分不太需要再去看。是，但是也看得出来，中港国小落后方其实在第2跟第3局他们的进攻跟防守其实都有逐局的进步所以现在的时间是43分。好，这个球游击方向，这个高飞球直接遭到了游击手接杀。
出局的是刘宇恩。好，3垒方向。哦，这个弹跳拦得不错。哇，传一垒速度蛮快的，一垒手有接起来。一垒手这球还会换到另外一边踩垒包接球，这已经是高级动作了。没错。看一下，他不是，我记得我刚刚看他不是在这个界内这一侧。对。他知道队友已经传完，你看他已经跑到外侧这边来了。就他是先离开了垒包哦，然后把球给接起来之后再回去踩垒。是。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是算是进阶班的动作。对对对。所以前面2棒都很可惜啊，差一点点没有办法上垒。拿着现在是背号7号的李佑宏。李佑宏打进到场内，投手下丘，传向一垒。所以前面3棒都没有办法上到一垒。轮到的是第4棒的李敬杰。好，抓第一个球也是右半边，投手虽然第一时间漏了一下，再传向一垒还是来得及。光前4棒哦，都还不能上垒哦，就可以看得出来 WHB 的那个手背稳定度，就非常的高哦。而且毕竟他们已经是连打2场比赛了，是。而且第2场比赛还打到了第4局，哦，这球打得不错哦。好，那这个球应该就有机会上垒了。哇，刚中外的时候还想要做8传3呢。这球就打得非常的扎实了。看一下中外手机，感觉还有第一时间想要传一垒的想法。好，碰成了滚地球，投手传一垒，至少有解决了1名的打者郭承瑞没有办法上一垒。好，轮到第7棒，林立要站上打击区了。林立打成那个高飞球，投手直接接起来，接得漂亮。好，要轮到第8棒。哦，这球打得蛮扎实的哦，但是投手也是迅速的接到哦，哇，而且传的那个一垒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够。他投手这边也。我觉得2场比赛陆续在进行哦，整个内野的这种，尤其中线，就是从游击到2垒到投手，每一个人刚好1人1举，那个接球的量跟手感哦，越累积越好。哦，投手再有机会，再传一垒，所以完成了这个半局。所以4局的上半哦。中港雄战在这个半局跟第1局一样是没有办法攻下的分数，所以我们稍待片刻，待会来看4局后半的进攻。好，欢迎回来。所以比赛进入到的是4局的下半。那中港雄战哦，在这场比赛的4个半局里面，第1局跟第4局他们都因为对方手背是真的相当不错，所以2个半局是没有办法攻下任何分数。好，比数现在是23比4。WHB 魔法师第1局攻9分，第2局6分，那第3局刚刚只是攻下了8分。界内哦，是界内球。好，那现在张承瑞要来跑2垒了。好，张承瑞上到了2垒。
场边的其实家长啦、教练都有持续提醒场上的守备方哦，不管那个球界内界外，其实第一时间都要先有想要去处理球的那个想法。好，那现在跑者要跑本垒了，所以刚刚处理球蛮可惜的，没有第一时间就送向本垒。看一下刚刚这颗球。 球进来之后，因为没有第一时间传了，所以也来不及了。WHB 魔法师再添1分，攻下第24分。哇，打成了一个高飞球，非常的远，但因为2个选手好像怕会撞在一起。对，我觉得外手往前冲的时候，他怕撞到向后退的游击手，所以后来差一步。 不敢再更全力拼。刚这个99号的蔡和妍，因为前面就跟施正哥有观察到，他的击球力道是非常好，是，所以刚往天空打，其实打得非常的高。好，轮到打者是 Oliver。 打成一个右半边的高飞球，最后向前，接得漂亮，直接遭到了接杀了。所以二垒手上前哦。13号的简义秀，这球就接得非常的漂亮。哇，打成一个软弱的滚地球，但三垒手要向前来不及了。哦，但他至少还知道说要回去踩3垒。对，这一次他知道。 三垒这边是有机会的，有这样的想法就可以。因为这球讲真的打出去那种软弱的程度哦，就是很明显容易形成内野安打的球。好，包廷浩现在是满垒，那他的棒子其实握得蛮短的。因为包廷浩这场比赛担任投手，其实他的守备是都处理得蛮不错的。 好，3垒方向，这应该已经是个界外球了。这场比赛的时间也到，我刚好像听到监场老师有说，他这个比赛就是时间到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这个打席结束就会结束了。没错，不是说这一局要全部打完哦。好，但这个球一路滚到中外野，你还是要处理完啊。对。 好，垒包上的跑者现在2个回来，第3个，好，第3个应该也要准备回来了。好，所以现在场边就列队了，最后比赛结束了，在这个半局还是有持续攻下分数，所以打满了4局。最后当然 WHB 魔法师因为第1局就攻下了9分了，然后中港雄战第1局没有办法攻下分数，所以恭喜 WHB 魔法师连续2场比赛back to back 都击败了对手，拿下了胜利。 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
多的椅子吗？应该教练会监督自己啊。没有，对不对？折叠的。可以拿吗？有吗？还有吗？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六，今天是大会的第一天哦，第3场比赛，交由 A 组的这前2场都落败的球队哦 ，Energy 能量要来对上的是中港雄战。来看一下 Energy 能量的先发打线，在这场比赛1棒是翁义成，2棒郑佑凯，3棒是刘星辰，4棒罗义杰，5棒邱瑞宏，6棒是房品安，7棒是林轩义，8棒廖伟训，9棒是黄博彦。好，那在预赛呢，就是3支球队哦，然后各队都打2场，所以前2名才有办法晋级明天的比赛。那因为 WHB 魔法师已经是前面2场比赛都获胜了，所以他们已经确定晋级。是，所以2场前面的比赛落败的 Energy 能量，以及前1场输球的中港雄战呢，这场比赛就是正面对决，谁赢就可以谁晋级到明天的比赛。两边虽然前面的比赛都是输球，不过目前感觉气势都还是很不错，而且感觉应该两边的球龄应该是蛮接近的，所以应该也是一场这个精彩可期的比赛了。好，那 Energy 能量他们是第1场比赛8比16落败。所以他们第1场是打早场的8点，打完之后休息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要跟连续2场继续 back to back 出赛的中港雄战要来交手。好，稍后这场比赛就准备要展开。今天在位于台北市的大同区迪化棒垒球场，其实现场的天候状况非常非常好。从我们本垒后方往外也看哦，其实这个蓝天白云，而且几乎应该只有蓝天啦，所以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是，因为也有看气象说，好像最近好像又有台风要来了，但还好应该不会影响到这2天的比赛。好，现在比赛要正式开始了。好，抓第1个球。好，投手因为碰了一下，这个球没有办法处理起来，那2垒手也没有办法补救起来。好 ，Energy 能量在这场比赛是先攻的球队。这球最后沿着1垒边线是滚出了界外。哦，差点打到教练。好，这个滚地球中线最后穿了出去了。好，那1垒跑者上2垒。所以这个半局前面2棒都上到了1、2垒。好，这个球是打成了右半边的界外。这个球再打成了界外，所以看到这种基层比赛，你都有看到这个场边的同学，他们的队友其实都会喊职棒球员的应援曲，是，所以可见其实职棒的比赛一定对于这些小朋友有非常大的影响。好，那没有注意到，那前卫跑者现在要回来了。所以 Energy 能量在1局的上半现在先攻下了分数了，1比0。
这个 Energy 的三垒指导教练呢，因为他们都有名字，那我就在想说，这个以前有看过的学生，邱教练是，他是这个世界冠军球队东云国小的校友啦。哦，我去查了一下，我就对他有印象，因为他同学就是季信然跟宋承瑞啦，他们同班的。同班的。他只是他应该大学毕业之后就打到这个辅仁大学，就是现在的甲组的现在的赞助应该是台湾运彩。是。那他就是现在在担任这个社区棒球的教练。是。好，传一垒。好，还是有来得及。好，但是前卫跑者已经跑回来了。好，那第二位跑者现在上3垒。Energy 能量攻下第2分。以前的邱教练哦，那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现在他们在带的小朋友这个年纪。然后他跟现在看到季庆然已经跟那个宋承一样高了。是。小时候全班只有宋承是高的，大概跟现在场上现在喂球的这个女生这位教练吴教练一样高。这个邱继伟跟季庆然他们都很可爱。就是还是就你现在看到的小兵这种小朋友这样的年纪，是一路看到他们现在变成了职棒选手了，开花结果。是。好，这球很可惜哦，差一点点挥空。好，打者是第5棒的邱瑞宏。我刚刚是有喊大显龙威，现在喊 AAOA 了。好，这个球最后传1垒，只有抓到了出局，不过还是有跑了1分回来，所以比分形成了3比0。好，轮到的是第6棒的房品安。哦，他这个挥棒其实蛮不错的，整个挥的动作很完整。刚刚只是没有打到这个阿达里而已，打到应该会很远，就没有确实打到球心，打到球的下缘了，所以有点倒旋。打到球上比较细的地方。对。哦，这次就打得不错了。好，那这个滚地球有一手碰了一下，没有办法再传了。哦，要跑2垒，哇，很大胆哦。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其实选手们就是要学习着怎么把球给控制在场内哦，尤其是你中间的转传。没错，这个哇，那现在还要跑本垒，回来跑了一圈，很聪明。这个球在防守方的话，教练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告诉小朋友，就是发生传球的失误后，避免2次失误，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失误后有所谓的这种补位的动线，你怎样把动线拉正确？因为动线拉正确，有人接到那个传爆的球就不会有2次失误了。对，所以你这个真的也是要棒球比赛不会说都不能失误，因为你都不能失误，你永远不知道说传球要怎么传。那尤其是小朋友学习的阶段哦，失误是一定会发生的。那教练就是有耐心，透过失误发生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是好事，你可以变成是一个指导的呛死。而且失误发生，其实选手才知道说哦。场上发生这样的状况，那我下次要避免。哦，教练，哇，教练好身手啊，跳在空中，而且躲过了这个球。对，刚刚才有现场应该是其他球队的教练哦，在跟我说他被打到过。他就是跟我们第1场比赛讲到的，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已经不是像过往我跟伟林今天播的那个 mini baseball，他们这个中年级的有的都很会打的。对，所以对于这种球还是要小心。教练刚刚直接骇客任务。对啊，好身手哦，跳在空中。这教练可以加入红总的教练团。哦，是跨栏一下。因为我刚刚看这个教练，他的名字想说好像是不是之前也有播过他的比赛？也应该有。我在想他应该也是选手出来哦。对，因为感觉是还蛮年轻的，就可能跟邱教练一样，都是年轻的教练。好，那现在跑者要来跑本垒了，因为也是回传球出现一点状况。好，那现在后面的跑者绕过3垒之后，好，但是因为已经踩本垒了，所以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5分。Energy 能量在1局上半攻下了5分。我们稍待片刻，待会来看1局后半点进攻。
是。好，那在第一局的上半，Energy 能量是有攻下了5分。现在来看一局后半，中港雄战的进攻。1棒是刘宇恩，2棒简义秀，3棒李佑宏，4棒李敬杰，5棒翁德怀，6棒林立，7棒郭敬尧，8棒陈炳宏，9棒是曾炳璇。这是中港雄战的1到9棒。好，开路先锋现在站上了打击区了。刘宇恩。好，那中港是连打2场，所以体力上面其实负荷也蛮大，再加上其实现场天候状况是真的非常好，非常的炎热，所以选手其实前一场应该已经也汗流浃背了。好，那这个球因为传到了死球区去了，所以跑者现在刘宇恩上到了2垒。打到球的下缘，现在是2棒的简义秀。今天我们转播了几场比赛，感觉其实多数的教练也都是这个球员出身哦，而且身手感觉都蛮好，都还蛮年轻的。教练很强啊，他师大女垒的啊，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是师大的学妹。是，这个才就是选手身份退下来没有多久，难怪刚刚那个好反应。对，应该就是刚刚这个 Energy 能量的教练。对，吴教练。好，这一棒，但左外野手因为守的是蛮前面的，所以球一路滚到他后面。那这个球中外野手要去卡吧。好，急流跑垒员现在上2垒，但是前卫跑者刘宇恩已经跑回了本垒了。为中港雄战先攻下了分数，攻下了第1分。打成那个高飞球在内野上空，哦，差一点点。这个感觉有受阳光的影响哦。那游击手其实他有这个要去后面补防的概念。投手因为他是没有戴太阳眼镜的，所以感觉这个球打在空中也影响到了他的视线。那刚刚应该是传入死球区了，所以裁判有指示3垒的跑者是要回来的。对，因为简义秀应该是可以回来的，刚刚因为球是传到了死球区去了。好，下一棒打者轮到的是李敬杰，4棒的打者。现在手背上面其实立即就做了调动。是。哦，这球打得蛮强劲的，不过正朝着游击手而去。哦，传向1垒，传得非常的漂亮哦。接传都很到位，这一球。所以林敬杰虽然打得很强劲哦，但是因为正朝着对方守备员而去，遭到了刺杀。下一棒是翁德怀，场边应该有人跟他说，翁德怀要棒子再握短一点点。他其实挥棒不错，他只是现在那个球棒对他来讲太重，所以还无法有好的控制。那握短就是可能你会觉得那个重量哦。球棒的平衡点距离自己比较近，你就稍微会控制好一点。要不然我看他挥棒的轨迹其实是好的，因为力道其实感觉都还蛮够的，可是就是还没有办法打准。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球棒也难买啊，你即使到美国、日本去买哦，也就是很尴尬。大部分设计最轻的也都是5、6年级会最适合。哦，这一场比赛游击手处理得非常漂亮。对 ，Energy 的手背也越来越好了哦。对。这个半局应该已经有2个是选手没办法上垒。好，翁德怀没有办法上垒，轮到的是林立。
打出去之后也是蛮强劲的。刚林立刚上了一垒，换是中港的教练，差一点中弹。而且这个比赛也蛮常看到教练哦，他是追着自己的选手跑，是，然后跟着他跑，一边指挥，对，然后跟他说你照着我跑就对，跑1垒，真跑垒指导员，真的，教练就是抛完球之后，还是有的偶尔还要陪着选手一起跑的，是，要不然他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垒包的方位要怎么跑。刚有介绍过，就是打出去的球，教练是真的要闪，要不然有时候打得好是安打的球，打到教练那就是变界外球重算。好，轮到的是第7棒的郭敬尧。所以教练在抛的同时，持续跟郭敬尧讲说，先看球，对，然后先想办法碰到球为主。好，也持续跟他讲这个球棒的高度哈。这个小朋友就很明显，他一定是比其他队友再更刚学习，因为从那个他站姿跨步就看得出来。好，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差一点点。已经5颗了，没关系，下次再来啊，回去再多做一些练习，这之后一定会更好。但是也很难得哦，是在这种大比赛，而且是有短波的比赛哦。这场比赛是上到了先发，是。这球不错，碰进到场内。好，但三垒手接到之后要再传也来不及了。先从稳定想办法接到球为主，然后之后再看有没有机会慢慢的进步哦。其实你棒球区前这样慢慢开始。那手背你像刚刚小朋友的打击打击真的从拿球棒、握球棒的位置，然后站的跨步多宽，它一个一个都是有一个基本标准的动作。打者轮到是第9棒的曾炳璇。垒包上面2名跑者，那中港雄战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3分，所以两队目前是2分差距。哇！但是曾炳璇这个球打中线，有按照教练的意思去了，但是正朝着投手而去。好，所以是结束了这个半局，攻下了3分，两队一局打完2分差距，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这是2025年的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一局打完，目前两队是5比3，2分的差距。这场比赛对两队来讲就相当重要了。获胜的球队才有办法晋级到明天的赛事。这场就有外卡战的感觉，对，刺激 ，Win or Go Home， 没错，这不亚于昨天的洋基红袜对基娃大战了。好，那这个半局是中港国小守备上面有换人。好，进入到2局的上半。好，抓第一个球，正朝着投手而去，精彩的守备有 nice catch， 打得好，接的也好，对，正朝着投手翁德怀而去。虽然出局听到教练也是鼓励他，打得不错对。
好，2局的上半，打者现在是郑佑凯，背号4号，2棒打者。好，每一个打席有5颗球，前面的2球没有办法打进到场内。第3球，有了，对，好，投手接到之后传一垒，手背不错了。中港的守备打击守备，这2队其实都是，虽然第一场比赛没赢，但是今天早上看他们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都是有渐入佳境。因为2队其实仅2分差距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以比赛经验来讲我们知道像那个已经晋级这一组的 WHB 那时候就讲他球队组织的成员比较多，那你说有时候比赛不一定就是要办这样的比赛，你才有机会实际参赛嘛。可是成员多的球队，你自己队上能分2队的时候，你能打队内红白，那个在累积经验上也不一样。我觉得那个就是分别。对。WHB 魔法师他们应该是参与的人数蛮多的，然后不同阶、没错，不同年龄层的选手都很多。而且另外有时候就是在这种学习阶段的小朋友，我们讲混龄是一个好事。就是你年龄低的，他会因为前面在带着你的年龄高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逼迫你知道到底教练有多难当呢？真的就是这么难当。好，那现在前卫跑者速度飞快跑回了本垒了。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打到教练要算界外球，不然这些球应该吴教练是都可以直接处理的。对，我后来发现他那个丢球很准，然后他那个动作是很标准，因为他其实是女垒的投手，是他真的用垒球的快垒的在丢的话。伟林有没有看过火球？他这个等级应该就是火球等级，因为快垒的距离是比投棒球的投手球还要近很多。是，而且吴教练他应该就是现在还在念大学，好像这个要问他，这可能要问他。对。但他应该是师大是国内女垒非常强的球队，没错。师大、北师大有几间学校就是你国高中一路打上来，那个都是有很好的成绩才有办法保送这些学校的。对，你从教练的那个抛球，其实你就感觉得出来了，底子很好。哇，但很可惜。所以这棒是没有办法把球给打出去的。那今天看到很多这些有底子的棒垒球的教练有投入这样的基层，甚至是这种社区的，我觉得很好。因为你像吴教练，他甚至他师大，他未来他有可能他都还是这种正式教师的资格这个在体育，我觉得不止棒球啦，运动啊、体育的推广上面，这都是对国内环境是正向的。对。而且等于说，他们也很清楚说，其实未来的路该往哪里走，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也都已经有规划，还有一些想法。自身的经验也可以带给这些小朋友，不管你是对运动有兴趣，以后要想走专职运动员，或者说我学习的运动，我不是要走专职运动员，那怎么样可以来协助后面就当老师教练的话，最重要其实就是帮助选手、学生他们的这个生涯发展嘛。而且就至少很早就先对运动都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对。好，这球先漏了一下，再起身，但就没有办法传了。2局的上半。好，这棒打得还蛮扎实的。但是投手跟游击手都没有办法拦下来所以垒包上面的跑者要继续跑。好，前卫跑者现在要来跑3垒。好，比分形成了8-3，2
2局的上半 Energy 能量是攻下了3分。这场比赛两队应该都会你来我往这样陆续的得分。是哦，这一棒打得非常的高，非常的远，但右外手感觉就定位了，但可能也受到了一点阳光的影响，没有办法把这个球给直接接到手套里面。接着跑垒员现在绕过2垒之后，要继续的往3垒冲，要来跑本垒，要赶快传到哦。对，哇，那没有跟到的话，哇，那就跑回了本垒了。厉害厉害，对，这是第2个这样子跑一圈成功的。对，而且黄博彦他就是第9棒的打者了，就把垒包上面的所有跑者都给清了回来了，也结束了2局上半的进攻。在2局上半 ，Energy 能量是攻下了6分了，比分形成了11-3。好，欢迎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这次的比赛是第4届的赛事了，欢迎您透过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另外还有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另外还可以透过台湾社区棒垒球发展协会的 Facebook 3个平台一起来欣赏我们本届的赛事。现在因为转播平台相当多，所以就连这种其实基层的比赛，不同年龄的这些比赛都可以让选手有现场直播的机会。没错，更重要的是就可以让他们的家长有机会在可能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他们小朋友的比赛。对，另外就是这将来有一些影像哦，自己就是可以存起来，有一些留念呢。对，等到他们可能幼稚园毕业啦，或者是小学毕业之后，你这样回头看哦，累积起来，你就看到小朋友的那个成长。对对对，尤其小朋友他的一年比一年，其实身材啦，然后成长记录，整个人的记录啦，然后个性啊，其实身材条件，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没错，就透过棒球哦，让他的童年记忆跟这个棒球是结合在一起。对对。好，2局的下半。正光国小目前是落后8分，11-3。好，打在棒头上，投手下球来处理，用下手抛，有，好，还是有抓到出局数哦。丢的稍短一些，但一垒手有这个伸长，就是延展自己的身体去接球。好，那现在吴教练要上来直接手背上要换手背员哦，位置上面有一些调度的样子。对。中外手进来，对，好，1581，所以中外野手进来投手，然后投手去守3垒，3垒手去接中外野。是，当然投手因为他也只是负责这个接球跟传球了，因为抛球的工作是由教练来担任。没错。好，打成了滚地球，右半边，接到之后传向一垒，完成了这个出局数。
打者要轮到的是第4棒的李靖杰，他是4棒打者了，现在3垒上面有跑者，抓第一个球，教练有闪掉，投手碰了一下之后跪在地上传1垒，但是球传掉了，那1垒手要赶紧去处理了。好，李靖杰现在上2垒之后要继续往3垒冲，哇，其实这个背力蛮好的，但是传3垒传到了3垒的界外区去了，所以要连急流跑垒员自己李靖杰都跑回了本垒攻下分数，所以这一棒直接拿2分回来。是。那这点就是前面诗能哥有介绍到，就是说你让急流跑垒员上1垒之后，你的守备方后面要怎么样来禁止对方再跑下一个垒道？对，因为现在接传都还不是很稳定，需要就是团队合作合力来完成。这个安打是扎实的，没错，应该是这个半局打得最扎实的一球。好，轮到林立了。因为前面一个半局的换局空档我听到这个 Energy 那2个同学很兴奋因为刚刚这教练算修够看我们是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你先讲。对，他刚刚就讲说，我们拿了11分呢，他很兴奋，因为现在分数是11-3，但我就在想说，但对方你如果没有守好，他是可以得9分，马上就反超对，然后这个半局目前已经先攻2分了，所以现在剩下6分差距。好，打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飞球，没有落地了，直接遭到了接杀。现在就是可以守下来再平手，因为消失了一个跑者。对，好看一下，游击手最后横移过去把这个飞球给接杀。这个小朋友可爱了。什么地方可以发现他刚学呢？他的球棒，看一下，好，没有问题。刚刚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手还是握反的。所以4号的郭靖尧现在要再上场。教练发现了，调整回来。对，他现在右手就握在上面。对，他本来右手握在下面。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打棒球也是跟这小朋友蛮类似，一开始也是连握棒一开始都搞不太清楚。还是其实你是左打都没有人告诉你？真的吗？对啊，搞不好你握对了。因为我也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对打击非常有兴趣，没想到站上打击区怎么挥都不顺，完全都不太一样，就是球都挥不太到。也很不错，有沿着1垒边线，是在界内。1垒手这球的处理我觉得不错，他就是前面我们有发现到说各队1垒手都是你要先判断这个球，如果有机会区前接，然后是在界内可以制造出局的话，像刚他就处理得很好。郭靖尧这次就进步很多了，有成功的把球给打进到场内了。比分现在是11-5。那2垒上面还有跑者，轮到的是第8棒的陈炳宏。陈炳宏，所以感觉他就是也是想办法先碰到球，就棒子很早就先出去了。以他刚刚这样的打击的状况诗能哥会觉得他要慢慢在进步的话，是要多练习吗？还是说他的 timing 其实要再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可以从拿轻一点的，这个可能不一定是球棒，先把挥击这件事情的动作稳定下来。他可能挥的越来越正确，那个轨迹对之后，就可以有机会打到球。就是他要先想办法习惯他挥棒的这个动作。对。因为目前他的这个年纪以及他的力量可能要控制球棒对他而言有点吃力。对，所以我们也会说，小朋友你让他去接触别的运动不是坏事。因为轻一点的东西，你看羽球拍、桌球拍，
就很轻，然后他们拿在手上哦，它同样是持拍棒，我们讲打击有时候有些东西跟持拍运动很像。好，曾秉璇右半边，但这个滚地球是遭到了刺杀，所以2局的后半，中港是攻下了2分。目前2局打完是11比5，两队6分差距。好，欢迎回来。这场比赛 Energy 能量跟中港国小，这是媲美鸡袜大战的这种 Win or Go Home 的比赛了。好，这个球翁奕成打进到了场内。好，投手顿了一拍，还是来得及。这个不急不徐。先让第一位的打者没办法上垒，因为是1比5哦，6分差。你说3下中港有办法逆转，都是有可能的。对，所以还要拿一些分数哦。对 Energy 来讲。对。哎，但是现在急流跑垒员要来跑2垒了，要用触的。对，要用触杀的，所以不是。这是规则理解。规则理解。对。但主审是不是说刚刚这是界外球吗？可是叫跑者回一垒。是叫跑者回一垒。好，打者轮到刘星辰。好，这个球最后滚，在界内接起来了。对，你不要碰的话哦，有可能会弹出界内。对，但是也是一样，因为刚学你对球打出去的，当你是守备球员的时候，你会很直觉的，我要去接跟后续传的动作。其实每一项运动，你去发现小朋友刚学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共同的现象。你像以前我看那个小朋友踢足球哦，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绝对不会有什么4-4-2、5-3-2，没有这种东西，全部都是10对1，10是球场上10个人，1是那颗球，甚至是20对1，球在哪里，所有的人都是在哪里，没有不用跟他们谈阵型，因为那是直觉，我要去找到这一颗球，然后我要去踢它。就是从最基本的都开始做起，这样对，会是一些很直觉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引进规则，引进跟队友的配合，一个一个来。好，教练在投球上面喊得更大声了，因为已经是这个打席的第5球。对，想办法帮助他。对，用喊声的方式哦，让他找到这个抓那个节奏啦。对。好，一样是喊着1-2，好，有碰到球，不过打成了界外。打者现在是13号的连茂宇。连茂宇的第1场比赛他是打第1棒的，这场比赛是替补出发。连茂宇这球出棒的稍微早一点，应该是第3颗了。连茂宇这一次就打得很不错了，右半边的滚地球，好，一垒手再进去，哇，但是球掉了下来。对，这个球回去踩一垒的反应哦，稍慢一点，让自己的队友
不好传了。嗯那再来应该是要讲说，原本二垒跑者绕过三垒的这个积极跑垒哦，就很值得称赞。对，因为球队现在需要的是多一些分数来到这种安全范围哦。所以比分形成了12-5，7分差。因为以这个比分来讲，还是有可能被对方下一个半局给翻盘。对，对方还是最需要多一多点分数。对方最多就是9嘛，对加9。也就这一局 ，Energy 要想办法得到4分哦，就会是安全范围内。对，好，打成了3垒方向的滚地球。3垒神，这个不是封杀状态，对，不是封杀，所以2、其3垒实是有人，可以再回2垒的。好，但这个传球因为有发生点瑕疵哦，所以2垒跑者要上3垒，1垒跑者上2垒。好，但是中间卡斗因为也是有点犹豫了，所以3垒跑者再冲本垒。好，2垒跑者上3垒，所以连茂宇回来。好，打者是第7棒了。好，一样哦，帮助他找到了这个打击的节奏了。王承凯这飞球是对方没有办法接到，打得很高哦。今天第一个太阳啦，今天风势不大，但另外就是说，这种有高度的球，对各队现阶段的小朋友来说，他们都还不熟悉。这种接不到都是正常的。好，这个半局攻下了5分。好，打者是廖伟训，这个2垒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哇，那现在垒包上面的跑者，前卫跑者现在准备来上3垒，且绕过3垒之后过站不停要跑本垒，中间的回传球必须要快一点哦。那现在急救跑垒员廖伟训跑本垒，哇，那这一棒连自己都跑回了本垒，攻下分数了。哇，埋伏在第8棒哦，但是球其实打得非常远哦，速度也很快。18-5，所以这个半局攻下了7分。好，沿着1垒，最后是滚出了界外。好，轮到的是黄博彦，当然18-5哦，因为13分差，即使下面一个半局中广雄战攻下9分，也还是没有办法逆转这场比赛。所以先恭喜 Energy 能量哦，是顺利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好，右半边，最后2垒手让这个球掉了下来，哇，第一时间没有接到。黄博彦现在绕过2垒之后，场边的传本垒，很聪明，他不传，他回来直接用跑的，所以这个想法就是对的了。这个应该有打过迷你baseball。好，所以黄博彦虽然没有办法回来，不过在3局的上半 ，Energy 能量也是攻下了一个大局了。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看3局后半的总攻。
欢迎回到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一起来欣赏本届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好，比赛要进入到3局的下半了。那中港国小因为在3局上半是掉了6分了，所以现在的比分来看，17-5，已经相差12分了。那中港雄战因为这个半局最多就是攻9分，是，所以已经也确定 Energy 能量是提前就已经先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而且现在的时间来看哦，应该会是最后一个半局，可能3分半钟左右，应该就是最后半局了。所以希望接下来上篮的选手就能够果决的出棒，在时间内想办法把球给打进到场内。好 ，Energy 能量在这个半局在手背上面也做了部分的调动。好，这球打得不错，游击方向。好，先踩2垒封杀，要再传1垒。哦，这球有传有提前落地哦，一垒手这个一弹跳掌握还不错，而且他是有把脚给踩了出去，想办法要用可能脚劈下去的方式啊。对，好，再看一下，因为先踩2垒哦，然后再传1垒，看一下1垒手哦，脚，其实是蛮标准的这个动作哈。打者是李佑宏，挡住。好，游击方向，这球这次有，这次就有完成了，是，所以一次抓了2个出局数哦。所以中线的守备是真的很重要的。看一下刚刚这颗，游击手自己处理了。轮到是李靖杰，直接接杀，被2垒手给接到手套里面 ，nice catch。这局不错啊，中港就是尽他们所能的打。那另外就是 Energy 的守备哦，真的也是越来越强，所以明天他们晋级的话，明天的比赛还很有得看。对，好，要轮到第5棒的翁德怀。好，打到球的下缘。3局的下半。好，翁德怀这个球，直接又被接杀了。Nice catch， 投手直接过去哦，迎向前，把这个飞球给直接接到手套里面。好，这个半局中港国小目前是垒包上面没有跑者的哦。好，这个球还有机会吗？来得及 ，out！ 哇，游击手守得太漂亮了，非常精彩的一次守备哦。应该是廖伟训哦，14号。3局的下半，目前的比分是17-5。好，中港现在第7棒让刘子彻上来，背号5号。好，场边的时间其实响了，但这个球应该要完成。好，传的稍微有点高，不过还是来得及。一垒手确实的接到手套里面。好，虽然是时间到了，但因为后攻的球队现在是落后的，所以可以继续打。好，打者是9号的郭承瑞，所以还有2个棒次哦。是。
哦，这球打得很不错，但是直接遭到投手的接杀。这个球是有横向移动的、哦，这要判断跟反应都很好。所以看起来应该中港熊蛋这边要再换人哈。来，品龙上来打，品龙上来打，来品泉上来打，品泉，这品泉来，品你要打。所以应该是炳玄呐、嗯哼，因为我刚在看是曾炳玄还是曾炳荣，是。也没有特别去问了，但是应该感觉应该是兄弟吧。兄弟，嗯哼，曾炳玄跟曾炳荣，尤其他们中间那个字应该是木，一个木字旁，再一个甲乙丙丁的丙。啊哈，好，所以是15号曾炳玄上来打。好，右半边，至少打进到场内了。好，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裁一垒，完成了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局数了，所以最后就是打满了3局，17比5。也恭喜中港国小，好，跟这应该是 Energy 能量了，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顺利挺进到了明天的赛事了。那中港国小其实这场比赛也打得算很不错了，第一局也跟对方算是有来有往，不过因为在2、3两局都让对方攻下了超过5分的分数，所以很可惜输掉了这场比赛的结果。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
OK， 陈凯你 OK 了。接了3颗，好厉害，4颗。慢点，比赛。谢谢啦，辛苦了。过来一点。啊，准备连队啊！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还好，精神一点，精神一点。精神拿出来哦。 欢迎您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今天10月4号星期六要准备进行的是第4场比赛了。这是预赛的 B 组，将由魔法师队要来对上的是光芒社区。今天第4场的转播工作，依旧是由我周伟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世正教练来为大家带来球赛解说的服务。世正哥午安，伟林好，大家午安。好，刚刚看完的是前面3场预赛的 A 组的赛事了。 所以 A 组2支出现的球队也都已经顺利的晋级。再来要看到的是魔法师跟光芒社区这个预赛的 B 组的赛事了。那在这场比赛呢，魔法师队是要来先攻，那光芒社区这场比赛则是要先守。是。啊，这个比赛地点是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 刚刚也终于有去了后面的洗手间哦，哇，这应该是我去过最棒的一个社区棒球场的洗手间哦。那我等一下也要去看一下，因为它的洗手间是，比方说以男生来讲，它的每一格都是有隔起来的哦，所以应该是都是有特别重新规划过的。我还以为有冷气呢。好，来看到魔法师队的打线，1棒是李仲渊，2棒汪亮和，3棒蔡宏佑，4棒曾开宇，5棒是单以曼。 6棒尹之堂，7棒蔡炳瑞，8棒郭玉轩，9棒是谢家瑞。这是魔法师队的先发1到9棒。哦，这个光芒社区哦，他们那个衣服真的就是光芒的感觉。对，那个蓝哦，很浅的湖水的蓝。对。而且他们的前面就是 Rays， 没错，其实就是光芒队了。是。 那魔法师队这场比赛，他们是先攻，他们穿的是紫色的深色上衣，而且他们穿的这个球衣好像比较像是 T 恤。然后魔法师队，他们是等于也出了第2支球队了，没错。因为他们前面其实，在预赛 A 组已经有一支 WHB 队，同个系统啊，同一个系统是两队，对。 哦，这个最后出局，跑2垒这边是出局。对，捕捉的这个防守做得很好。对，传进来之后，完成了这个触杀。好，通过慢动作来看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overrun。对，跑过头了，所以遭到了触杀。那这个当然，这个 play 也是攻守双方都可以，但我们有转播嘛，将来你就找得到重播，可以拿来小朋友学的时候继续当这种教材。所以李仲渊虽然是敲出了安打，不过在2垒前是遭到了触杀，所以这以正式记录来讲，就只是一支1垒安打。是。差一点点就遭到了接杀。好，那现在急流跑垒员绕过1垒之后，要来跑2垒。哇！而且现在绕过2垒之后，要来跑3垒，因为这个球传到了左外野去了。哇！那现在要跑本垒，昨天这个回传球有机会吗？有机会，球没有掉。 球没有掉，现在前2个出局没有掉分，都是发生在垒包上，都是补救的处理得宜。哇，那这是7敌战术吗？都是敲出安打，不过后续的补救其实做得相当到位哦。对，就是第1、第2次的补救，前面有一次是其实算犯错，没有传好，但没有关系，就对方有再跑的话，就再继续把它做好就好。对。 所以李仲渊跟汪亮和都是在垒间出局的。好，3棒的蔡宏佑则是上到了1垒。魔法师这个体系哦，在我们早上看的预赛 A 组哦，已经看得出来，像 WHB
他们在预赛 A 组那一支球队，其实感觉就是训练有素，很整齐啦，很整齐。你如果再衔接到他们青少帮，那更强。哇，这个处理球其实前面接传都做得很漂亮，应该说接，然后传动作都很不错，可惜就是力道传偏掉。好，这里传本垒没办法抓到。这球要是有传准哦，搞不好都还可以抓到第3个。光芒社区感觉实力蛮不错的哦，从刚这个内野手、三垒手接球，然后行进间跑动哦，都感觉做得蛮好的。是。好，那现在打者轮到的是第5棒，而且第5棒这个选手应该是一位女选手哦，这是单以曼。这场比赛双方是不是都有女生的小朋友球员哦？因为我看光芒的2垒手这边好像也是。对。因为光芒的2垒手应该是00号的女同学了。对。但现在长头发其实都不一定，因为我早年哦，现在旅外的在日职乐天的那个萧琪。他从小就是留长头发，然后那时候我们是播黑豹旗在台中的比赛，是他在老的那个台中球场，就是台体大的球场旁边丢球。我真的讲错了，我说她是女生。后来他爸爸有告诉我是萧琪。哦，哇，那也蛮特别的，而且萧琪因为还继续往上打到变成一个职棒选手了。而且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为什么在场边会拍到，就是那时候丢球就很厉害了啊，而且应该身材就很高大。对。好，把球打空中，哇！一垒手直接，这反应接了起来，这反应很快，哇！再传一垒，还是来得及，哇！所以制造了2个出局数。对，一局上光芒社区有掉分数，但是他们的一些手背看得出来，整个观念是 OK 的。对，哇！一垒手是68号的陈景伦，对，完全就是一垒手的一个反应，还有2垒手的一个补位。对，这个默契相当好哦。好，这个球蔡炳瑞传高了，对，打进到场内哦。那现在直流爬的员蔡炳瑞要来继续的往前冲，绕过2垒之后继续跑3垒。好，但很可惜有球没有传出去，所以一溜烟上到了3垒。魔法师在1局的上半是目前有攻下2分。但光芒社区守备其实真的蛮不错的。郭玉轩，很可惜差一步。好，那在1、2垒之间，疾跑员来冲2垒，但球传到了中外野去。中外野要赶快传回来哦。对，因为你不传，前卫跑者就要来跑本垒了。现在魔法师就是用他的脚程哦，在跟你比速度。对。因为刚这个一顿 day 哦，垒上的跑者、前卫跑者就冲回来了，没错，攻下了第4分。是。好，谢家瑞，他是9棒打者，打成了中线的滚地球，哇，传1垒传高了，他可能记错了，他以为垒上有跑者，刚刚一开始是先看本垒这边。因为一开始他想法好像是想要传本垒哦，那现在是要传本垒，是，而且要快。对。好，那谢家瑞是跑回了本垒，但是主审其实已经冲进到场内了，应该是觉得刚刚那球是不是已经传到死球区去了，所以变成一个停止球状态，所以谢家瑞应该是要停在2垒上面。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这个半局攻下4分。
好，再来看到的是后攻光芒社区队的打线，1棒是林子琪，2棒陈思良，3棒陈景伦，4棒吴德优，5棒是林敏义，6棒黄玉明，7棒张佑凯，8棒陈新妍，9棒是沈佑德。这是光芒社区队的1到9棒。在前面一个半局，魔法师队1局的上半是攻下了4分。但光芒社区在第1局的守备其实是蛮不错的所以让对方这9分里面是只有得到了4分。对。第1棒抓第一个球右半边，二垒手接到之后传向1垒，所以没有让对方的第1棒上垒出局的是林子琪。下一棒是第2棒57号的陈思良，陈思亮。陈思亮这一棒把球打成的是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但左外手追过去，而且这个球要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去了。陈思良现在绕过1垒之后上2垒。刚刚看到陈思亮他在挥棒的时候，那个轴心脚的旋转的动作就做得很标准。所以你看到他咬到球会有一定的力量。再来就是他打出去之后绕垒的动作其实也做得很好。对，这个都有机会将来有一些这个正式球队会有兴趣要吸收的选手。是，好，左外手第一时间先往前再往后。那陈思亮现在绕过3垒之后跑回本垒了，攻下了球队的第1分。光芒社区也开张了，1比4。3垒方向滚地球，哇！那2垒跑者现在被逼回去，哇！而且传1垒还来得及，3垒抓得到吗？哇！这个球还要再跑3垒，但是因为2垒跑者跑过3垒之后有先拔动，但还好还是来得及跑回了本垒，所以陈景伦回来。要是1垒传3垒有抓到的话就超级 nice play。主要是3垒手接到那个贺主逼退原本2垒跑者的动作做得相当好。对，所以第一时间2垒跑者其实是没有跑出来的，然后来抓到1垒的这个出局。攻守两方其实都做得相当不错。好，这球打成了3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对角传1垒，因为距离是比较长了，所以很可惜没有办法传到1垒手的手套里面。下一棒是林敏义，跟这应该是黄玉明，应该是6棒打者。好，第2个球打成了界外。挥棒的姿势也都还蛮不错的。那现在要形成了夹杀了，触杀了。应该是触杀了，触到，直接有触到了哈。因为2垒的跑者他后来没有做折返所以3垒手反应也很快。对。所以从这场比赛两边的攻守来看感觉两边都是有一定的程度学习棒球应该都有一段的时间。是。而且从打出去的球就几乎每一棒都是大概前2颗球都有机会把球给打进到场内去。好，2垒跑者现在要准备来跑3垒。好，右外手第一时间顿逮了一下球回传过来来不及，跑本垒，出局，这边是出局。这个转传这边也非常的漂亮。对对对。因为最后是直接传给了捕手但是魔法师这边做得很漂亮。对。不要26号的尹之堂，确实把球接到手套里面。所以光芒社区的第3分没办法回来。好，3垒方向，界内这个球最后是球有一点不规则，界内了，变内安打，没错。
刚刚这个应该是女选手，对，陈心妍，对，陈心妍上一垒。轮到是第9棒的沈佑德。哇，沈佑德这个球打得很不错，咬成了中间方向的安打。哦，这个现在要跑赶本垒，快捡，没错，然后踩垒包。对，好，哎，这其实应该踩垒包就可以了，不用用传的哈。好，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在1局的后半，光芒社区是攻下了3分了。1局打完，2队4比3，1分差距。教练，他那个质量跟之前。在3垒，自己判断球往那边飞，你就跑2垒。哦，如果转跑1垒，边这边就跑左边看一下。好，15对调好，手背15对调，光芒。好，欢迎回来，这是魔法师跟光芒社区的交手，这是预赛的 B 组。那每一个预赛哦，就是各队一样是要打2场的比赛。看起来魔法师跟光芒社区的实力应该是蛮接近的。我刚场边我又发现又是厉害的教练哦，光芒的，等一下应该会在场上那个签在他们名单的蔡，刚刚看我们都是先看选手，是。有空后面才来看教练。对，刚教练跟我打招呼，他是现役选手哦，然后我认不出来，因为他瘦很多，一个传球背力非常好的捕手，以前是国立体大的，然后就是毕业后再加入城棒这边发展，现在应该是新北城棒队，是英哥毕业的，然后有打过这个列特博生技，然后因为以前英哥的时候被就是周东志教练后来从古堡他去新北嘛，所以城棒队在重新在招募新的球员的时候，就把这个阻杀能力非常好的捕手给找过去了。是，那这个应该是利用假日的空档也来协助带这个社区球队。对，等一下再来问他一下。好，下个半局有机会再来请诗恒哥来介绍。是。好，这球打出去，现在跑者陆续回来。好，第1分回来，那第2分有机会回来吗 ？Safe， 所以没有触杀到。好，所以魔法师是跑回了第6分。教练有提醒小朋友，这个可以用滑垒的方式。哦，这球打得很好。对。好，左外野方向，那再1分回来，所以照教练这个讲，应该是可以滑垒，但是可能也尽量避免前扑式的动作。是，比分形成了7比3。打者现在是第5棒的单以曼。单以曼，哦，这球打得非常的远呢，左外手追了过去，没有办法接到。好，那现在前卫跑者绕过3垒之后，看起来过站不停了，继续往本垒冲。那单以曼现在准备要来跑3垒，但是触杀到了。光芒今天在垒上哦，就是垒位上做补救传球的垒位上的选手接中继转传的球都很稳定，所以只要有传准到位之后，在这边的触杀都能够顺利来完成。对，那刚刚伟林讲到那个前扑哦，最主要就是一个是
攻守两边的冲撞，还有就是以后他们开始慢慢会，其实只要是即使交钉哦，我觉得都很危险。那另外就是今年职棒应该蛮惊悚一个镜头，就是曾胜安自己哦，对对对，他是类似那种滑扑的动作，自己的体重压到，你看就那么严重了。是，所以这个刚开始接触的小朋友就比较更会有一些保护他们的规定哦，希望他们不要受伤了。技术增加之后，慢慢这些规定就会解除掉。这些规定其实也都是为了要保护选手。没错。打成了三垒方向的滚地球，哇，三垒手漏了一下了。那现在二垒跑者绕过三垒之后停了下来。急流跑垒员绕过一垒之后，离垒距离蛮大的，但最后觉得应该没有机会了，所以再回到一垒上。好，现在是1-3垒上面有跑者。是有选球的。好，郭玉轩，背号25号，8棒打者，右半边的界外。这个半局目前是攻下了4分。郭玉轩打成了中线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传本垒，好，但最后球掉了下来，所以这一分回来还是照算的。第9分回来，其实时间来讲，timing应该是蛮充足的、充裕的。好，要轮到第9棒了。轮到第9棒的谢家瑞，垒包上面2-3垒有跑者。谢家瑞打成了中线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传本垒，这一次哇，球也是掉了出来。那现在第2分要跑本垒。好，所以在这个半局2局的上半也是大有斩获，应该是攻下了7分了，所以11-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回来！哇，现场真的天气状况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哦，所以其实场边的家长啦、选手们，然后其实都可以戴太阳眼镜之外，可能撑个伞哦，会比较好一点。对，或是戴个帽子。哦，这个一弹跳掌握的蛮强劲的。好，二垒手接到之后传向一垒，好，先完成了这个出局数。好，在前面一个半局更正了，2上应该魔法师不止攻下7分了，应该是8分，所以比分现在形成了12-3。对，我刚刚有跟蔡教练确认，对他现在就是假日打工，然后平常还是选手，这个甚至是不是未来有机会哦自己调整？因为我觉得他的状态比我认识到大学的时候的他还要再更好。这过1-2年选秀会不会看到他都不一定哦。所以就是投手丘上面这一位，对，很厉害的捕手啦，蔡宏景教练。学生到大学时期，整个资历是相当完整的。是。好，这一棒打成了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在左外手的面前落地。哦，这个传球也很有水准，主要是传的背力不错以外哦，我另外看到是接球方。这种低的球，在现在你刚学习的这个年龄层，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好接，但是他接的刚很稳定。
蔡宏景教练他应该是24岁，而且他应该是捕手嘛。对，对，他的3级棒球甚至到大学都是在新北市。好，这帮3垒方向滚地球，3垒手哦，这个想法蛮好的，但是差了应该一点点哈。但他还有瞄到说，其实跑者已经从他的身体旁边跑过去哦，有想要用触杀的方式。哇！而且我刚发现这个蔡宏景教练，他2012年还有参加过中华职棒的全垒打大赛前的一个小朋友的全垒打比赛。是，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特殊记录。那时候他应该是高中生吧？12年那个时候应该是可能国小阶段。哦哟，因为他参加了一个中华职棒全垒打大赛。2012的话，他是小朋友，对，他那时候代表的中港国小好小子全垒打大赛。好，这个球最后应该是旋出了界外。对，他现在带小朋友应该很有感。就是想当年，就他也是这样长大的，他就是这样子，对。而且刚刚其实也就跟选手讲啊，其实球打出去应该要先跑。对。好，打进到场内，而且应该有机会要上垒哦。不错，但一垒跑者因为第一时间没有冲，对，一垒跑者可能刚刚没有注意到，对，或是可能有点分心了。对，因为场上的速度其实进行的蛮快的。因为你说是飞球的话没有跑哦，这大家可以理解。前面的场次有看到，因为刚刚很明显打出去就是滚地球。因为场上其实几乎每一棒都大概1球2球就出棒，球就出去了。你如果稍微自己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说选手分，他可能在整理自己的服装或干嘛的时候，总之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啦。对，因为比赛当然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也先从学习棒球，先了解棒球比赛是怎么进行的。你能够进化到后面很厉害的运动员哦，那都不简单，因为他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么短的时间，你甚至策略决策都要直接制定出来。好，所以5颗球很可惜没有办法把球给打进场内，但是也慢慢的进步哈，先想办法把那个挥棒的感觉给找到。轮到的是第8棒。这是女同学了，陈心妍。她前一次是安打哦。对，陈心妍前一次是有安打上垒的。哇，打到球了，3垒方向，3垒手碰了一下，没有办法直接接杀。好，那这个球漏掉了。继续跑。对，那陈心妍现在要准备来上2垒。好，但是陈心妍这边出局，那3垒跑者现在跑本垒，顺利的回到本垒回来分数。石成伟有回来。对。但他应该是24号的黄玉明因为我刚刚也看到他穿的球衣服名字，但是因为他的殴打跟他球衣穿的名字是不太一样，因为刚刚也没有时间第一时间跟教练确认到底他是哪一个名字，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是穿的是可能学长或者同学的衣服，有可能。好，打成了右半边滚地球，投手。好，接到之后传1垒，完成了这个半局。那2局下半，光芒是攻下了3分，所以2局打完，目前是魔法师队暂时领先。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啊。不过在2局的上半，当时魔法师队9位打者是跑回来了8分哦，所以算是一个大局了。好，3局的上半，所以魔法师队如果在3局上半再拿大局的话，应该就有机会。第1场比赛预赛就先拿下了开门红。是。这球打得蛮强劲的，3游之间滚地球，有力手没有办法接到，而且左外野手第一时间漏掉了。那现在急流跑垒员绕过1垒之后要来上2垒，而且过站不停要来跑3垒，而且有机会要来跑本垒哦，因为之中的回传球发生了一点瑕疵。哦，这一棒的脚程哦，很快哦。所以李仲渊跑回来了本垒，攻下了魔法师队的第13分。这个有正规球队的教练哦，假日如果没有比赛的话哦，就是会跑到各种这样的一个场地去找小朋友。像刚刚那跑一圈回来的这个第1棒打者哦，脚程就真的很不错。对。下一棒也是打成了3游之间，但这球也是处理球上面有一点点状况啊，所以汪亮和，他绕过1垒之后，其实在2垒前他是有点犹豫了，一开始他还有点刹车。对，我的感觉是魔法师今天可能他们观察对手的手背哦，他觉得他要用这样的一个跑法去压迫他们。所以有点是他不管他1垒有机会的话，他跑上去他就是直接绕往2垒去。你只要中间传球没有做好的话，就上得点圈了。因为你积极的跑垒，其实也可以迫使对方发生一点点压力。是。啊，打者是蔡宏佑。现在是2垒上面有跑者。哇，很可惜哦，第5球没有办法把球给打进到场内。下一棒轮到第4棒的曾开宇。先看1颗，应该也是对自己的打击算蛮有信心的。哇，这球把球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好球，内野上空，但直接被接杀。跑者还好来得及回去。对，还好跑者是有盯着球啊，没有闷着头往前跑。好，下一棒轮到第5棒的单以曼。单以曼打得非常的强劲哦，3垒方向的强劲滚地球。那2垒跑者现在绕过3垒之后，回到本垒应该没问题。单以曼现在上2垒，他这个运动能力也很好哦。整个挥棒手眼协调，然后力量各方面。刚刚我主要是他应该是投手区域的防守，也是有几颗球，我觉得反应都很到位。这如果还是中年级的话哦，现在其实也有女棒，然后也不一定就是说国中是女垒哦，那个女棒，然后少棒是可以混合的，然后到国中的时候，你有兴趣只打棒球的话也是可以。好，单以曼现在绕过3垒之后要来跑本垒，来看这个攻防。这滑垒漂亮，非常漂亮哇！所以单以曼真的看得出来他的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天分了，这就叫天分了哈。这还是打棒球的。我以前在国中曾经代课的时候看过那个女生打篮球，哇，左撇子运球，没有男生守得住，换手、胯下这种各种，这个如果没有滚出去要重打，这个是界外球。对，吗？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界外哈。有回来重打吗？好像没有。来，等一下我们再跟技术组做确认。对，因为我有很明显看到那个投手球前方跟本垒就是有画一个圆弧啊。在那个距离内，好像就是你打的球，它的一个滚动最后的落点。对。
好，打成了一个滚地球，哇！但这个球碰了一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起来。好，示意要传本垒哦，哇！但是传到了死球区去，所以跑者就可以回来本垒攻下分数了，引支堂回来。好，比分现在是15比6。嗯哼。 打者现在是背号7号的花凡轩。哦，可惜手套有碰到了。而且现在跑者应该准备要来跑本垒了。花凡轩现在上2垒。好，8棒的花凡轩上到了2垒去。轮到9棒打者。 75号的谢家瑞，抓第一个球，中线的滚地球，投手碰了一下之后，好，很正确，哇，传本垒，但是捕手落了一下，回来，现在要来龟兔赛跑滑垒滑下去，哦，这个滑垒漂亮，非常的漂亮哦。好，这个半局是攻下了6分，所以比分现在形成了18比6了。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好，欢迎您再回到比赛现场。那刚刚主审其实有更正了一下，第2局的单局魔法师的攻是应该是攻下了7分哦，因为原来是8分，所以现在有修正哦。有跟技术组确认，对，有确认做了 double check。好，这球打进到场内，游击方向滚地球，有一手拦截下来之后传一垒，哇，非常的漂亮，一气呵成的传球。 那魔法师第2局攻7分，第3局攻下6分，所以比分上面现在是17比6。打者感觉是蛮有想法的哦。高飞球跳起来，没有办法直接接杀。 所以陈思亮上1垒。好，现在是43分了，11点43分。好，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因为两队现在已经是11分的差距，分差其实是有点大了。 教练换了一个手套，那有可能应该3下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这棒打得蛮高的，但是第一时间漏掉了，再传3垒。好，安全，好，安全上垒。所以垒包上面全满了，满垒了。打者是第5棒的林敏义。林敏义没有跑，
对，这个要先跑哦。对，好，那他没有跑，一垒当然是出对，局。一垒已经出局对了，但垒包上面2个跑者回来。林敏义他可能他会不会他觉得他知道有自打球这个规定，他还觉得是他以为是界外，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应该就是后来也滚出这个7米的这个界外的范围线。嗯嗯，因为他打完之后是完全没有动，完全没有动。对对对。但应该都知道说打出去之后要往一垒跑，是。所以不知道他可能当下的想法是什么。但当然，因为这都从比赛当中去慢慢的学习了。哦，今天这场比赛到中后段哦，你可以看到2队的小朋友滑垒的动作，其实有好几位都做得还蛮不错的啦。对，最后这个滑下去其实也做得蛮漂亮的，所以吴德优回来。好，处理球必须要快哦，因为垒包上面的跑者要继续跑。好，停在2垒上面。好，应该是他的家长其实在场边呢，他的妈妈。哦，打得蛮好的，界外张佑凯，但强劲呐，强劲在线边。回来再打，搞不好会更好，变2垒安打。因为在他的左后方哦，我们镜头外面应该就是他的父母亲。是。小朋友应该是真的年纪很小的。嗯。他这个可能1、2年级而已哦。对。哦呦，张佑凯左半边，哎呀，运气差了一点。那而且被对方有力手接杀，再送2垒。重点是2垒的跑者冲出来了，跑得很开心，就直接跑回休息室。嗯。好，刚刚是遭到了接杀哦，但其实这个球也打得蛮不错的。张佑凯他是小学1年级了。刚刚的前一位打者，好，陈心妍上垒，今天的安打率蛮高的哦。对，光芒的6、7、8、9后面这几棒哦，感觉都年纪很小，超级小兵，很可爱。对，而且这一棒沈佑德，我对他的袜子其实印象蛮深刻的。他到底是光芒还是红袜？红袜，因为他的袜子拉到了膝盖，蛮特别的，蛮可爱的。好，沈佑德最后一棒，好，差一点点哦。感觉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是。因为球会倒旋，感觉应该都打到球的下缘。差一点点。好，所以在这个半局3局的下半，光芒社区是攻下了6分，比数目前是17比9。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这是第4届的赛事了。本届我们转播的场次是 U9的年纪，比赛进入到的是4局的上半。
以时间来讲，应该会打到第4局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以现在比分来讲，17-9，8分差距。好，中间方向的飞球啊，落地现在形成了一支安打。哇，急流跑垒员要来跑2垒，中间的转传球有一点点状况，所以让对方多进了一个垒包。魔法师除了第1局没有攻到5分以上，不过他们2、3两局分别都攻下了7分跟6分。打成那个滚地球，投手自己要来处理。哇，先看了一下3垒哦，再传1垒这边来不及了。多看了那一下，那魔法师的跑者基本上前面我们就讲了，今天都是全力的、全速的在跑垒，所以1垒这边就会也来不及了。所以这个速度其实也同时压迫了对手。好，拉回来形成一个2垒方向的滚地球，哇！但这个球最后滚过去了，穿越形成了一支安打。那现在垒包上面的跑者要继续的往前冲，哇！而且继续的冲。好，前卫跑者回来。哇，这捕手及同学要小心哦，因为他刚在本垒前面他是差点跟跑者要形成冲撞。是。因为他应该要让开哈。好，这球哇弹到了外野手的后方去了。那垒包上面的跑者应该有得跑了。好，跑者回来，急流跑垒员上2垒。好，这次传进内野，整个转传就是稳定的，所以跑者就可以有办法 hold 在2垒上面。好，抓第1个球就选择出棒，3垒方向，3垒手传1垒之后，捡起来有有接到手套里面哦。虽然第一时间漏了，但还是有成功的在时间内捡起来。那2垒的跑者他在3垒手处理球的时候的观察，我觉得也做得很好。就是没有马上被你逼回去，他抓你传1垒的第一时间哦，对，来做起跑 ，timing 抓得很好。好，尹之堂这球是也敲出了一支穿越安打，所以跑者再回来，99号的曾开宇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魔法师这场比赛已经攻了超过20分了。轮到的是蔡炳瑞。这球打得蛮不错的哦。蔡炳瑞打得蛮强劲的，好，先看了一下前卫跑者，但是也来不及传了。投手这一局有发生2次哦，我觉得接下来他可以学习，教练可以教他，就是那个接到这种滚，因为他2次都有这种想要传3垒的想法，但他可能觉得自己转身的方向哦，好像传球不那么顺，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进入到学习，尝试着转另外一边，你觉得其实会顺的那一边，也就是逆时针方向。你转顺时针的话哦，整个身体的动量上下半身是会觉得很卡的，相反的，因为他是右撇子的球员。如果他是左手的话，就不一样了。哎，裁判打到了主审了，擦棒球这个球打到裁判，还好这个是软式的球。所以刚世任哥讲的这些哦，同学们其实回去之后就可以再看影像了，透过网络上面的影像来看看他们这场比赛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修正的地方。你像刚刚这球就刚好相反，因为游击手是左撇子的球员，所以他是这个右手戴手套。但是你看啊，他这边右手戴手套接球是好接，3游间好接，问题是他回来要去踩2垒垒包，跟1往2的跑者赛跑的时候，就又变成相反边。好，轮到的是第9棒的谢家瑞，1、2垒上面目前有跑者。好，这个球最后传1垒，但1垒这边漏掉。那现在3垒跑者要来跑本垒，哇，第一时间有点漏掉，哇，传本垒这边又漏掉，而且进到了死球区去，丢进休息室。对，所以2个跑者回来了，攻下了7分，也结束了4局上半的攻势。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
会长杯棒球锦标赛。刚刚我有问时政哥说，这个场上同学因为现在日正当中会不会中暑？就时政哥你跟我说，小朋友没心脏。现在应该就是他们这个对你体力最充沛的你现在时候。放他们在外面玩了，就是说就不用讲回家时间了，他就是不回家。对，他会一直玩到你。小时候我这个年纪，我爸叫我回家，有讲时间，我也是没有回家。然后结果时间超过，回去就是挨揍了。挨揍了。好，我们在篮球场或骑这个脚踏车哦，就是一直骑，然后一直打，没有在管多热的。所以就是体力非常好。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是家长也会跟着啦，就是注意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哦。这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对。要你可能带一些点心或球队场跟场之间休息可以补充热量的话，就是补充食物啊这些该有的还是要做。对。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换局空档这个捕手因为撑着膝盖，感觉他应该是也觉得蛮累的，主要应该是也蛮热的。对。好，游击上空的飞球直接遭到了接杀，热而已。然后他们大概就是这个动作完了，等到真的又开始的时候，有球过来要处理或干嘛的时候，精神就又来了。好，抓第一个球，游击方向，反手拦得漂亮，先传二垒封杀。好，一垒这边来不及。好，那现在要赶快传，因为急救跑垒员要跑二垒了。对，就是这一点点的漏掉，就让跑者再进了一个垒包了。对。当然，以现在的比分来看，已经是不会影响战局了。对。但这些细节也都是可以再修正的。好，一垒上空的飞球，哇，掉下来。这个，但是。因为球是掉下来，对，因为那个也不像是第二动作啊。对啊，因为球掉下来的话，那应该二垒跑者应该是可以继续跑。对，也不因为不是一二垒有人的状态哦。对，而且这个比赛应该是没有 infield fly。对，刚刚也不是 infield fly。对啊，刚刚也不是 infield fly。就即使是符合一出局、无人出局、一二垒有人或满垒哦，这比赛一开赛早上大会就跟我们讲了，没有 infield fly 这一个规则。没有出局啊。但是现在垒包上面的跑者，对，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刚认为是第二动作。OK，所以有可能应该是雷神觉得应该是第二动作，应该是球应该有先接到。这应该是裁判的想法。这球是挥空，好，24-9。好，蛮可惜的，在这个打席5颗球没有办法把球给打进到场内。这球打得蛮不错的哦，沿着一垒边线。好，最后是在界内接起来，所以自裁一垒。所以6棒的黄玉明出局。好，轮到的是张佑凯。好，第3球了。
哦，这一次很不错，界外有碰到球了。嗯哼这应该是他今天这个比较少数碰到几次球啊，但其实慢慢的进步了，越来越有机会了。对于球的感觉越来越好。哇，差一点点。第五球没关系，刚刚那个界外球，我觉得自己可以记一下打击的感觉啦。哦，就把那个刚打到球的好的感觉给记下来。星眼打击的手感也是很好。对啊，他很长是可以，他其实都是有算咬中整颗球。第9棒最后一棒。他几乎是每一个打席都有机会可以碰到球的。他这个以后力量再大一点哦，年纪再大一点，力量再大一点，以他击球准确率，安打会蛮多的，我觉得。毕竟现在年纪真的很小了，是刚学习棒球的阶段。好，轮到的是第9棒的沈佑德。那4局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了。好，2颗球了，也有3颗球的机会。喂，都是看着这个球进来哈，还有2颗球哦。好，第4颗了，加油，还有1颗球的机会。他感觉好像想挑可能比较高的，现在把棒子握短一点，有没有机会碰到球？哇，有碰到了，但落点，但是选出了界外。下次再来。对，但是其实也看得出来，他每一个打席都有在进步。好，最后这场比赛就是魔法师队打完了4局之后，24比9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恭喜他们在预赛的 B1组的第1场比赛就率先拿下了开门红，再度的恭喜魔法师队。所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
油！先多跑，这越快越快的打进去处理好。太热了。
美女，谁先攻？帮忙先攻。等一下啊！可以吗？好，欢迎所有热爱棒球运动的球迷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天10月4号星期六，我们要接下来看到的是预赛 B 组的第2场赛事了。魔法师要来跟新北光芒在前面进行完了第1场比赛之后，第2场比赛要来持续的交手。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是由我周伟玲以及我身旁的另外一位主播李爱纯一起来看今天的这场比赛。爱纯午安。伟玲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4场的比赛，也欢迎您持续透过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本届的赛事。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持续会在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要来进行哦。今天的天候状况非常的理想，而且上午的比赛打完之后，其实比赛的结果也都呈现一个非常好的内容哦。也相信下午的比赛，在大家中午休息了一点点时间之后，相信也会打出更好的一个结果。好，那因为两队在这个组别哦，就是只有2支球队嘛，所以稍后他们要紧接着要来进行下一场比赛，就是主客场交换了。是。那刚才也有稍微就是看了一下这个上一场比赛，哇，真的是非常佩服小球员们哦，就是才休息了没有多少的时间，马上就要进行 back to back 的比赛。那上午的比赛也是很感谢施正哥为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讲解。那我们知道施正哥就是也是非常专业的球评啊，那自己的孩子也在打球，所以对这讲解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深入浅出啊，学到很多东西。那这场的比赛，下午比赛呢就由我来陪大家一起看球。是。好，这场比赛要准备开始了。好，光芒社区在这场比赛则是先攻球队。好，我们今天有8场比赛，后面的4场就由爱纯以及我伟玲一起来看我们后面的赛事。好，那当然前面一场比赛魔法师队最后是以24-9，因为他们的前4局中间方向的飞球，中外手其实有机会接但这个球漏到了他的身体后面去。现在看到跑者也非常积极要闯3垒吗？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中间来做触杀 save。应该是没有削到所以没有触杀到。那急流跑垒员这样一留言就上3垒了。对，虽然说呢，现在
套中岛，这个日头非常的炎热，但是小选手们站上场上就是全力以赴，这个精神真的很让人佩服。而且在这个年纪的选手，其实就先让他们学习着打棒球，没错，细节上面其实都还有需要这个应该说慢慢的学习的空间哦。对，这球打得很扎实哦，没错，中间方向，对，游击方向滚地球传一垒，这边是来得及。好，不过这个滚地球也可以护送垒包上面3垒的跑者回来了，是，所以林子琪回到了本垒攻下分数，得分效率相当高哦。好，光芒在这场比赛的第1棒是林子琪，2棒沈佑德，3棒陈景伦，4棒是吴德优，5棒林敏义，6棒肖玉明，7棒张佑凯，8棒陈新妍，9棒是陈思亮。然后规则的话就是没有好球数，没有好坏球跟没有出局数。对。所以每一个打席就是5颗球机会，然后你必须要想办法在5颗球的机会之内把球给打进场内。然后每一个半局都是打9位的打者。这一球也是相当的强劲哦，到了左半边外野落地，形成一支安打。而且这个球一路滚到了左外手的后方去了。因为这个比赛就是要考验着选手们他怎么样在垒间抓到出局数，或者是考验他们的守备功夫。刚刚艾纯有讲现在是套中岛，没错，12点半。哇塞！现在大家都是吹冷气的时间了，对，怎么还有人在这边晒太阳呢？就是这些热血的孩子们、热血的家长，还有教练以及辛苦的工作人员们。而且是从早上8点钟哦，真的。因为你8点钟，我们也不会8点才到啊，你其实都是大概提早蛮久就要先到现场。对，像教练选手们也是哦，如果是打这种早一点的比赛，他们也不可能比赛开打的瞬间才到。好，这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好，传3垒应该有机会哦。但是球应该是不是掉了出来哈？对，因为他们因为这个比赛嘛，为了安全考量是打这个软球。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软球比较弹一点点。那在小选手们，他们可能才接触棒球啊，对于球感还不是这么熟悉。那加上使用软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说球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好的状况。好，2颗球。所以主审刚比了一个2哦，就告知现在场上现在已经进行完了这个打席的第2球。好，第3球打进到场内，投手下球之后传本垒，做触杀，但是来不及。所以感觉应该是脚快了一步哦。对，这个反应也很快哦。所以光芒社区在这个半局攻下2分。来看一下刚刚这颗球，其实时间来讲应该是有机会的，但因为要拉回来做触杀。好，打成内野上空，投手的守备机会，直接接起来，没错。好，一垒这边是出局，也蛮有趣的。我看到场边的教练一直在指导小选手们观念，因为刚才的球被接杀掉了嘛，所以应该跑者要先回去踩垒哈。对。所以跑者应该要回去2垒。一局的前半，因为光芒社区在前面一场比赛是落败的，是，所以这场比赛就一定要想办法拿下来，而且比分上面可能就要加油了。对，因为就是之后会取晋级嘛，那当然就是先比积分。那如果积分相同的时候，那接下来就会以对战，因为这边是2组嘛，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变得要比那个 TQB 的时候，就是看球员应该说球队的得分了，然后再来比最后的得失分比较。好，张佑凯，哇，这个球打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前面的一场比赛，其实张佑凯都这个碰到球的机会比较低一点。现在是女选手上来了，背号00号的陈心妍。前一场比赛其实她都可以多次把球给打进到场内。
毕竟自己是女生嘛，所以看到有女子选手上场也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在担任捕手的也是女子选手。对，就让艾纯想到你的小时候。哇，我觉得他们现在更幸福，因为我们小时候甚至没有女生可以打棒球这样子的观念。对，就是我可能到了小学6年级吧，然后是附近有学校老师揪，然后才有机会打球。哇，这一球也是从中间方向攻击。哇，而且打出去的球相当的强劲哦。对，然后所以守备员一个犹豫之后就没有守备机会了。对，所以护送了垒包上面的跑者回来。陈心妍再度的上一垒。是。因为我们这届的赛事是 U9嘛，所以 U9就从中班，然后一路到小学3年级、4年级都可以参赛。是。因为艾纯刚讲，你当初参与棒球的时候是小学6年级。哦，对，可能那个时候也只有玩票，没有办法出来比赛。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女子选手就顶多场下玩一玩而已。好，我们待会再来请艾纯来分享。结束了这个半局，光芒队是攻下了3分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9棒是曾开宇，这是魔法师队在这场比赛的阵容，所以选手就是这个棒次上面做了一点改变。在前面一个半局，光芒队是攻下了3分，打了1轮。对。就是规则，就是每一个半局都是打9位打者，对，然后每一个打席打5颗球，然后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50分钟之后不开心的半局，所以就看50分钟内这个局数打到哪一局，然后看两边的比分谁比较多。其实也要跟时间赛跑，不过限制时间确实有必要性。因为我们从比赛的状况当中也知道，选手们其实都是刚接触棒球的，像这种漏接啊或者传不到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好，这个球是 safe， 所以最后比速度结果跑垒员还是快了一步。那因为有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抓到应该说不让对方上垒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确实，对，也就考验他们的守备功夫。其实以自己以前打球，如果在程度还没有这么高的经验的话，你基本上把球打出去，然后全力跑，基本上就是可以上垒。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选手们都会运用自己的优势嘛，那包括脚程的优势啊，或者是你就是击球不一定要很强劲，但是至少把球打出去就是一个机会。好，这球是有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所以球是先快了一步。好，打者轮到第3棒的谢家瑞。那现在其实这个我们也很常看到，包含了社区棒球啦，还有我们这届的赛事这个参与的年纪都越来越小。没错。因为艾纯刚讲你是小学6年级嘛，你觉得现在这样应该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嘛，就让大家参与的年龄越来越小。对，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运动它要强壮强大，那你参与的人数基数一定要多嘛，那你参与的基数人多，那这个运动才会被重视。然后呢，各种行业甚至各种身份角色的人都能够投入的话，那让这个运动能够
更多的想象。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人多的话，其实你去选材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那包括我觉得棒球也是这样子。那从以前可能很狭隘的科班训练，到现在呢，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社区棒球的形式。那甚至女生的棒球也有独立出来的组别，那也有这样子混合一起同乐的组别。那我觉得都会是对于棒球这项运动越来越兴盛的关键。对，好，谢家瑞上2垒，所以就像艾纯说的，现在就不会那么的狭隘，就只是说哦，棒球就一定要你从小就是科班了，就是让大家先以兴趣为主。对，因为你如果很狭隘的限制了，那你只有2种身份，就是选手跟球迷，你没有中间的。其实这对于整个来说，棒球不管是棒球什么运动，其实都会让它很受限。对，就发展的就有点太单一了。回来2分。对，好，2分回来。所以落后3分的魔法师队就追回2分了，剩下1分落后。的打击。单以曼。刚才也看到他在上午的比赛展现出很精彩的内容。对，尤其是他的打击球棒控制能力其实蛮好的。没错。哦，刚刚是哇哈哈。哇，我刚注意到的是不是有几手他把球交给他旁边的3垒手来丢，他不是第一时间传本垒。这动作蛮有趣的。好，看一下因为他把球捡起来之后，他把球给他的队友，叫他传，觉得球很烫。对。因为队友应该是叫他传的，但是他把球交给对方。有时候人一慌张的时候，就不知道线下该怎么办。对。左外野方向飞球没有办法接到。哇，那现在单以曼球，绕过3垒之后要跑回本垒攻下分数了。从单以曼的这个例子就像刚刚艾纯有讲到，现在的女生其实也可以不只参与垒球，棒球的参与也非常多了。是，而且女子棒球蛮有趣的就是从上往下，应该说从成人发展回基层的。对，一般的运动通常都是从小嘛，从可能学童时期往上发展，但是女子棒球却是反过来的。对，好，这球一垒手其实冲出来接，差点被他给直接接杀。又是1分入袋。对。所以比分已经形成了5比3。是，那刚才我们看到一开始光芒来势汹汹，那这边魔法师也展现了他们的魔法。魔法师他们这个应该已经是出第2队了。他们在早上其实有另外一支球队叫做 WHB。2队是比较像姐妹队这样子的形式啦，应该。对，他们就是同一个体系出2队了。然后到了国中去是不是就合在一起 WHB 魔法师？之前的 TLLB Cup 的赛事他们 WHB 魔法师就代表台湾是出国比赛了，也是让好要跑本垒，但是要做触杀来不及了，对，所以再回来1分。好，要轮到的是第9棒了，曾开宇。第一局目前为止，他们攻下了6分，所以最多其实1个半局就是攻9分了，就看你有办法让几个人没办法上垒。好，但最后1棒就是要选择传本垒了。因为这是没有出局数了，所以等于你传本垒就是完成了那个半局对方的最后进攻了。好，在1局的后半，魔法师是攻下了6分的，现在6比3，反倒取得了领先。
好，欢迎回来。那第一局比赛打完，目前是6比3，魔法师是3分的领先。好，那魔法师队的先发中外野手背号7号，他的名字应该叫做花范轩，因为他姓一个很特别的花，中间那个字刚刚应该是念范范文的范，花范轩。好，比赛要进入到12局的上半。哦，这个球打得蛮扎实，中间方向，哇，打得很扎实，而且守备员没有办法接到，所以急流跑垒员现在绕过一垒之后，要持续的往前冲。好，最后这个回传球是 safe， 林子琪上到了2垒。开路前锋在上一次，也就是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打出了安打。哇，真的非常的可爱，感觉这个棒子都要比他高了。对，第2棒。因为沈佑德在前面一场比赛他是打第9棒的。哦，更正，他应该叫池佑德，因为殴打上面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对，笔记有一点点。更正。哇，抱歉，我跟他爸爸妈妈说抱歉，我已经念错他的姓一整场了。讲到姓池的，因为毕竟姓池的还是比较特殊的姓氏啊。那目前我们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池恩琪，富邦悍将的选手。那根据我们收到的名字啦，手册上面是池佑德。是。对。好像才大班而已。对。哇！因为我对他的袜子还蛮有印象的。对对，红色的。他是打第9棒。红袜。穿着光芒的衣服，穿着红袜。穿着红袜。好，这球打成了一个高飞球，左外野方向，哇，接得很不错，直接进手套。好，3垒跑者要来跑。哦。这球其实是有机会传本垒的，但球传到了后面去。轮到的是第4棒余德优，也是非常的积极出棒，游击方向有机会处理起来哦，这次处理得很漂亮。好，目前比数是4比6。对，刚刚这个池佑德他是只有大班哦。对，难怪真的比别人小1号。所以，哇，原来这样子的比赛也拓及到大班的年龄就可以来打了。对，虽然说是 U9 哈，对对对，但 U 是这个上限 ，under 9岁以前都可以来打。中班应该是5、6岁。5、6岁。对对对，5、6岁的年纪。对棒球有兴趣，从小扎根。对。好，滚地球，反手拦截下来之后传一垒，哇，已经都要劈下去了，但这球没有办法接起来。好，急流跑垒员绕过守备员之后，持续的往前冲，绕过2垒之后，现在冲3垒，哇，而且过站不停之后，哦，应该回去了，停在3垒。那这个比赛其实也很常听到场边的教练或者场上的教练直接讲出来，直接讲出来选手做什么，没错哦，直接要传本垒，不过球传低了，所以捕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到，然后跑者好像回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我本来以为他没有要回本垒了，差点要跑离线内了。对对对，最后就是没有踩本垒板就想回去，对，差点要变基红了吗？然后基红，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在这里讲你。对，对，因为当年也是徐基宏漏踩本垒，对，直接少一支全垒打。对。但等于说，其实这个比赛你就是让选手从比赛中去学习，对，不同的错误当中去学习。没错，没错。因为人家都说棒球比赛真的很难，
难在哪里？难在他的技术，要用你看这么细的一个棒子去对准那个球，然后还有很多规则要记，很复杂的。有时候甚至状况发生了，连专业的职棒裁判也都还要想一下、开会一下，才能觉得哪一个规则要怎么使用。所以真的是一项门槛比较高一点点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它也很有趣，因为它的复杂度非常高。可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就很有趣哦，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好，轮到的是第8棒的陈心妍。所以棒球因为是一个失败率很高的运动，就希望让选手们，教练的反应蛮迅速的，躲避球来的，他直接把脚抬起来哦，躲过了那颗球。因为场上真的有教练。在前面的比赛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们曾经有之前在其他比赛被自己球队的选手打的反弹球给打到了，是攻击自己教练来的。对，小朋友现在应该不太会有什么恶意了。对，可能国中就会。积怨已久的。对，有些但国中应该就不太会打这种，就是让教练抛球了。好，2颗球，仔细选球。对。因为我偷偷讲，这个施正哥说，如果是他就会往教练那边打。施正哥怎么可以尬派给他打谁嘞？哇，这个球一路要滚到左外野去了。那垒包上面现在前卫跑者要跑3垒，好，回传本垒是正确的，但这个球要传到我跟艾纯的面前了。本垒这边应该是有回来，没有问题。对，陈心妍。好，所以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3分的分数哦。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比赛要进入到的是2局的后半。这个半局的首名打者哦，蛮特别的，因为苏红佑他的头盔应该，魔法师这边蔡红佑，蔡红佑，好，红佑，蔡红佑，因为我看他头盔上面是不是有个西武师的贴纸啊？哦，但是不是公用头盔？他们可能不知道谁提供的，嘿。可爱，对，痴迷。好，接下来第2位上场打击的是汪亮和。汪亮和，红色头盔，现在开始注意大家的头盔。因为选手们头盔应该都是共用的，因为现在应该发育阶段应该都没办法做这种量身定制的。好，打成滚地球，哇，第一时间碰了一下，那就没有时间再传了。守备员也做了蛮好的动作，就因为有感觉到跑垒员好像有想要绕过1垒之后，看对方的守备状况要进2垒，所以守备员就把对方跑者给逼回去。好，谢家瑞打击的时候，场边现在队友喊的是郭彦文的应援曲。好，3垒。好，3垒方向滚地球，哇，3垒手这个背力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哇，传向1垒刺杀，再回传3垒，这边要做触杀。哇，反应哇，有抓到，反应非常的好。对，哇，这一次展现了非常精彩的守备功夫。好，新北光芒的3垒手是陈思亮。刚才的第9棒吧，我没有记错。对，57号。
原来是埋伏在第9棒。嗯。而且刚刚就直接让垒包上面2个跑者都不见。嗯，这棒打得蛮高的哦，打到了中右之间了。那外野手处理这个球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击球跑垒员绕过2垒之后要跑3垒，而且应该目标会放在本垒吗？好，回传球，在3垒停了下来。停了下来。嗯。从今天比赛来看哦，你只要把球打到外野去哦，都有机会会形成2个垒包以上的长打。好，现在又看到第5棒单以曼的挥棒非常的豪迈哎。对，哇，左半边哇，这球直打得接穿越非常非常的远哦。嗯，掐爆逼的安打。对，而且单以曼现在准备上2垒。嗯哼。好，看对方的传球有点状况，要来跑3垒，3垒才好。哇，而且他的脚是有持续粘在垒包上面。对，观念很好。嗯，不会说，我觉得有机会硬冲或怎么样，但他也知道自己什么身份该做什么事情，就直接停在3垒。嗯，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是很期待他之后，这一球直接捞到了中外野。也是让他落地形成了安打。那当然，3垒上的单以曼回来得分。那击球跑垒员上到了得点圈了，这是尹之堂。还好下午我是跟艾纯跟你搭档，因为你已经有帮我提醒2次，把对方名字讲错了。对，刚好刚好。好，这个滚地球，守备员好像第一时间不太知道场上要怎么处理哦，所以他好像有点愣住了，应该是投手了。因为2垒手是把球抛给了投手。对。现在进站到了2、3垒，看一下刚刚这颗球。接到以后，又抛给了投手。然后这个左外野落地，又形成了一支安打。这时候呢，2名跑者要回来得分，球在回传，来不及了。所以击球跑垒员就停在得点圈上面。是。好，魔法师在这个半局持续的一轮猛攻，没错。单局目前也攻了4分的分数。好，这一棒把球打成的是非常深远的位置哦。外野方向哦，那3名外野手都过来，3名手都来接球，看谁处理。对，而且曾开宇他在前面的比赛他是打中心棒次哦，这场比赛他是埋伏在第9棒。是。所以把垒包上面跑者送回来之外，自己也回来了，哇！所以跟第1局一样哦，魔法师又再度攻下了一个6分大局，2局打完12比6， 6分领先。99下，好，欢迎回来。魔法师在前面一个半局，曾开宇哦，最后一棒打者，因为前面一场比赛他是打中心棒次哦，这场比赛是埋伏在第9棒。那这个比赛蛮特别的哦，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第9棒也会埋伏的强打者，因为通常第9棒上来的时候，可能垒包上面都是有多名的跑者。所以有长打能力的第9棒哦，有可能就是会把垒包上面的跑者都清回来，甚至自己都回来。赛制的关系。好，12比6，内野上空高飞球，接得很好，单手接得非常的漂亮，直接把这个飞球给接杀。3局的上半，
这次虽然说是 U9的比赛，不过也开放每一队可以报名3位升4年级的选手。那但是呢，最多只能有2人同时在场上进攻跟防守的时候都是。是。所以在先发名单上面，应该旁边备注会有一个星星。对，他是那个4年级的同学。好，打者是池佑德。有看到了他非常可爱的身影。对。其实有时候会好奇，他们这样的球具会不会很难买？应该蛮难买的。对。而且看他那个握棒子，都握在那个快要到那个它上面那个部分，击球部分哦，都握越短，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可能没什么力量，因为还在成长阶段。哎呀，直接被接杀。但是有进步了。今天的比赛其实都有碰到球哦，池佑德。不过相对来说也看到魔法师队蛮扎实的守备功力。三垒方向是一个 foul ball 界外。对，虽然说像这个 foul ball， 可是呢，像三垒手的反应就非常的好啊，然后包括他的开始启动的时机，然后还有他的手套使用的方式，就看得出来，魔法师这边蛮多都是应该是球龄比较长一些的孩子。哦，又是内野。对，陈景伦内野上空的飞球遭到了接杀。所以目前都是打不出内野，然后都在内野上空。可能不晓得说现在那个卫球教练有没有在想一下，我要握在什么地方让选手们可以好攻击。对，因为其实也有跟社区棒球就这样旧式棒的教练啦聊过。他们说其实教练的卫球也是要练的。对。就像你全垒打大赛，卫球投手也是一样的重要。对，然后而且要去抓每一个选手的习性，可能这个人比较会打内角，比较会打外角啊，这个人爱打红中，这个人其实喜欢比如说5号位、6号位这样子。那教练们呢，其实还是除了不只是卫球，还要去让他们更有信心的打击，这才是他们的重点。对。教练在投手丘上也会，比方说像现在教练就跟打者讲你的站位，对，可能往外面再站一点。没错没错。那可能会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就是卫球有很难吗？其实学问很大。对，你上来打就知道。真的，就像是卫球，可能一个差错也有可能会挥空。因为毕竟你要打这么小的一颗球然后选手又年纪这么小，对，有一些甚至你看到那个球棒几乎都快比选手的身高还要长了。好，那第5颗没有办法打进场内，比较可惜一点，所以就是出局了。哇，这边感觉球棒又更小只了，很可爱。在打成了界外，黄玉明。黄玉明他应该是小学2年级。好，直接内野这边。好，所以1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光芒社区前2局是都有攻下分数，第1局3分，第2局也是3分。不过第3局现在因为垒包上面出局的情况比较多，目前还没有看到攻下分数。好，又打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高飞球，哇！但是球掉下来，三垒手没有直接接杀。所以张佑凯是进步蛮多的，今天都有碰到球。好，陈心妍。第一个球就打到了。好，滚地球在2垒方向，但是什么1垒跑者要回1垒去？好，其实这就是他们在学习比赛，要知道说场上现在几垒有人，然后球打出去你要往哪里跑。场上很多声音，他把球棒捡走。对，这早上的比赛我们有看到，就是其实孩子们打完了，这球棒当然就是
会先留在原本的位置上，但是下一棒的人就要记得要把它就是捡回去。那当然，在这些其实如果你是打那种真的规矩很硬的科班哦，绝对是会被严格要求的。对。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来参赛的孩子们哦，都是这种1周可能打个1次球啦。那大家其实要顾及的面向非常的多，你要顾球技，要顾品德，要顾你的运动精神，然后还有这些球具的维护，其实很多细节我们就慢慢来。哇，脚没有踩到本垒，脚应该是漏掉了。哇，所以回来的刚刚这1分是算的。哇哦。好，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来，这次的比赛欢迎您透过台湾社区棒垒球发展协会的 Facebook， 另外还有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动词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看本届的赛事。好，这球打出去哦，哇，球滚得非常非常的远。那急流跑垒员绕过2垒之后，要准备上3垒，而且看起来应该要准备了冲本垒了。回传球来不来得及呢？来不及了。队友跟他说要击掌。所以直接跑回了本垒了，有为球队再添1分，比数形成了13-9。界外，因为球有倒旋哦，捕手想要第一时间在空中没有落地前就把它接起来。好，轮到的是2棒的池佑德。更正了，应该是魔法师在进攻了，所以应该是汪亮和。好，这一球打高了，看一下。游击手追过去，没有第一时间接起来，在内野上空掉下来。好，前面一个半局3局的上半蛮可惜的，当时守备方魔法师其实最后回传球都已经传到本垒了，但是因为守备员那个脚没有踩到本垒板。是。不过就是一个经验呐，对，所以因为没有踩到本垒板，所以后面回来的分数都照算，没错。好，谢家瑞这一球打击出去，在内野3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传1垒这边漏掉了。好，击炮员上2垒。我们这次比赛因为也都有网络转播嘛，所以选手们啦，然后教练们、家长们回去都可以再透过比赛的画面重播，然后来看看自己比赛中有没有一些可以修正的地方。非常积极的进攻的这一球在中外野方向，让这外野手也是一口气跑了很远的距离才把这一球给找到。那接下来打击的李仲渊应该上3垒了。李仲渊在就是棒的春季联盟，今年春季联赛。也有3支全垒打的实力。那在春季联赛，对打击率6.76%。那第1棒的蔡宏佑甚至是7.58%，也都是非常有打击实力的选手。好，这一球左外野掉了下来，那
塞雷这分回来没有问题。对，看一下打击的单以曼，现在要来到了得点圈。而且单以曼他也是高年级的同学。对，单以曼在春季联赛打击率也有超过50%的5.63%。单以曼跟曾开宇都是4年级。场上最多就是3位了。是。好，这球打出去，滚地球，看看有没有机会来处理呢？好，回传球这边中间有点瑕疵，但还好还是有接起来。比分现在是16比9，这个半局目前是攻下了5分。好，这球打得蛮强劲的。好，这个距离哇，中间要做卡斗那就来不及。好，单以曼回来。好，选手也都想法蛮好的都有知道说要赶紧把球棒给先拿出去。对，就其实1次2次熟悉以后就会了。好，这一球打得比较高一点点不过在内野手的3垒手这边上方落地。好，花范轩上1垒，9位跑者上3垒。好，那现在曾开宇应该是被换掉了，对，所以换成了郭玉轩。因为比分已经有点拉开了，现在就让郭玉轩来打。这球是滚成了界外。郭玉轩在春季联赛是5.94%打击率，所以也是击球率很高的选手。第2球挥空，第3球再打成了右半边的界外。是因为姓郭的关系，所以就是也是用郭彦文的对，用郭彦文的原曲。因为我前面听半天，我听不太出来同学喊什么。我后面听到后黑，我就终于知道了。我右半边，哇，第4颗球。学一下郭彦文乱打流。对，郭彦文生涯也98发全垒打了，是，可惜今年还没有全垒打。哦，1垒的界外飞球 ，nice play 哦。对 ，nice catch 直接进手套，遭到了接杀。所以在3局的后半是攻下了5分，现在比分形成了17比9。我们休息一下，稍待片刻，等等再回到比赛。对，就上来守备，应该是守1垒，没有，应该是守投手的位置了。对，他带着笑容，很雀跃的跑回到场上。哦，这球打得很扎实，朝着正中而去。
在中外手面前落地。好，光芒社区是落后8分，对，9比17。光芒社区在第一场比赛也是攻9分，前一场了攻9分，不过他们第一场比赛掉了24分，失分稍微多了一些。好哦。 好，一垒方向，一垒手先踩一垒，再传2垒，但这边2垒传爆了，传到了外野去。哇，跑者现在冲本垒，哇，很积极，哇，想法非常的好啊！一溜烟现在也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了。这球也 Q 得很远哦，陈景伦，2颗球，因为打席有5颗球的机会，打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飞球，哇，想要第一时间去抢，但没有接到，所以再上垒。陈景伦秋季联赛目前在进行的秋季联赛，曾经有出现11个打数，出现7支安打，所以也是打击率很高的选手哈。当然，我们虽然说啊，就是棒球比赛最困难就打击，但是呢，我们不能在小小的年纪就让这个选手失去了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越挫折了，然后放弃，所以这也是像我们这个层级的比赛是由教练来喂球哦。那一方面也是安全性，那一方面也是希望让选手呢能够从这个打击的过程中哦，能够得到一些乐趣和信心。因为毕竟手背跟打击比起来，打击应该先得到的成就感是比较多的。对，然后而且击球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先。在这个阶段把击球基本功学好。好，前卫跑者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了。好，击球判断员上2垒。好，比数是11比7，6分的差距。好，沿着3垒方向滚出了界外。好，第3球的机会。也要把握住这个半局的进攻机会了，因为有可能4上就是光芒社区这场比赛最后的进攻半局了。而且因为大会的时间应该也所剩不多了哈。好，第4球，好，打进到场内。2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接到之后传1垒，哎，球第一时间有点漏掉，还好还是有接起来。好，跑者上3垒。有，现在看到小选手都很注意哦，记得捡棒子了。对，这都知道，来到打击区第一件事情，先把队友的球棒给拿掉。场边的大会计时器其实已经响了。好，3垒方向内滚地球传本垒，好踩本垒，用触杀也来不及，哇，还是差一点点哦，蛮可惜的。因为单以曼，因为前面也有这样的状况哦，都是差一点点。是，但因为选手们，其实你在场上，然后有时候反应不及啊，然后有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有踩到，有时候打的就是觉得我有踩到，其实事实上是还差了一小步的距离，所以有时候就是在体感上面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是你不光是你的脚踩，眼睛可能余光要稍微瞄一下下，才可以比较能避免一些比如漏踩垒包这样的状况。好，这一球在左外野手面前掉了下来，左外野手去追球。
那看一下能不能把跑者停留在下来，三垒上的对，能不能阻止他们继续前进？好，那张佑凯上二垒，哇，这是今天最好的一个打席。对，哇，他很兴奋哦，上到二垒之后也比了一些动作。好，还有2棒的机会哦，对，陈心继续轮妍。到陈心妍。好，12-7，5分差。三垒上面有跑者。好，第2球还有3颗球的机会。同是女生，我要为女生来加油加油！对这一球打到了得很长，哎而且呀！不过马上被接到了，对，游击手过来接球。刚才有没有回去先踩垒呢？4局的上半。接下来就是第9棒，陈思亮啊。好，是第9棒了。对，第9棒。对，陈思亮的打击。好，所以场边的家长有跟二垒跑者说，打出去就要跑本垒了，跑了，继续跑，有，继续跑，对，回来记得踩垒，跑本垒，有，踩得很确实，对，确实踩到了张佑凯回来得分，陈思亮在这一次的击球建功，对，好， OK 所以在4局的上半是攻下了3分，是。好，所以应该比赛就这样结束了，因为4上打完之后，因为刚场边时间应该是已经到了，所以以现在的比数来看，17-12，因为后攻的魔法师领先，所以这场比赛就到这边结束了。是，也辛苦2队啊，因为2队是 back to back 作战，而且又在套中岛中午这个时候连续2战，真的很辛苦，为各位选手、教练还有辛苦的裁判老师们献上掌声。对，好，所以魔法师连续2场比赛都击败了对手，也恭喜他们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了。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哦，拜拜，拜拜。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转播，一起来欣赏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紧接着要来进行的是力量河马对上的是敦化国小的比赛。好，那待会这场比赛也准备要来展开了。那这是这个预赛的 C 组赛事了，所以 C 组的话一样就是3支的球队，然后每一支球队都各打2场比赛，所以就是取前2名来晋级。对，因为这次的参赛球队是8支球队啦，所以就变成然后分成3组，就变成有2组是3支球队。那像我们刚才结束 B 组就是2支球队连续 back to back 这样，比较辛苦一点。对。好，那待会这场比赛呢，力量河马队则是要先攻，然后另外一支球队有敦化国小则是先守。是。所以2队一样哦，因为这个时间也是大概下午1点半哦，日正当中。没错。而且现场因为蓝天没有白云啦，我刚才想说蓝天白云，其实几乎没什么云哦，所以以这个比赛的位置来讲，其实应该选手们都还蛮晒的。但是刚才真的很佩服孩子们，真的有源源不绝的活力，我们都比不上啊！真的，看到原本已经被换下去的孩子要上来，好开心哦！即使太阳这么大，但是能上场就觉得好棒，真的很单纯爱着棒球这项运动。所以棒球也真的是很适合让小朋友来参与的运动，主要让他们在这个体力很充沛的时候，就是用运动、用棒球来放电。对，那一方面呢，也是学习这种团队合作啊，然后这种运动家的精神也是非常的值得在他们这个年纪来好好去培养。而且棒球比赛中，因为它的规则是很复杂的，没错，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也蛮需要选手去思考场上的一些状况。以前可能有的人会比较，我讲不好听一点说，运动选手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没有这回事。你头脑不好，你没办法把球打好。对，好，来看到力量河马的打线，1棒是庄帅，2棒刘尚恩，3棒王佐，4棒叶凯翔，5棒吴品佑，6棒陈伯安，7棒黄侯彦，8棒是曾品佑，9棒是于佑恩。那力量河马是先攻。第一时间先看到了这个他们的开路先锋庄帅吗？背号1号的庄帅，对，名字很特别。然后有跟他们教练打听其实他们队上有这名字单名的，然后很特别的，很容易被人家记住的名字。他们的运动表现，他们在球场上表现也很好。对，那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庄帅。然后王佐也是。王佐，对，这第1棒跟第3棒，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好好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名字应该在同学现在这个很小的年纪在同才之间应该会很常被讨论到。是，那不只是同才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讨论了。对，确实。庄帅第一个球就很帅啊，左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而他是打球队的开路先锋。是，背号又是1号。对，背号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点。有时候可以看这，比如说选几号，2、3号可能喜欢恰恰，我们那年代啦，现在不知道。可能恰恰或者是 Jordan， 对，通常穿23或穿24的都不会是等闲之辈。对，应该都是对自己蛮有自信、实力很好的选手。没错，1号1号的重量也有点重，有时候也不太敢扛。对，然后18号这些都是蛮代表。17号啊，对，17、18号。1号就是天字第1号，真的会怕呢，8字不够重，不能扛，不能背这种背号。没错。好，王佐来了，但是要把球打向右边去。因为他姓王单名佐。这个名字应该老师在点名的时候很常，就是大家会讨论一下。讲到有这个名字，佐这个字被讨论。好，我们先看场上哎呀，三垒这个球火车过山洞了。那球一路滚到左外野去。那现在前卫跑者要准备回来了。是。庄帅回来。好，那现在第2分也要准备回来，来不及了。回来了，那这要做事要传向3垒，不过已经来不及了，这球没有传出去。对，所以刘尚恩也回来，然后王佐来到3垒，来到了3垒。那关于左跟右
讲右是另外一个，因为这是人字旁加一个左嘛，那其实人字旁加个右，这个就是在名字当中也蛮常被使用。那最近呢，在职棒这边讨论度最高就是刘承佑。刘承佑，对，刘承佑是左投左打，他弟弟刘承佐是右投右打。没错，他的弟弟也在古堡家上，叫刘承佐。对，蛮有趣的。然后这一球中间方向哦，应声穿越了。那这个时候三垒上的王佐也直接不费吹灰之力回来了，打者凯翔，叶凯翔对自己上到了2垒。在一局的上半，力量河马目前就攻下了3分，所以等于说前面上垒的全部都回来，一局最多就是攻9分了。所以看看力量河马在这个半局后面有没有持续分数的进账。上场打击的是王品佑，第5棒，一名左。吴品佑，哎，现在换，现在换那个伟林来帮我抓漏。没有，因为我也是偶尔啦，因为毕竟今天其实大家晒一整天了，包含摄影师啦、导播，然后现场我们的大会摄影师。摄影师他是把帽子啊、衣服都包得紧紧。真的辛苦了大家。对，因为是这个漂亮女生啊。哎呀，对，现在我们不止主播台上哦，有两性平权，摄影师也是两性平权。对，因为我刚刚在想说，讲女生我讲漂亮会不会有点那我来讲好了，漂亮女生。因为讲漂亮，你会觉得说哦，你是有什么意思吗？之类的，或者说就是那就交给我了，不能突然怕会有语病。了解，我懂。对。哦，这一球也打得很扎实哦，不过朝着游击手而去哦，那游击手接受之后也赶快回传到本垒哦，不过传歪了。游击手的想法是好的，没错，他也有先观察动静哦，其实。而且想法就是要抓这个垒包上面的前卫跑者，不要让分数再回来。不过先攻的力量河马也是来势汹汹哦。皇后燕，对，这球也是第一球攻击，又打了以后马上起跑护送队友，看一下是1分还是2分要回来，2分回来，都回来了，而且那自己要上到3垒，跑3垒，哇，很流畅的攻击，就是棒棒开花，真的。那熟悉就是有对社区棒球、台湾社区棒球现状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这个河马家族的力量，这势力其实也蛮庞大的。在新北中和这边哦，有阳光河马、勇士河马、快乐河马，然后竹林河马、竹林小飞熊、青年河马、力量河马，很多河马家族，然后甚至到新庄啊、桃园、新竹、台中都有河马家族的存在。对，各个地区然后不同品种的河马都有了。哦，一垒上空的飞球直接遭到了接杀。所以这个半局目前最多是没办法攻下9分了，没办法攻下这个全满的分数了。好，看到这一棒的于佑恩，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他在春季联赛的全垒打哦是接近20支哦，后来应该是打了16支，在春季联赛的这个全垒打上面第2名哦，是排行第2名。仅输给这个我们早上有看过的蔡和妍。是，好，这棒把球打成的是游击方向的滚地球，传上一垒是出局。所以这是第9棒的打者了。是，好，结束了这个半局。对，这个半局是攻下了6分了，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队的进攻了，这是敦化国小，1棒是郭学泽，2棒徐曲成，3棒是李志德，4棒林瑞恩，下一棒是肖许成，然后再来是吴子睿，7棒是蔡炳汉，8棒陈炫妍，9棒是信宇。在前面一个半局，力量河马是9位打者攻下了6分。这场比赛也是预赛的 C 组的第1场赛事，所以各队也都是要打2场比赛。刚才我们就可以看到力量河马展现了很扎实的这种打线串联的功夫。刚才有提到说，他们这个河马家族非常的壮大。那力量河马好像其实是要经过一些比较，其实算是比较进阶班啦，就是你要有经过一些测试才能来加入，然后比较常出来比赛这样。对，因为他们参加的人数是非常庞大，所以可能也要经过一些的筛选。没错，郭学泽这个开路先锋相当的称职。对，中外野的落地安打。紧接着第2棒徐曲成，好，这个时候直接找到了手套哦。对，所以飞球遭到了接杀。徐曲成他背的是57号。哦，谁？有这个比较冷门哦，比较冷门。57号是拿莫一样的背号啊，不愧是这龙 TV 的主播，非常的熟悉来着。虽然我们2年都没有进季后赛。好，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应该是出了界外。不过那在一开始不知道选谁选几号的时候，常常也会因为喜欢哪一个选手去选哪个背号。然后确实在我之前跟孩子们接触的过程中，拿莫一样是一个很热门的人选。对。然后这一球仰角非常的高，但是也扛得不错，在右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所以1局的后半敦化国小也是来势汹汹。因为艾纯之前也很常采访一些这个基层比赛，基层比赛这些基层的同学，他们选背号应该很多人也都是有学问。没错没错，那这些学问的话，其实就是自己喜欢的选手嘛最多，那不然有的会用自己的生日，对，然后或者有的就是很单纯的说，觉得看哪一个很顺眼就选，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我想一下。比如说之前问过陈慕恒，慕恒那个时候选17号，是，然后呢，他就说，应该是他古堡的时候，打中华队的时候，因为他古堡是10号队长，对对对。那现在跑者上3垒，有点绕出来，中华又追上来了，对。而且青棒阶段应该最多就到10号了。哦，对对，如果是一般的正常的比赛10号，然后到10号，然后接下来就是会到17、18，对，18，大概到这样。18。那如果一些更传统的学校，他们更会因为，比如说王牌投手就是1号，然后呢，王牌那一套先发阵容就会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10号，绕着他的守备位置。对，最强的投手是1号，传1号，然后捕手可能就是2号这样子，以此类推。这球拉得非常的扎实哦，左外野方向的落地安打，那外野手回传要传2垒，哇，2垒这边出局 ，out， 观念很好哦。对，所以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本来想说有没有机会上垒，所以不是一支安打。因为1垒跑2垒的跑者是出局了。对，看到小球员们哦，那虽然说可能被打安打，但是也临危不乱哦，不放弃任何一个能够抓到出局数的机会，观念很好。轮到是第7棒的蔡炳汉。刚才慕恒提到说他选17号，他就说因为爸爸他爸爸以前也是在打棒球的时候选17号，然后他就觉得想要带着爸爸的心情来传承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是一个很棒的故事。是，中线的滚地球应该是出局了，所以也是1垒往2垒跑的跑者遭到了封杀。哇，在这个半局就看到，虽然说敦化国小也是都频频能敲出安打，不过在力量河马这边的守备反击也来得很快。
这个半局目前要打到第8棒了，但是只有攻下了2分。是，这让我想到足球的战术，打防守反击的感觉。对对对。陈炫妍是穿的是108号，这感觉应该这真的是刚接触棒球。对。有看到他们打球都会想到以前的自己哦，也确实这样就觉得啊，我的棒子光握着就好重好累，然后你还要去抓那个手眼协调，加油加油！对，差一点。对，看到他们就忍不住加油呢。那希望他也不要，但是球棒没有拿走，拿走，真的可能初学者啦。那希望他能够继续对保持棒球的热情。对，虽然说现在被3振，但是也没有关系，才刚开始而已。好，教练继续，抛球给第9棒信宇，打成了滚地球。我这一球传向2垒封杀了跑者，结束了这个半局。所以在1局的后半，敦化国小是攻下了2分，1局打完6比2，由力量河马暂时的4分领先。欢迎回来。那比赛第1局打完是6比2，4分的差距。一样，一场比赛是打这个1个小时，然后50分钟之后不开心的半局，所以其实也就是打50分钟，然后大家在时间限制之内看能够打多少的局数，然后以当下的比分来分出结果。在这边球场，我是第一次来哦，然后听到飞机飞过这声音，让我想到台南球场也是会这样的，可能这边是离松山比较近，那所以常常会有这个飞机飞过，在飞机的航线上面。好，左半边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而且这个球场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应该真的是我看过数1数2前3优秀，而且真的可以用豪华来形容的社区棒球场。毕竟又是在台北市区。确实确实，而且我连有这个地方都不知道。真的。我知道有迪化街了，但我不知道原来有迪化棒垒球场。是，然后它这边周边其实有一些清水设施，因为这边原本是那个污水处理厂，也不是原本，就这边是污水处理厂，然后它只是让邻近的这个空地活化。所以有包括像这样的棒垒球场啊，然后一些游乐设施。对，包含场边其实也还有公园啊、篮球场的一些其他的运动场所。对，就是已经想好说，等一下下播之后，然后去骑个脚踏车去逛一逛，好像也还不错。而且尤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洗手间哦，毕竟你运动场所，因为大家会流汗嘛，然后你要喝水，然后如果要让女生、女性同胞要一起参与运动的话，洗手间就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你除了上厕所之外，还要梳妆打扮啦，真的很多，擦防晒啊什么的，很多，其实很多事情哦。对，然后这边的洗手间呢，就是不是那种河边看到的那流动厕所，对，这边是还真的是就整修过，蛮豪华的亲子友善厕所，对，推荐大家来参观厕所。好，打击区上的叶凯翔。好，比分现在是7比2，目前力量河马在2上是再添了1分。叶凯翔打到球的下缘了，所以有点倒旋。垒包上面是1-3垒有跑者。哇，叶凯翔这棒把球打成的是中左之间的飞球，非常的深远，而且越过了中外野手的防线了。所以3垒的跑者轻轻松松，吹着口哨，散着步回到了本垒攻下分数。然后后卫跑者上3垒，击球跑垒员上2垒。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那个喂球投手，就是教练们。教练，喂球也是有学问的。对。教练感觉好像有依序这个左打或右打，然后来改变了他的抛球的位置。哦，哇，抛给左打者，这个球一路扛成了中右外野方向的深远安打，在全垒打墙前面，守备员处理球之后再回传，没有办法阻止分数进来了，一口气回来了。应该是多位的跑者了，2分回来了。而且他刚绕过一垒之后，现场一阵的风吹沙，然后这个画面看过去还蛮浪漫的，很像日本的动漫。热血，很热血，真的热血，又热又热血。重点是现场真的很热。真的，陈柏安的打击，看一下那也高飞球，哇，比较可惜没有接到。那陈柏安一口气呢就要上到2垒了。很可惜哦，游击手许曲成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个飞球给接到手套里面。那当然啦，就是小选手们的接飞球的技术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艳阳高照，其实对于选手们的手背来说也会是一个考验。那非常漂亮的一个切面哦，击球出去，在右外野方向形成了安打，那右外野手来处理，回传进来，已经来不及阻止打者上到了击球抛人上到了3垒，所以也是一轮的猛攻哦。这个半局目前也是攻下了6分。好，轮到的是曾品佑，打成了右半边的滚地球，才来处理。哎呦，一垒手进来，但是没有人去补位一垒哦，所以一垒上面是空的，因为一垒手冲出来，那投手跟2垒手都没有进去补位哈。不过这个也是细节啦，那不过刚才一垒手那个反应真的不错，接得好。对，好，第13分回来。所以13比2，这个半局目前攻下了7分。教练还在跟那个选手来讨论一下喂球的位置哦。对，好，那看起来前卫跑者绕过2垒之后，现在准备上3垒，应该要过站不停了。抠本垒了，要回来了，跑得很卖力，回来。本垒没有问题，现在直流跑垒员于佑恩绕过3垒之后，要跑回了本垒，攻下了第9分。哇，所以在这个半局是一个大局的攻势哦。9位的打者全部上去，都跑回了本垒，攻下分数。好，所以2局的上半哦是9位打者上去都回来攻下分数，单局攻下了9分。2上打完15比2， 13分的领先。哇，力量河马哦，不愧他们是灌力量哦，真的很有 power 哦。2局的上半，9名打者上去，全部都回来。对，那这也是在这个层级比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就是1局这样打9个人哦，然后呢，不是像我们平常传统的棒球啊，就是要算出局数啊什么，当然也考量到现在这个阶段孩子们的特性，那所以呢才会有这样一口气有1局，然后通通跑怎么通回来，然后打了9分这样的状况，那最多也就是9分了。对，因为就是希望让选手们先从乐趣哦，没错，开始发展他们对棒球的一个爱好，所以就是每一个半局9位打者都轮流上场，然后让大家都有机会上来。
而且这样就不会有可能第1棒可以上来比较多次，然后第9棒可能上来就打1、2次的这种状况。好，郭学泽这一球打到了右外野去哦。对，顺利的踏上垒包。东华国小目前是落后13分。可能对选手来说有一点高了，选球选掉。打者是徐曲成。前个半局他守游击的时候有一个游击方向的飞球，其实蛮可惜的。好球，也确实出棒了，但是就像我们在讲的，棒球的击球有多困难，你已经是很好的位置了，然后呢也出棒了，可是如果 timing 没有对到，也还是攻击不到。对。好，5颗球的机会，这个球最后有打到，哎呀，但是正朝着守备员而去，遭到了接杀。哦，现在敦化国小因为前面有被这个神拜给提醒说要记得去把球棒捡起来，结果大家都来抢棒子，对，非常的可爱。大家其实都有听进去。是，但真的啦，因为你一下子你又要打球，然后跑完，然后你下一棒上来要记的事情太多了。哇，这个球刚好打在一个右半边的空档里面，非常深远哦。所以前卫跑者现在绕过3垒之后，好，教练是喊了一个 stop sign。这球打得非常的扎实哦，上到2垒。敲出安打的是李志德。第3棒传55号。对，林瑞恩的打击，第1球的攻击，看一下在内野这边滚地球，不过手背这边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没有办法顺利的抓到。那在1、2垒之间夹杀，还是遭到了触杀了。哇，那其实从我们前面2局内容就可以看出，那力量河马他们的训练是蛮扎实的，就连这样的夹杀，其实观念也很好，也都做得出来。即使前面的手背有一点点瑕疵，不过后面的补救都还是有办法把出局数抓到。好，投手挡了一下，对，第2时间再传，好，没有办法。场边对，没有场边的这个，就像刚才伟林有提到，场边的家长啊、教练都会赶快给孩子们一些提示。那敦化国小现在这个半局目前追回2分，4比15。哦，打在棒头上，3垒方向的滚地球，先传2垒封杀，再传1垒，1垒这边传高了，而且应该是传到了死球区去了，所以这个跑者急救跑垒员就直接上2垒了，就变成场地规则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比赛变成了停止球。穿52号的是第7棒蔡炳汉。对，蔡炳汉。这一球比较打到球的下缘了，直接找上了游击手内野上空高飞球接杀，然后再传到2垒这边。哇，其实是双杀手背了，因为跑者没有先回去踩垒。因为这个比赛就不是打出局数，所以垒包上面的选手有没有持续堆垒包就很重要。这也是你追分很大的一个依据，就是给你9棒的机会。看到陈炫妍上场打击，那我们刚才观察他应该是初学者，对，所以呢，其实加油，碰到球就有机会。一样是5颗球，第3球，这球感觉 timing 就不错了。对，加油加油。好，第4球挥的稍微早一点。还有那个裁判提醒有点超出打击区了。对，应该要站后面一点。但我相信教练其实会位到很好的位置啊。那当然，在站位上面可能要多留意一点，然后再跟教练培养一下默契。对，好，已经是第5颗了，所以很可惜没有办法把球给打进场内，遭到了3振。再给大家多一点的机会，相信会越来越好。其实你敢出击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有打击就有机会。对。
轮到的是第9 9棒棒了最后一棒的信宇。好，这一球呢比较软弱的滚地球哦，内野这边最后传上一垒，抓到了出局数。好，结束了这个半局，东华国小在2局的后半是攻下了2分，所以依旧是由力量河马暂时的领先15-4。好，欢迎回来。比赛地点是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那以前哦，这个王贞治欧桑曾经来过台湾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职棒要发展的话，女厕真的很重要。哇！因为当时就是在这个职棒可能发展还不是这么好的时候，包含了新竹球场啦、台南球场、新庄棒球场，其实他们的女厕都可能比较疏于整理了，所以可能女性朋友在进场的意愿就会比较差。那近几年其实职棒的这个健全的发展之下，其实各支的球队他们都把他们的主场其实做得很好，主要也是包含了洗手间啦，然后这个购买商品的商品区，另外还有食品区，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就让这个球迷朋友在入场的时候，除了看比赛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感受事情可以做。没错，哇，欧桑真的非常有智慧又有远见，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人文关怀的观察耶。哇，什么时候讲的话？我记得这应该是我小时候看那个杨正典点歌在节目上面有讲过。应该是我小时候看《狗吠火车》小时候嘛，小时候我出道了一阵子，就是应该你刚出道的时候，哇，真的很感动哎，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有记在心上。因为其实这几年啦，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当你的棒球人口发展到一个就是阶段了之后啊，就像我们一直提到，其实是应该要全民一起来参与。那全民就包括了男生、女生各种性别，或者是各种性别认同都一起来，那你这个运动才越来越兴盛。对，然后身为女生呢，其实这个厕所问题也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那像大家就常常在讲，哇，新庄球场很顶，什么顶？厕所超级顶，对，各种都顶，然后厕所尤其顶。那当然现在有大巨蛋啦，那大巨蛋当然又更顶了，没错。那只是其实球迷之间也会讨论啊，就是有的很老旧的球场，那甚至是职棒的主场，可是就是那个厕所，对，那可能职棒球团自己也想要做一些什么作为，可是没办法，球场是市政府的所有建筑物，你没办法随便去更动，然后又是那种历史建筑。有一些历史的建筑你没办法去大改，那其实真的很两难啊。对。那为什么说厕所要好？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要待得久，那你一定会有上厕所的需求嘛。那以前甚至都是那种在大家这个性别啊，关于这些意识还没有抬头的时候，哇，女厕我们以前真的是等到天荒地老。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台北捷运也是在这几年有一些厕所上面的改建啦，不然以前像台北捷运这么的代表先进地方的厕所，其实也都让人家就是这样上厕所都会稍微比较尴尬一点，要大排长龙的去等。那现在经过一些扩建之后，这个事情就少一些。对。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女子选手、女子裁判啦，因为其实像以前跟博君裁判聊过，索菲亚，对，索菲亚，然后
那个国军裁判审判也是说，他以前一开始执法的时候，最困扰的也是厕所的问题。对，因为他要换他的那个装备啊，或什么的，或者是他要去或是换一些生理用品。对，那个时候厕所都要走到很远的地方，那或者是根本没有去女厕。那现在的话，我有观察到这些基层的球场，其实慢慢的关于女厕的设备也越来越充足，然后呢，甚至直接在休息室、裁判休息室里面也有这种无性别的厕所。那这些都是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象征。对，这也是象征了我们的台湾棒球文化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没错。那关于女球迷的方面，其实在台湾目前呢还是男生球迷为主，可是呢，听说有一些，比如说像日本职棒欧力士他们的那个欧力希妹，就是他们的女性球迷的这个专有的一个称号。那会有这样的称号出现，也是因为欧力士的女性球迷可能已经渐渐的追上男性球迷了，甚至还有可能比男性球迷更多的趋势。那甚至韩国职棒也有类似的现象，韩国又是更明显。没错。那大家就会觉得说，看棒球不是只有单一性别的权利，其实各种，那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女子选手，也都是让这个运动发展更好的一个象征。是，哇，这个球左外野方向，但这个高飞球左外手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起来。那垒包上面看起来应该2个跑者都准备要回来了。好，第3个跑者现在上到了3垒去。也看到这个半局力量河马也慢慢有一些走马换将，让一些比较没有机会上场的选手都可以上来亮相，熟悉一下感觉。对，包含了3位预备选手林廷宇、柳文生，另外蔡慕瑶也都有依序上来。那刚刚会讲到女厕也是因为这个我们迪化棒垒球场的这个厕所真的做得非常好。游击方向的平飞球直接遭到了接杀。展现了非常好的手背而且手背范围相当大。真的。好，再看一下刚刚这颗球，判断的相当好因为他滞空的时间其实有一点久。对。一个微尴尬的时间不过还是能正确的把这一球给接下来。好，这个半局其实敦化国小的手背都还蛮好的。哇，右半边这个球打的阿达里了。曾品佑、曾巴巴现在绕过1垒之后，要继续的手刀往2垒冲，而且看起来过站不停又准备了跑3垒，哇！而且看起来应该教练是要抠本垒，跑本垒 ，safe 自己回来得分了。曾品佑，因为我看到他穿88号，对，不晓得是不是喜欢那个宋承瑞？宋承瑞或者有可能喜欢蓝银伦了。那我年代比较不一样，都是优秀的。外野手，而且都是速度非常快，草上飞系列。没错，又有力量。于佑恩的打击也是第9棒了。这一球蛮扎实的，是穿出去形成了安打，漏到了左外野手后面去。那于佑恩现在看起来绕过2垒之后，继续的跑3垒。是，但3垒没有人去补位所以现在应该要跑本垒。跑本垒，哇，球漏掉了。哇，他连于佑恩都回来了，是哇，场边的家长乐不可支，非常开心的一个半局对，刚才看他滑进来的 pose 也是相当的专业。对，好，结束了3局的上半，力量河马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6分了。休息一下，待会来看3局后半敦化国小的进攻。
你现在透过镜头收看的是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那今年的比赛是迈入到第4届了。啊，这球打高起来，哟，直接遭到了一垒手接杀，在界外区于佑恩。于佑恩在前面一个半局第9棒哦，最后自己也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这个就是要攻击教练，没有，应该绝对不是故意的啦。但应该就是往中线打了。对，可能这个观念是好的。好，一样是在往中线打。好，再传一垒有机会吗？还是来得及。力量河马在这个半局是2次都把对方的跑者给，应该把对方的打者给解决掉了哈。而且刚才在看那个于佑恩的打击其实跟其他的选手比较偏向非球型的就不一样，他是真的打到球心，然后所以呢是在左半边的哇，飞身扑球哇 ，nice catch， 一垒手这是一个精彩的守备美进啊，6星级的守备美技了，非常的好哦。哇，再看一次，这应该算是这场比赛 play of the game 了。哇，这个几乎像职棒等级的接杀哦。好，二垒手挡了一下，但这个球的难度又更高了。所以刚才一垒手这边看到，没错，就是刚才才称赞完的于佑恩，已经展现了超龄的水准了。对，于佑恩现在也改防，现在去守一垒。好，打者应该是49号。49号，邱品维。对，邱品维。对，邱品维。邱品维才1年级，有看到他的衣服很大件，然后甚至穿的应该是不是练习衣，可能还没有做正式球衣。对。那应该也是。球棒要拿走。对，没关系，都还在学习，都还在学习。对。也是应该是棒球的初学者啦，那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因为光是其实踏上打击区要来面对教练的抛球，这就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事情。真的。现在是不是换了一个年纪更小的？敦化小兵们启动了。而且他的帽子因为头很小，所以刚那个头盔是有点大。是，他们都要戴2层呢。对，就里面应该要再戴一顶帽子，才有办法把球帽给戴进去把整个头盔给戴好。看一下，现在上场81号蔡承佑，所以预备选手也都轮流上来。对。这球打得很好哦！哇，打得很扎实哦，游击方向。好，虽然一垒往2垒跑的跑者是封杀了，哇，不过他自己是上到了1垒。哇，打得很扎实真的。而且我们在这个角度，在主播台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哦，他真的咬到那个球心。好，看一下侧面镜头，打得非常的扎实。而且我们本垒后面，我们刚好主播台这算是这球场第一排，对。裁判也要提醒小选手们把那个头盔戴好，但是也不能挡住自己的眼睛。对。好，现在看一下上场的选手，应该是00号吗？真的现在有一点看不太是不是清楚他的背号，季木嘛？碰到了，季木打到球了。好，投手下球传2垒，2垒这边脚应该是有离开了，所以雷审判 safe。对，季木嘛，00号是。今天看到选手的名字都还蛮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看一下刚刚这颗球，那选择要传2垒因为是要转身有点角度，所以也是难度蛮高的。对，看了一圈那个参赛球员，敦化国小这边真的年纪偏小一些些正中这一次没有报4年级的同学。对，
然后1年级倒是蛮多的，3年级其实也算少数。嗯，那我们知道，在就是孩子成长这个阶段哦，差1岁可能就差很多。对，因为光1岁，他的身高啊，其实都会没错有蛮大的落差。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蛮越级打怪的。嗯，邱品浩的打击，背号32号，哇，漂亮，打到球了。好，投手下球接到之后传上1垒，哇，1垒跑在跑这边2垒这边出局了。嗯，哇，他边跑还要边扶着他的头盔，因为他是没有绑带的。是啊，蛮可惜的哦。最后是在垒间出局。来了一位更小103号沈玉明，嗯，一样是1年级。对，那真的看起来可能接触棒球的时间没有很长，甚至我在猜来可能也才几个月而已。对。而且现在因为是10月份哦，就不知道他应该是刚入学，可能刚入学哦，就是刚升上小学。哇，那这样子的话也才，如果真的是小学才接触1个月，嗯。刚才那个裁判老师，我还特别跟他说要站在哪里。哎呀，哎呀，差一点点。第4颗球了，还有1颗球，加油加油加油！裁判应该请他稍微站后面一点。对对，然后其实教练会帮你喂到好的地方。嗯，好，蛮可惜的哦，5颗球的机会没有办法打到。好，所以在这个半局，敦化国小是没有攻下分数哦，所以3局打完，依旧是由力量河马暂时领先。好，欢迎再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今年我们转播的是 U9这个层级的比赛哦。那刚刚好像有教练来反映说，他们的队伍哦，应该是力量河马里面好像有选手是不是中暑？敦化哦，敦化国小应该是有选手中暑。对，真的，我们刚开始提到说，那个今天太阳很大，然后呢，大家又在这边。一直晒，大家要记得补充水分，然后补充电解质、运动饮料，然后，可能那个如果手边有冰块，可以冰敷一下。真的就是身体健康第一。对。然后有时候真的水哦，你不觉得渴的时候就要先喝够了，不然等到你真的中暑了，或者是觉得身体不行再来喝都来不及。看到现在力量河马上场的是今天替补上场的刘文生，对，77号。好，这一棒打成的是中间方向的飞球，最后穿了过去了。哦，那刘文生要来跑2垒，哇，有点躁进，还蛮大胆的，但是遭到了触杀。是想要再进一个垒包了，但有点太积极了。看一下刚刚这颗球，好，中外手接到之后立即的回传哦，然后1垒手拦截下来之后传向了2垒。好，下一棒的打者也顺利上到了1垒。好，那现在要来冲2垒，因为对方的回传球有一点状况。比赛是4局的上半哦，那前面一个半局敦化国小很可惜哦，单局9位打者没有办法攻下任何的分数。
好，这棒打得很扎实，一垒之间的打的击，安打出现了。好，那力量河马在4局上半要持续抢攻了。是。好，这个半局的第1分回来，刘尚恩跑回了本垒。下一棒是第4棒的叶凯翔。叶凯翔在上次的春季联赛有刚好5成打击率。哇，这球也是打得很远哦，打到了左外野去了。好，那垒包上跑者回来，李廷宇回来得分。叶凯翔上2垒。球打出去的声音都相当扎实，虽然是软球，但是也可以听到砰的这种声音，在现场听就还蛮明显的。而且力量河马他们是多位的选手哦，都是击球打得非常的扎实。是。力量河马目前上场的是83号蔡慕瑶，2年级的同学，直接遭到了接杀，哇，精彩的手背哦！这次就直接接起来了，57号的徐曲成，看一下徐曲成，游击手这个位置哦，中线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而且之前应该是我听这个费城人在台湾的球探呢，王金勇先拜，因为他当年就是有签了这个李浩宇嘛，他说这几年的美国职棒大联盟哦，其实国外的球队，哇，我们先回到场上，这一棒把球中左之间的飞球了中左外野方向，对，打得非常非常远哦。那垒包上跑者现在应该也要准备回来了，好，要来冲3垒。但3垒好像没有人去补位哦，那现在要来冲本垒，踩本垒，这边 safe， 杀到 safe， 陈柏安回来，陈柏安回来，好，刚讲了就是说国外美国职棒其实现在各队也都几乎会先选中线，尤其是游击手，是，因为他们说游击手的运动能力是最好的，等于说你选进来，他可以守2垒，也可以守3垒，对，所以从目前这种低年级的同学刚开始学，其实守备位置，尤其这个位置是蛮困难的。真的。然后好，再抛2垒，但这边没有办法抓到。哇，要抢攻3垒吗？趁着一团乱的时候继续抢攻。然后赶快把球捡起来，对，捡起来，就先这样。这是力量河马今天可怕的地方，不止打得远，他们的对于垒包的这个渴望度也是非常的好。那相反的，守备这一方哦，其实要冷静，不要慌忙，因为其实自己以前在打球的时候也常常当过这个落后那一方的守备员，然后这些常常会像传染病一样，一个 miss 哦，然后就会开始全部一起慌忙，反而多掉很多分。那诀窍其实真的就是你就冷静，然后接到球，你可以选择不要传，因为有时候传了反而就会变成失误。哇，曾品佑他这个刚刚这个离的也蛮有趣的，因为他离得非常远哦。然后守备员其实拿着球一直盯着他，是不是要冲2垒？叠对叠。对。哇，于佑恩最后一棒啊，第9棒。哇，那他的目标应该是自己要跑回本垒了。是。现在请问跑者已经绕过3垒，准备要跑回本垒，但这回传球应该没有办法抓到了。那现在于佑恩。好，于佑恩自己，哎呀，自己这边没有办法跑回来得分。不过呢，有护送队友回来。好，所以4局的上半，力量河马是再添了一个大局了，攻下了6分。所以目前的比分呢，已经变成了27-4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赛要进入到4局的后半。那因为刚刚场边的大表时间已经响了，所以4下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对，虽然说是落后的一方哦，不过敦化国小这边哦，还是要拿出运动家的精神哦。因为3下是没有攻下分数，看4下有没有办法再把状况给调整回来。对，就是再怎么样还是要努力把比赛打完。对，好，3垒方向的内野滚地球，3垒手拦截下来之后传1垒。很积极的跑垒哦。好，那守备方哦，李亮河马，在这个半局应该是庄帅，然后王佐，另外巫品佑再回来守备。对，本垒后面庄帅又回到了守备的位置，回到了捕手的守备位置。许曲成的打击，对，再度找上了3垒手。哇，这个守备也非常的漂亮哦。因为内野的3垒是距离1垒最远的一个内野守备的位置哈。传球球线是蛮长的。好，看到李志德，3棒的打者。哦，这一球很有力量哦，打击出去了，中间方向穿越。对，好，李志德站上了1垒。好，他是这个半局他们球队敦化国小的第1位上垒者。哦，现在有出现那个孩子捡完球棒，愣住。我是谁？我在哪里？好，打进到场内了，这是林瑞恩。好，打进场内哦，不过是在内野这边哦，力量河马要在2、3垒之间形成了夹杀。哇，这个夹杀做得非常的漂亮，应该是有触杀到了，所以判出局。哇，很精彩的一次守备哦。哇，好，看一下刚刚这一颗。应该是3垒手接到，然后再传给他的队友哈，然后最后变成了触杀，所以2个出局。哇，垒包上面的跑者都不见了。接下来轮到应该是32号邱品浩。邱品浩，好，第3颗球。好，第4球，好，切进到场内，投手下球，哦，传1垒这个动作非常的标准哦。看到又是那个球棒比自己高的小选手上场了。对，是季木的打击碰到了球，这次也有把球给碰进到场内，不过又再度找上了投手巫品佑。哇，小兵们接连上场了。对，沈玉明，我语差一点点。有了，有打到球了，沈玉明，等到球就是这个机会啊，跑1垒，哇，但是都能够有办法碰到球哈。对，就是想说，他们上一次打击的时候哇，都还是这种可能。连碰球都很困难，然后看到们这次打击的时候就可以把球碰出去了，也是一种成长。对，也是感觉在这个每一个打席之间呢，都有些许的进步。蔡承佑，对，蔡承佑，81号。哦，他的打击很特别哦，那个前脚还会先跟拍一下，先动一下，有自己的那个打击 style。等一下可以来再观察一下。对，前脚有先抬腿的。哎呀，2个人抢在了一起。有没有水喝？哦，还好有了。可以。好，下一棒的打者也要上来。真的，他的脚步是踩得蛮雀跃的。很开心呢。他是双脚跳进到打击区里面。打者是49号的邱品维。很开心，真的。虽然天气这么炎热，但是对小选手来说，能够上场，
就很开心，不管打得好不好。而且他应该等很久哦，终于等到有可能他。哦对对，因为碰到球了。哎呀，好，吴但是敏佑的再度找上传球了投手。好，所以比赛就这样结束了。所以4局打完了，所以最后力量河马就是在4个半局都有攻下了大局哦，27比4，恭喜他们是拿下了预赛的第1场胜利。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喽，拜拜。
欢迎您再回到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预赛 C 组的第2场比赛，敦化国小他们要 back to back 连2场比赛来出赛，对战的是华兴小学。在稍后的2点半钟，要来进行的是今天我们第7场的转播。那在预赛的 C 组一样是3支的球队，然后各队都是在今天一样是打2场比赛，所以第1场比赛落败的敦化国小。这场比赛要赶紧打起精神哦，再打第2场比赛。要对上的是华兴小学。华兴小学就等于是今天最后一支亮相的球队，因为是身在 C 组哦，然后呢再加上也是这个 C 组，我们刚才上一场打了2场比赛了，然后现在呢才轮到华兴要打第1场。所以以体力上来说，应该华兴的选手们是体力比较充沛的。对，然后看到这衣服，哇，很有北下下，对，这个历史感都回来了。确实，因为以前有一句话就是北华兴南美和，那现在学弟们哦，那虽然不是这个青棒队，但是也传承了这个他们的精神哦，然后传承了这样子白色蓝色配色的球衣。是，好来看一下敦化国小这场比赛的打线：1棒是信宇，2棒沈玉明，3棒蔡成佑，4棒邱品浩，5棒邱品维，6棒季木，7棒郭学泽，8棒徐曲成，9棒是李志德。这是敦化国小的先发1到9棒，他们是连2场比赛要来出赛的。刚才看到敦化这边有蛮多这种可能是棒球的初学者，然后在面对那个比较实力有一段落差的河马。力量河马，确实是大比分的落败。不过也看到这些选手们的成长。那希望呢有上一场的经验，他们带来这一场比赛哦，可以有更好的发挥。而且因为是连2场比赛出赛哦，所以棒次上面也做了一点调整，也可能把像这前一场比赛比较没有先发的选手，就先摆到了场上去了。是，那也。这个像这个层级的比赛哦，那除了要追求成绩哦，让每个选手都能够去上场，然后练习，然后甚至是让大家可以平均有一些亮相的机会哦，也是教练这边哦要比较费心思的部分。好，这球打成一个软弱滚地球，但是这个滚地球要处理起来，应该就要花一点时间了。所以第1棒开路先锋就上垒。敦化国小这场比赛的第1棒是信宇，因为前场比赛他是打后段棒次的。对。第1场比赛敦化国小是落败，当然比分是差距有点大。但毕竟我们刚才的转播当中看到，有好几位应该也才1年级，然后甚至还是棒球的初学者。所以呢，光是来这边上场比赛，然后大概知道比赛是怎么一回事，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很好的经验了。当然，因为比赛的胜负其实也并不是这么重要。对，因为你说你才打棒球1个月，跟打棒球已经可能4、5年的选手来比哦，那真的实力的差距会很明显的看出。那甚至另外身高啊、身体素质的差异，其实也都蛮大的。但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看到这些小选手，其实他们落败，可是上了场还是很开心啊，然后蹦蹦跳跳有笑容。那这也是像这个层级的比赛要比较被强调的重点，就是你的态度、你的精神，然后还有享受比赛的过程。先希望以享受棒球为主了，对，先让他们从棒球中有这个得到收获，然后有感到乐趣。对，人都有乐趣，你才能持续嘛。那有持续才能继续的精进。像我们以前也有听过一些例子啊，可能素质真的很好，很会打球，可是经过这种高压的教育，渐渐的对这项运动失去热情，然后即使有很好的素质，但最后也还是不得不放弃，因为真的没有乐趣了。对，哎呦，攻击3垒的界外飞球，我们那还好，选手这个头盔是还有戴着。对，真的哎。对，场上真的随时都要注意球的去向。看球啊！刚好就在选手准备要脱帽子的时候，球打到他的头上。好，
这球是倒旋，旋出界外。所以在场上真的危机四伏，不能大意。即使你在场边，也还是要看球。对。艾璇刚有讲到，因为很多可能像我们过往看到很有资质的选手，他可能因为受到这个科班，没错，然后很多比赛的算是摧残了，所以长大之后虽然他的天分很好，但他可能在棒球场上已经感受不到什么乐趣了。没错，所以可能乐趣都在高尔夫球场上。没有很多职棒选手都这样，因为感觉那个压力很大啦，压力很大，他们觉得在高尔夫球场是比较舒压的。哎。那大会这边也都配置有防护员了，那被打到了，赶快来冰敷一下。对，因为选手当然目前看起来第一时间没什么事哦，但其实毕竟打到颈部以上，也是还蛮危险的。对，所以还是要赶紧请刚刚被打到界外球的选手赶紧来到我们防护员这边哈。那刚才提到说更小的选手，其实在这种高压的训练下，除了心理上的疲惫那有的摧残是生理上面的，就可能看到高中、国中大杀四方的选手，到了成人阶级直接断崖式的不行了，雪崩式下滑，真的，尤其是可能肩膀啦，是投手的问题会最严重。对。可能就是在国高中手臂有点操劳过度了。对，那所以这些也是以前都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啦，就会觉得说啊，那个今天投完，明天继续投，反正我们的王牌就是你了，你就是要吃完一整个赛季啊，越投越带劲。没错，那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一套了，选手的健康要放在第一顺位，不管是身体的健康或是心理的健康。没错。所以蛮可惜的哦，邱品浩没有办法在5个球的限制之下把球给打进到场内。看起来邱品浩、邱品维应该是兄弟，就名字来看。对。邱品维，这个棒子甩到后面去了。所以主审也跟他告知说，他的打击区要站的位置是不能超出框里面。有了！不错，打进到场内，很软弱的滚地球，而且有机会要上垒哦！哇，上垒了，而且他用滑垒的方式滑到了1垒去了，传出去了。那对，那下一棒的打者要赶紧闪开跑。好，那继续跑。OK， 传进到了2垒，然后2分要回来了吗？应该2分都要回来。那现在邱品维要来跑3垒，再滑一次。然后教练跟他说再跑，有机会要跑本垒，要来拼速度，拼吗？再滑下去。哎呦！哇，他跑回了本垒啊！因为刚刚下一棒的打者其实季木已经准备要上打击区，不过他其实有点影响到他队友的跑垒，所以其实蛮危险的。是，那这个当然也是初学者常常会出现的状况哦，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说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退开就好了，但是就想说，我现在要打，很专注的想说我现在要打。那当然1次经验、2次经验之后，应该慢慢就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应该就会知道说，场上就是下一棒打完，然后要跑垒完，对，然后才轮到他再进去打进去。然后像季木啊，刚刚的这个打击动作，因为他打完球之后，他的棒子其实甩到了对方捕手的身上，而且捕手的脚好像不太舒服黄燕。因为捕手他是没有穿护具的。对，这跟一般的那个所以。一般棒球比赛比较不一样，所以教练直接跟他说：“你就站远一点，没有关系。”黄燕刚刚一直在原地跳，感觉应该脚有被刚刚那个挥棒的鱼势给甩到。希望没事才好。对，教练跟他说，就稍微站了后面一点。没错，真的选手的健康还有他们安全是第一啦。因为刚开始接触棒球，可能也不太知道说原来被球棒打到的感觉是什么。是，那也抓不太准，要站在哪里？对，好，拉回来，强劲的滚地球。好，队友跟他塞印说传1垒，有抓到哦。对，有抓到出局数。队友比本人更兴奋哦。
好，打者要轮到的是第8棒了，许曲成。东华国小在1局的上半，目前是单局攻下了3分。许曲成在这场比赛是打第8棒，那一样是守游击。好，切到球的下缘倒旋了，滚出了界外。1局的前半。 好，这一球三垒方向，强劲滚地球，上垒手挡了一下哦，但是在处理传了一个抛物线，最后传到了界外区去哦，那使得击球抛垒员应该直接上2垒，对，上2垒没有问题。死球区去，死球区那裁判也把它 Q 了回来哦，确实是形成了死球。因为进入到死球区就是比赛停止状态。是。好，李志德，9棒打者。 对，就是强打者了。来看这个 Kosei 哦，就不一样，没错。这站上投手丘前，站上打击区前，还可以用棒子比了画一下。对，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那垒上的队友也没有悬念了，没错。那现在继续跑3垒，哇，传偏掉。那现在李志德要准备跑回本垒了。好，所以。 李志德是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是也结束了1局上半。敦化国小的进攻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5分呢，5比0暂时领先。好，欢迎回来。再来看到就是华兴国小的进攻，1棒是张以诚，2棒钟卫石，3棒洪永祥，4棒吴晨阳，下一棒是廖弘毅，6棒是吕杰汉，7棒张以晴，8棒叶红军，9棒是捕手廖焕峰。好，这是华兴国小的成员，他们也是今天最后一支这个亮相的球队了。前面一个半局，他们守备有一些的状况，所以敦化国小单局9个打者是攻下了5分的分数。就5分就是9个打者，然后超过1半以上回来。对。我们刚才也有稍微的提到华兴这2个字在台湾的棒球啊，其实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那从早期的许多职棒球员都是华兴体系培育出来的，像我们很熟悉的曹总，谢长亨，然后呢还有像是一些像是我连个大郭元志也是。对。我左外野方向啊，这个球要让中外野手去卡吧。那急救跑垒员要准备上2垒了。好，第1棒就上到了得点圈了。那只不过后来比较可惜哦，因为种种原因啊，那少子化等等的冲击哦，那所以现在华兴这边都只剩下社团性质的，对对，那包括连青少棒也是，青棒也是，对。那现在就来考一下伟林，知不知道？是。现在在中华职棒仅存的一位华兴体系出身最后的校友是谁？哇，我思考一下。
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球，中卫时打得很强劲，有直找了游击手而去哦。那游击手接球之后处理，结果也是传到了界外哦。那看一下华兴的第1分要回来了吗？好，所以第1分回来了，张以诚回来。嘟嘟潘威伦他退休了吗？啊，但嘟嘟他是南部的、啊，他是那个美和。是美和。对，反了。他不是华兴。对。还不小心讲到死对头去，也是蛮会想。因为我想这个一定要是比较资深嘛。确实没有到资深。我来提示好了，提示他的球队台钢。台钢。现在是台钢，之前不是台钢。选手吗？选手，外野手。外野手。对。然后外野对，然后蓝银轮。不是吧？哎呦，他也是南部的球队啊，他高院的，他是高院的，对。哦，好想用 Google 去查一下。他现在手外也比较多啦，但是他过去是内野底子出身。他之前属于乐天桃园啊，也是乐天桃园拉纽，然后乐天。王柏荣吗？不是王柏荣，更老一点点。对，先看一下右外野方向，二垒方向的滚地球，好，遭到了刺杀。答案是要公布了吗？等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他还有一个弟弟也打过等一下，有哥哥，那算了，不要讲他哥哥的事了，反正他们就是有兄弟档就对了。哦，哇，思考一下。好，没有问题。好，下一棒的打者站上了打击区，华兴在1局的后半目前追回1分，然后3垒上面还有跑者。打者戴的这个太阳眼镜蛮特殊的哦。因为它的边框好像是红色的吴承阳直朝的用这个投手而去。对，但因为本垒是没有人的。好，一垒这边出局，因为我刚看他戴的这个太阳眼镜蛮特别的，也是红色的。好，廖弘毅第5棒的打者要站上打击区。哇，他是打者哦！更正一下，内野手。内野手哦。对。林子伟是高院吗？对。结果你很会选，都选到高院，都选到南部球队，没有那么的年轻。对，我就想说一定是比较资深嘛。对，资深的，真的是资深。我看一下他几岁啊？37的样子。37岁。对，37岁。华兴毕业，很难哦。哇，很难哦。好吧，要麻烦你公布答案。郭永维得是啊，郭永维啊，对哦，你这样讲我就想起他哥哥的事情了。对，所以先莫再提，先不欲言又止。对哦，难怪哦，我是真的没想到哦。那不过那个时候我会就是发现这件事，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讨论，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找小胖啊、胖哥他们说，你们那个南英的选手啊，怎样的好多啊，然后现在都在这个职棒活跃，然后呢，就那时候就请他们来做一个南英的校友特辑。那时候郭永维在旁边默默的一句，也可以做华兴特辑啊，只有我，也是有一点哀伤的啊。而且全中华职棒应该就剩他一位，剩他了，对。因为我刚想，对啊，赖鸿成是平镇第一，对，我想说你说快40岁，然后林志平不在台钢，他在乐天，对，志平他。好，华兴在1局后半目前追回2分，2比5。这球在场内没有问题，传一垒，哇，弧线有点高，而且一垒手因为他要离垒去接球哦，所以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出局数。现在要形成了1、2垒上面有跑者。其实每个学校的历史都还蛮重要的，所以学弟们应该也要了解说你的这个体系哦。是。不管国小、国中、高中有什么很优秀的学长。好，那跑者冲本垒，哇，滑下去。是这个滑垒。那现在要形成了鬼抓人了，传3垒。3垒这边有 safe。对 ，safe 漏掉了。
好，张以晴上垒。在场边看到敦化国小可能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来指导一下那个比较没有经验的选手，可能要怎么守啦，怎么站，那一些观念，大家互相提醒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对。那华兴小学这场比赛，他们的投手，他们的教练是左投手。该不会也是校友？等一下可以来问一下，是。因为身材条件是蛮高大的，应该也是选手出身。好，打者现在是第8棒，应该是叶红军。好，这一球打进场内了，看一下谁来处理。好，教练闪过，投手传一垒，但因为弧线比较高，来不及。哇，3垒跑者现在要拼速度，哇，拼了2分回来。好，那2分都回来了。因为一垒手李志德，他应该觉得他自己用触杀的方式比较保险，所以他没有用传的。好，3垒方向。好，教练就跟他说不用传了。对。对，其实就直接踩本垒了。好，完成了这个半局，所以华兴小学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5分，所以一局打完，两边是5比5的平手。好，欢迎回来。这是2025年的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一局打完，敦化国小跟华兴小学是战成了5比5的平手。在上一场落败的敦化国小呢，看到他们上一场可能面对真的实力比较悬殊的对手，那这一场呢，感觉目前为止2队实力是比较相当哦，然后打起来呢也非常的有精彩度。所以内容看起来是还蛮刺激的、哦。然后发现有信宇他好像球衣太大了，后面还稍微夹起来。对。这过往我比较常看到那个摄影棚内，我们女主播才会这样，对对对，就是衣服都要后面夹起来。没错。哦，教练好身手，闪得好啊！这一球也打得好。好，信宇上垒。选手因为现在都甚至还没有发育，确实，所以体格都还比较娇小，而且男生也都发育比较晚。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可能有同龄的女子选手，反而她在身材条件发展会比同龄的男子选手还要好。所以这里之前也是播到小学的比赛的，都看到女生其实对。你只要在小学比赛看到女生哦，通常都一定会打得比男生好，蛮强的，对对对，而且通常都一定比男生强。像我应该2年前播那个国小应试联赛，就是国小的科班，当时就有一个女生的投手让我印象深刻。
不过他自己说，因为他国小毕业之后就没有办法继续打球了，因为家里就不同意他继续打棒球。要不然以他的条件，我想继续打的话，应该有机会往上发展，应该是没有问题。真的辛苦啦，对你光是，如果我身为家长，然后看到孩子啊整天在这里风吹日晒雨淋，然后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晒得黑黑的。对，然后你要面对未知的风险、运动伤害等等。那有时候常常会被问一句啦，选手可能要走之后，我就会问一句：如果你不打球了，你要做什么？因为你能够去到那个顶尖的水准的人哦，进到职棒殿堂一定是少数。对。那你没有了棒球，你还剩什么？其实这是从小就必须思考的事情。那思考责任当然也不只是选手啦，然后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未来，然后所以现在呢，比如说像这样的社区棒球也很蓬勃的在发展，不是说我只发展一个东西，因为那个风险太大了，你运动伤害的风险，然后还有面临未来的竞争，然后甚至自己最后的程度能到哪里都是未知的。那甚至刚刚讲说，打一打突然觉得没有兴趣了，那怎么办？你要放弃吗？好像又很难放弃。对，好，内野上空的飞球，有力抽传二垒，哇，没有办法封杀一垒往二垒跑的跑者，传到了右外野去。好，但是应该要但是因为没有人进去二垒补位，所以前卫跑者现在要滑回本垒。哇！然后跑者现在要准备上三垒。幸运回传球跑偏掉了，哇！那教练三垒教练说要跑本垒，所以连激流跑垒员都回来了。哎呀，小心小心！回传球还丢到他的身上了。蔡成佑回来，小心小心，对，还好是软球。对，但他应该蛮开心的，连跑了4个垒包回来。两边你来我往。对，比分形成了7-5。应该跟捕手说站得再稍微后面一点。对，我们刚才有提到像现在这个赛制里面的捕手其实不是真的这么专职的那种捕手，所以他没有穿护具，那包括手套也不是像一般的捕手手套，其实就是拿野手的手套就 OK， 因为他们负责就是守备的任务，包括投手也是哦。所以场上选手也都还是要注意球的要看去向，球，要看球，真的。虽然是软球，但是打到也是会痛，也是有可能受伤。对。哦，手背互换。对，所以应该捕手要换到外野去了，让其他人感受一下在本垒后面接球的那个恐惧感。对，张以晴进来。最近今年有几次访问啦，都访问职棒的捕手。包括统一 7 狮队陈崇宇、乐天桃园的张敏勋，还有富邦悍将的戴培峰，是3位都是中华职棒蛮顶尖的捕手嘛。对。然后呢，我都问他们一样的问题：你们如果再让你们选择一次，你们还要当捕手吗？3个人的答案都是不要，都是不要。这也是很老实的、很诚恳的回答了。好，这个球最后传一垒是传偏掉了。所以激流跑垒员边跑边顾着他的帽子，而且现在看起来要准备来跑3垒，跑3垒哦。但是好像那些手还是没有再先把球给传回来哈。对。捕手位置真的是很辛苦，吃力不讨好，然后又要怕这个对于这个来球啊，你要去挡球。然后呢，对于这个球，你可能以后你到职棒，你要接这种140、150、160公里的球，你会不会有恐惧感？是，眼睛不能闭的呢。然后呢，还要去配球，然后用脑啊，然后胜败其实都跟你有关系。然后其实即使有好表现，那可能大部分大家看到也是投手投得很帅，对。然后野手在那里美技，但是捕手。吃力不讨好。要想一下有什么可能阻杀的时候会比较帅一点点，对。但其他的时候都在面罩下面看不出来。而且你手背方的时候，因为你就带着护具嘛，所以你的脸就会被遮起来。没错。碰到球打到球了，而且打进到场内，用力跑，有没有机会上垒呢？啊，差一步。但是不是借？是借外
吗？哦，所以要再重打。重打一次。对。所以艾纯刚刚讲到捕手哦，所以小朋友就是趁他可能对于棒球还没有太多认识的时候，先让他们培养，对，看看有没有人想要掉进去这个坑里面。原来是被陷害，让他们先就知道说捕手的这个位置还有多辛苦哦。应该说大家先体验啦，然后之后可能科班的话，教练会选一些。其实要当捕手不是那么好当不是说谁都可以。其实教练我有观察，都会选一些脑筋动得很快，然后又很容易跟大家相处的人当捕手。其实是具有领袖特质的人。对。那尤其像比方说今年中信兄弟的高宇杰啦，然后林吴敬伟，其实他们都担任捕手的时候都有遇到一点状况。真的。然后像张兆元也是后面的球季，当然他们也没办法进季后赛，不过张兆元在今年球季也打出了一个很亮眼的表现。没错，但真的太难了，你又要顾守备，又要顾打击，然后面对不同的投手的搭配、配球，然后阻杀，然后有时候面对外界的压力。那还要有这个可能承担本垒攻防的一个风险，抗压性，然后被冲撞等等，真的太多事情，也难怪。国内顶尖的捕手都说，再让我选一次，不要当捕手。对，太诚实。像之前龙队的这个蒋少红，他也说不要吗？对，他说他是不得已当捕手的，因为他当捕手比较有机会继续往上发展。对，很多人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是为了他的未来着想。对，而且我觉得少红来讲压力更大，就是爸爸的这个关系嘛，然后应该会有一些。压力在对，然后自己的队上之前有问过他，因为自己队上总教练也是捕手，对，层层压力。而且教练又对于捕手特别的在意。没错。好，这个球最后是出局了。好，比分现在是8比5，3分的差距，所以东华国小目前2局上半是攻下了3分。打着要轮到的是第8棒了，许曲成。对，上一次打击有不错的结果。对，捕手张以晴蛮聪明的，他退得蛮后面的，保命要紧，5步的距离。对，先顾安全。对，他这个退得很后面，应该不会再被球棒打到了。好，这个球打击出去。来三垒手挡了一下，有没有机会传？有，但是比较软弱一点哦，所以就是先把跑者挡在击球抛垒员挡在1垒。对。哇，李志德，你看他的球衣，这个白色裤子现在变红色了。今天有认真可以交代了。对。哇，你看他的打击姿势，你就知道这是强打者了。是。教练应该是会配可能内角球给他。哇，3年级，但这个体格看起来很好呢。擦到了，然后内野上空。擦练哦。对。那不过刚好，有点慌张，应该是要传2垒本垒，但是传2垒这边球漏掉了，所以前面的跑者都回来，李志德也要跑回本垒，哇，所以这次不用滑了，自己也再回到了本垒攻下分数。好，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2局的上半，东华国小也是跟第1局一样哦，复制贴上，再度攻下了5分，2上打完10比5，暂时取得领先。
好，欢迎回来。比赛要进入到的是2局的后半。场上的选手其实球具啦，对于选手来讲都还蛮宝贝的，就像我们一般的民众对于爱护手机是一样的道理，都当成心肝宝贝儿在照顾的。为什么讲到手机呢？刚才在这个换局的中间抽查了一下伟林的手机，我真的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古董了，古董等级的 iPhone 11了。11已经算古董了吗？我身边的人很少看到拿11的呢，有没有保养的很好？你说用5年是不是？5年，2020买的。我通常对东西不太小心，我通常用了3年左右就不行。可能因为前几年工作稍微辛苦一点。好，这球是打出去哦，打成了一支安打。前面一个半局，东华国小也是一样哦，在2局上半也是攻下了5分，所以两边实力是真的很接近的，像前面艾纯分析的一样。好，中卫是这一球打出去，很强劲哦。那个球棒接触球的声音有清脆响亮，有咬到甜蜜点。但这个球是前卫跑者遭到了封杀。听到场上教练也很要求哦，选手就是上场要记得跟裁判敬个礼。对，这是礼貌之一了。没错。好，洪永祥。洪永义打成了一个高飞球，现在跑3垒。有，哎呀 ，ban play。对，很接近。所以应该是 safe 了。你第一时间好像没有看到雷神比的动作，应该没有看到主审比的动作，但应该是 safe 没有问题。是。好，下一棒是吴晨阳，就是刚刚讲那个太阳镜很帅。对。好，游击方向滚地球，2个弹跳，游击手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漂亮 ，out。哇，那现在要逼回去，拼速度，有机会触杀 ，out！ 哇，精彩的防守哦！哇，一垒手，他从1垒跑到了3垒去哦，他的全身不止裤子都是红色，连上衣都要变红色了。真的要拍拍手哦，奋战的精神。对，李志德，我们刚才有看到他奋不顾身，对，不只是在打击上面有强打，更是俊足豪肩。而且他可能因为觉得这个球线有点长啊，他干脆用跑的，这是最保险的。他今天的这个全身哦，这个战利品，真的，这就是这个努力的证明，努力打棒球的成绩。华兴在2局的后半，目前是单局有攻下了1分，挥得很猛。只是刚才没有办法把球打进界内。那其实这样子看一下小选手们挥棒姿势，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都挥得很猛，很想要把球给扛出去哦。但其实有时候会用力过猛的情况下，你的那个击球的面，其实是会偏移掉。那像他。弘毅有最后一次的打击，他就没有像前2次挥棒挥得那么猛，然后让他的这个挥棒面给乱掉。他是非常的确实的击球，那反而就会有好的结果。以前也很常有听过球员分享说，全垒打是安打的延伸。是。那主要其实就是你要把球给打扎实。对，因为你有时候太想要用力的时候，你的动作都跟你习惯的打击姿势是不一样的，些微的差距，可能拍子慢了，然后呢仰角高了，你就挥不到这颗球。因为像我刚第一时间想到是今年的9月7号哦，还记得几月几号？台北大巨蛋是的谁？制胜的隐退赛，当时的生涯最后一个打击哦，我还记得第1个球挥空嘛，然后第2个球就是打一个140公里，感觉他好像也没有挥得很大力，但是可能也是打得很扎实哦，所以敲出了一发全垒打，也是生涯的第305轰。这其实是咬中球心是很重要，并不是说你力量，当然要有力量，可是力量不是最主要的，是那个技术层面。主要还是要以咬中球。对。像智胜这种打
这种传奇球星啊，他们从小就是千锤百炼啊，从小他们不知道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过来的，很辛苦，很辛苦。尤其那个年代的教育又是比较铁血教育一对，点，然后智胜神拜他的学校的教练又是出了名的打骂出名的，就是善化体系出来的。对，然后就听他以前的那种辛酸血泪史，然后听小鸡林恩宇教练说，以前看他在场边就是被教练骂的那个。对。哦，是不是脸好像被这个球给打到了？哇哇哇！而且现在他直接是这个直接蹲在了地上啊，因为他应该在接反弹球的时候，那个球直接弹到他的脸上哦，所以他痛的直接哇，要担心是不是有流鼻血。好，看一下刚这个球，哇，球弹高，哇，弹到他的脸上。哇，要担心是不是有流鼻血哦，所以防务员赶紧把冰块给拿起来。对，希望没事，希望没事。对，而且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鼻子了。哇，而且痛到应该是直接眼泪流出来了，一定是太疼痛了。希望没事因为这个可能爸爸妈妈也都在场边的话，看到这个真的会很心疼。对。哇，但是也还是非常帅气，直接眼泪就流出来了，还是很帅气的，真的留在场上。哇，真的要拍拍手了。对，这是48号的郭学泽，哇，学泽也是很勇敢哦。对，继续留在场上，对，很棒。刚才也印证了捕手真的好辛苦，真的。也会有这种回传球的袭击哦。光是刚这个弹跳球，而且现在还是软球哦，对，还是小朋友阶段。哎呦，又来了一颗球，哦，这次接起来，也有记得回来做 tag。呀，但是跑者冲出来了。哇，因为真的给学泽一个赞啊！刚才虽然经历了小小的插曲，但是也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守备方的责任。好，所以结束了2局后半的攻势，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回来。好，目前是10比7。自从我是12点的那一场嘛，跟伟林一起来看，那看了几场算是比较大比分的比赛。那这一场是今天我个人播下来目前为止最接近的一场。两边就看起来真的实力相当接近。对，对上华兴小学。所以比赛进入到3局的上半。然后这球切了很高，但是落地。在内野这边形成了安打。对，应该是蔡承翰，52号。好，首名打者就上垒。然后下一棒现在是对108号的陈炫妍。现在捕手都站得稍微后面一点是正确的。所以东华国小在前面一个半局是守备方只让对方华兴攻下2分，所以两队目前10比7 3分差。
好，这一有点打到球应该是球的界下缘了外，所以有选出了点倒界外旋哈。现在是一垒上面有跑者，其实这样看，我觉得那个在场上抛球的教练其实也蛮辛苦的。对，虽然说是轻轻的抛球啦，但是你要重复一直这样的动作，而且这是比赛啊，你要抛到很好的位置，然后根据每一个选手习性这样子，也是蛮不容易的工作。整场比赛这样抛下来，其实手臂的负担也蛮大的。确实，而且你又是一天要打2场比赛，所以可能一场比赛也是要抛个好几十球。我看他们有那个换教练抛了，对，不然真的也是蛮辛苦的，真的。啊，陈炫妍蛮可惜的哦，在他的这个打席5次的击球机会里面，没有办法把球给打进到场内。刚是有踩出框了，是，但很有架势哦，还在那个拿球棒先在本垒板这边先比划一下，比划几下。这是82号的吴子睿，现在都让预备选手也都轮流上来。这次敦化国小也报名好几位选手哦。对，7、8、9、10、11、12、13、14、15、16，哦，有16位，16位，所以他们这个其实快要有2套阵容了。对。挥得很猛哦，所以也是多有一些机会让选手们来上场亮亮相也都不错。好，挥的也是蛮大力的。第4颗球，剩下1个球的机会了，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握住。打者是82号的吴子睿啊，可惜第5颗球蛮可惜的，没有挥到，遭到了3振。现在上场的背号32号邱品浩，哦，这个球滚到外野去了哦，球一路滚到外野去。球员跑者上3垒，而且看起来要准备来冲本垒，要传，传回来，传高了，对。所以让蔡承翰跑回了本垒。是1比7。好，51号的林瑞恩。对，林瑞恩上来打击，打成了左外野方向，哇，沿着3垒应该是旋出了界外，就继续让其他还没有上来的预备选手也轮流上来。现在是这第5棒的打击，5棒的打击。哦，手背这边做调动，哇，看起来。2边都卯足全力哦。华兴这边就做出了手背异动。好，这一球积极的进攻哦，第1颗球找到了中外野的方向，一路滚到中垒手来处理哦，但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分进来，然后击球抛垒文要上到3垒。3垒有踩住，还要再传，但是有传球就有风险了。这个时候现在要跑本垒，发生了差错。对，所以跑者也回来了，林瑞恩回来。对，那这也是我们在基层棒球，或者是说在技术还不成熟的状况下才会看到的。可能因为想要急着处理这1颗球。然后呢，就是传，然后加上可能会常常传不准啊，或者是爆传啊等等，那反而会多丢垒包。打者现在是萧许晨，31号。虽然打成了界外哦，但教练给他大拇指，一定是大拇指的啦。不是大拇指，也是大拇指的啦，还是大拇指。好，都有切到球了。是。也蛮有趣的哦，就是
这个画面就是敌对的捕手要传球回来给那个对方的教练，对。这个施正哥一定会那么乱传。早上依据他早上的这个危险言论，他一定很皮啦。他就属于那种团队里面头脑很好的选手，然后专门作乱的那一种。对，你觉得他有听到吗？他应该没听到，因为他应该要准备播中华职棒的2局。是，在讲他的坏话，他也耳朵痒痒的。对。他也很辛苦，施正哥跟艾纯哦，今天要陪我们看一整天的比赛。伟林昨天还看了哦，哇，右半边哇，安打球滚到了右外野手后面去。那现在急流跑垒员郭学泽绕过2垒之后，要继续的往3垒冲。哇！好，外野手回传要小心，他要跑本垒。要回来吗？哇，传本垒来不及了，学泽跑回了本垒，攻下了分数。哇，真的很不容易，刚才被球打到，然后呢，马上在守备方面有很好的演出，现在打击也仿佛打开了任督二脉，大家都来帮他鼓励一下。对，所以前面一个半局才这个被球打到，痛到眼泪直接流出来。好，下一棒的打者再敲出了安打上垒。哦。李志德要站上了打击区了。今天这场球衣证明了有多么的努力。对，打击跟守备端没错，都发挥的非常好。2刀流。对。哇，还他还可以指示哦。指示什么？看一下，他要打那一边吗？他要打那边吗？哦，真的往那边去了。哦。中右外野方向，而且打在了 gap 里面哦。中外野手处理这个球需要花点时间。哇，那李志德现在看看，哇，他已经准备要追上他的队友了，绕过3垒之后，跑太快，塞车。其实他已经有把速度放慢了，因为腿很长哦，哇，轻轻松松的跑回本垒。好，所以也结束了3局上半的攻势。东华国小在3局的上半是攻下了6分，所以3双打完16比7，现在持续的保持领先。应该够，对啊，他那边应该都还在冲吧？有冲饱了吗？好好玩啊！好，欢迎回来。3局的后半，那华兴小学3下目前落后9分，应该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了。好，第一棒落后9分，所以一定要全员回来才行。对，只要有一个出局哦，那只要有一个选手没办法上垒，那华兴就会输掉这场比赛。是，所以现在真的压力是在华兴这边。因为2局的下半是单局只攻下2分所以目前是算是比较屈居于下风。对，比较伤一点。中卫时在前一次打击的时候也是击球的很扎实。对，好，中间方向的安打。场边其实大会的计时器时间已经响了，但因为华兴是落后方，要把3下打完。
现在敦化国小这边担任捕手的是林瑞恩，但是他蛮有个性的，直接他可能应该很想要学那个职棒哦，真的捕手一样，所以刚刚是有点那样蹲跪着的。对，但是因为他没有护具啊，所以蛮危险的。对，所以其实裁判老师也有提醒他啊，你还是站后面一点。对。好，侯永义的打击看一下。好，打出去。好，那一垒这边是出局了。所以就代表说，华兴在这个半局哦，没有办法全员都回来了，所以最多也就是攻8分。对，所以代表敦化国小已经确定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我看到瑞恩真的展现不一样的那个捕手架势哦，真的很想要赶快离本垒板越靠近越好。也是当捕手的料。对，哎呦。应该是很有救小，对，推荐给叶总，超级捕手，对，你来看一下，从小培养。好，那要再回来打击区。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最后一棒哦，李志德选手哦，他自己敲完这个4个垒包之后啊，然后可能一口气这样的跑完呢，有点喘，然后还在担心说，会不会身体不太舒服？不过现在也是回到了场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也确实像这样子的比赛，常常会有一口气要连敲4个垒包的状况。那对于选手的体力考验其实也蛮大的。那当然就是回来要记得多喝水，然后可能先散散步，让心跳缓一下。因为李志德刚跑完。回到本垒之后，他其实就扶着旁边的这个铁网，对，感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我觉得不论是谁都会啊，我觉得我可能我说不定跑到那个中间，我就先脚抽筋也不一定。我可能过2垒就开始黑咕了。真的很佩服这些选手们，对啊，所以那在拼战之余，那选手们呢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可能旁边啊家长啊教练啊，那大家互相提醒，多多喝水，也不要硬撑哦。真的。对。打者是廖鸿毅，他的抬腿抬得还蛮高的。可能自己的那个打击的架势，棒子也握蛮长的，挥棒落空。不晓得是不是有喜欢哪一位职棒选手，然后去模仿，或者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因为这样当然，你打到球的话是很有力量，对。不过前提是你要有打得到球。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教练或什么的比较会让选手们去自由发挥啦，像我们比较早期，就是教练比较这种一板一眼的时候啊，都会跟你说，他就教一个动作，你就是要照那个动作打，不太让你有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且小时候这样做，应该教练都会说，你 gay 搞这样之类。但是现在应该是包容度比较多，现在应该比较包容。对，而且真的可能有选手，你用你所谓的标准姿势，他不会打球的。因为打击的姿势哦，包含投篮姿势也是一样，没错，百种，没错。只要打得出好成绩哦，其实都 OK 了。对。好，2颗球。吕杰汉第6棒。所以华兴现在7-16，这个半局目前还没有攻下分数。好，这一球找上了3垒手，哇，漏到后面去了。好，那跑者要继续往本垒冲，回传球，这一球回来没有问题。记得跑垒员现在上2垒。华兴是有攻下分数了，9-16。看一下刚刚这颗球。最后跑者持续的往本垒冲，所以这分回来没问题。在这个比赛地点打球真的是还蛮舒服的，在大同区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对，因为以前的想象就是可能河边啊，一些可能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那你真的说市区的话，以前比较知道的就是新生公园，然后那个青年公园，青年公园，对对对，顶多这几个吧。或者是那个民生士林，士林、民生社区那边也有，但是我有点忘记那个叫什么。但你要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哦，然后找到一个交通又方便的球场，真的不多。哇，打者打出去之后没有冲哦，所以教练是直接跟他讲啊，因为他有点愣住了。真的。教练就很大声，直接跟他讲走啊。我觉得真的会耶，就是打完了，我自己的话就是打完了，不敢相信我居然打到了，然后就愣在那边，突然有点傻眼，对对对，然后忘记说，原来我要跑一垒。其实都知道要跑，只是会突然觉得就被上一个 play 有一点。好，换51号的黄晨浩。好，3局的下半，三垒上面有跑者，也是第一时间没有冲一垒哦，所以还是出局。好，在这个半局是攻下了2分，所以华兴在2下跟3下都是单局各攻下2分而已，所以中场比数就是16-9，恭喜敦化国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感谢您的收看，下一场比赛再会哦，拜拜，拜拜。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持续的透过我们的转播，一起来收看2025年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华兴小学要连2场比赛来出赛了，要迎战的是第1场比赛获胜的力量河马。这是今天我们8场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真的辛苦了，真的大家，尤其像是转播团队啊，然后像伟林这样子一大早就过来哦，然后呢，一起陪着孩子们即将完成1整天的比赛。对，接下来这是预赛 C 组的最后一场赛事了。对，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包含现场的记录员啊，还有防护员，还有摄影师，真的都辛苦了，陪伴了大家一整天了8场的比赛。对，来看到华兴小学这场比赛的先发，1棒是侯永顺，2棒是廖宏瑞，3棒黄成浩，4棒洪永义，5棒吴晨阳，6棒吕杰汉，7棒是张以晴，8棒钟卫石，9棒张以晨。这是华兴小学在这场比赛的1到9棒。华兴在前面1场比赛是落败的，所以输给了敦化国小。但这场比赛他们连2场比赛 back to back 要来出战了，而且是要面对第1场比赛这个打击跟守备都非常出色的力量河马。对，在第1场比赛在 C 组第1场比赛，力量河马是27-4大胜了敦化国小。那所以就看到说，在整体的实力来讲力量河马可能算是在同龄里面程度比较好一些些的。那也看到几位选手应该是球龄比较长了，那也展现出比较超龄的技巧。因为27分他们4个半局有3局攻6分，然后第2局是攻了单局9分9个人次上去全部都回来。所以华兴有没有办法在比赛前半段有先获得分数就很重要。当然，这也让华兴应该有这个机会面对这种实力相当坚强，而且学习棒球时间比较长的社区球队。好，看到第1位打击的侯永顺，有尝试就是很好的过程。对，下一个打席再加油。打者是廖宏瑞，97号。好，这一球打出去，那投手这个接球的动作也相当的漂亮完全没有拖泥带水。其实刚才我看到他在手背的动作，你光是你在接球的接反弹球的时候，你另外一只手就是你戴手套是左手嘛，你光是你右手这样护着球这个动作，就知道这个是很扎实的手背功夫。好，再让投手来处理一次。所以3个出局数都抓了起来。那刚才也提到庄帅，名字很特别。然后呢，现在担任投手的手背也展现出很深厚的实力。穿1号，然后守这个投手代表的1号位。可能也是过去在参加一些比赛，是对手会特别针对的对象，因为真的。哇，又是庄帅自己的手背，对，解决掉了4棒的侯永义。因为第1场比赛就有看到力量河马他们的团队手背是非常的优秀的，所以如果只有打成滚地球的话，可能上垒的机会比较低一点可能还是要打成飞球比较有机会。当然，可能华兴小学啊，然后像是我们敦化国小，就是这一个组的其他的球队应该还是以学校自己的成员为主那不过力量河马是有来自各个县市的，那甚至刚才打听了，也有从桃园特地过去中永和，他们应该是在永和那边，对。在那边基地练球的，就特地远道过去的选手都有。那发展的其实还蛮完整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的时候，他们有各个河马家族有各个的队伍。那只要真的就回馈到我们，只要人多，其实你选材的机库就会大。对。这一棒打得还蛮不错的但是直接进手套了，遭到了守备员的接杀。对华兴来讲是一场硬战出师不利。
且这个半局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上垒者，已经剩下3个棒次了。7棒的张以晴，这一球在内野的上空，谁来接？要接起来，投手来处理 ，safe。所以这场比赛的第1支安打由张以晴所敲出来。那刚才这个打的位置确实比较不好接了，在野手之间的空档。应该是记错棒次了。我想说，张以诚怎么这个时候就上来？应该队友还没有上来。是，还好有先提醒。对。好，中卫时的打击。好，遭到了接杀。哇！所以看到这种内野上方的飞球，力量河马绝对不会放过。好，轮到第9棒了。张以诚应该跟以晴是兄弟档教练闪得好教练闪得好哦！中线的滚地球自裁2垒，好，封杀了1垒往2垒跑的跑者，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打者只有1位上垒。力量河马这场比赛的第1棒庄帅，2棒是刘尚恩，3棒王佐，4棒林廷宇，5棒柳文生，6棒是蔡慕瑶，7棒是巫品佑，8棒叶凯翔，9棒是黄侯燕。这是力量河马在这场比赛的1到9棒。刚才已经先输1场的华兴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一场也是要算背水一战。对。但是呢，又遇到很强劲的对手。而且现在他们进攻刚没有攻下分数，现在要面对对方的进攻了。好，庄帅第1棒。对，刚才我们看到他在守备方面有很亮眼的演出哦，不管是飞球、滚地球，通通难不倒他。他打击的时候是有退出打击区，然后挥了几次真的有架势了。对，3垒方向。虽然3垒手挡下来但没有第一时间把球给捡起来，那就来不及了，上1垒。打成了一个内野上空的高飞球，看一下谁来处理。我把他也算聪明，让他直接旋回去。对。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想法。那力量河马在这一场比赛负责喂球的教练是李汉生教练。那李汉生教练其实也是科班出身的，过去就读这个国宝。对。然后也是2重国中这样体系出来的。对，就是新北体系了。对。前卫跑者现在要跑回本垒了，庄帅回来，为球队首开纪录，1比0。所以刘尚恩上到了2垒，这是安打为球队首开纪录。看到又是单名的，王佐，然后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尤其这个打击非常的扎实穿越到了右半边。王佐是打往右了，对，另外眼方向落地的安打。对，再次2垒安打，刘尚恩回来为球队攻下第2分。所以第1局华兴因为1上没攻分数，哇，那1下力量河马在这个半决应该会抢镜头，也蛮可爱的。对。那因为就是照我们这几场的经验看下来其实如果没有得到分数那一局，应该是其实蛮伤的，因为我们这样看一下，其实
喂球这样的方式哦，你要大比数的公分，其实是还蛮常见的。哇，而且这球一路要滚到外野去哦。那林廷宇现在绕过1垒之后上2垒，而且应该是过站不停哦，继续冲3垒，往左回来攻下了第3分。对。所以第1局就已经先取得3分了。人人有功练。捕手穿的球衣应该是别人的衣服了。哇，这球差一点点，没有办法直接接起来。那第4分回来，林廷宇。对，跑回了球队的第4分。下一棒的打者轮到的是蔡慕尧，83号。这一球击球很漂亮哦。游击方向的平飞球，就会形成安打。哦，这个球打左半边，居然跑者要来冲3垒，很大胆的进垒，大胆，没错而且后面的肌肉爬垒也跟上。对。蛮明显，这可能就是学习棒球的时间哦，两边的选手只有一段落差。没错，他这个评估说，我可以跑，所以就很自然的去启动。光抢垒其实就是一个比赛中很重要的细节了。我这一球也是直接中间方向穿越了。叶凯翔也敲出了安打，没错。而且感觉应该这一棒有机会要清垒了。对。垒包上面2名跑者回来。哇，又是棒棒开花。冰冰冰冰，全力轰。刚刚讲到这种抢垒哦，其实我们很常看国家队比赛哦，日本队这Samurai Japan哦，他们对于这个进垒的意图哦，企图性就相当的强烈。但是呢，在意图强烈的同时，你也要评估自己的实力，然后当下的状况以及对方的野手的实力哦。其实也不是冒险的去送投，那个也是会被骂死。因为你一个弄不好哦，可能很好的机会就灰飞烟灭。对，像之前的 U18世青哦，我还记得，因为刚好我也有转播几场，也有看到后面几场，比方说日本队哇回到场上，这一棒把球打成的是中间方向的深远飞球，抓来手没有办法接到，那欧巴要形成长打了，跑者回来应该不成问题，吉罗帕吕员上2垒。刚刚有讲了，就是我有看到 U18的那个日本队嘛，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半局，最后半局了，然后是满垒，然后而且是2出局哦，然后最后打者用偷点的方式，然后跑回了，就用强迫取分哦，跑回了再见分。所以这种抢垒啊、小球战术，其实日本他们都做得相当的细腻。其实刚才发现哦，其实第7棒跟第8棒错位了。那因为刚好像没有第一时间先讲。是。对，错过那个 timing 啊。哇，那这个其实两边对都不乐见啦，但是小选手有时候会这样啊，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第几棒。对，啊，这个球是打得非常的扎实了。黄侯彦他是第9棒打者，现在快马加鞭绕过2垒，而且看起来过站不停，是队友示意他要冲本垒，哇，全速前进哦，他完全没有减速的。哇，这是全员得分了吗？对，所以在这个半局就攻下了一个大量的分数了，所以1局打完就攻下了9分，休息一下。
好，比赛要进入到第2局，以场上第1局打完的状况来看哦，也是其实学习棒球的时间有一段落差了，所以华兴要这场比赛，想办法击败力量河马的机会应该稍微低一点。那也希望他们可以享受剩下在场上进攻的机会。是。那刚才在防守的时候也有看到几个初学者容易出现的状况，比如说中外野手啊，有一球很可惜，我觉得他有掌握到了，可是最后没有办法，就是确实的接捕。那几个原因，比如说那个时候看到他其实先把手套升起来了，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动作会有点挡住你的视线，有可能会挡住你的视线，那会导致说，你其实在衡量那个球的距离啊，在判断的时候出现一点误差。或者是你就是举着手套一边举一边退，其实这个时候也会导致你的脚步比较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去移动，那也会造成说手背的时候出现一些明明可以做到却没有办法出现的没有做到的状况。因为按顺讲的应该就是手套举起来的时候，应该会减缓你的移动速度，你又会变得你的跑动比较没有办法很自然吗？这球接得漂亮啊！漂亮，直接遭到了接杀。因为其实如果去看职棒选手，他们通常也都是先看一看，确定在哪里，在最后再伸手套。但是因为以我自己以前打球，很容易就会觉得啊，我要对准，我要用那个手套去瞄准。可是你在瞄准的过程中啊，你的视线会移动，然后你一移动，你对那个球的落点就没有办法掌握准啊。是。所以平常我们看职棒，看林哲轩啦，看郭天信守得这么轻松，其实他们也是花了相当大的苦心哦，然后一球一球在慢慢练哦，才能把他们的这种外野我们说钓虾池哦、天王的这种名号给建立起来。你要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没错。好，第2颗球没有办法挥到，2局的上半。华兴在第1局是只有1位的上垒者的，打成了右半边的界外，所以现在目标应该先放简单一点哦，先求有多一点的上垒者。上垒，好，第4球，因为看到力量河马他们的手背哦，确实是不同的等级。那第一个当然先把球打出去，再打出去能不能再打穿，又会是另外一个问题。看到。包括像是背号1号庄帅，哇，这个直接在内野拦截了好多球。那这些球可能在跟别的队伍打的时候会形成安打，但是在跟力量河马对战的时候，这个球就没有办法穿出去。好，要轮到的是侯永义，那是第4棒的打者。好，拉回来形成了滚地球，2垒方向。垒手接到之后，迅速的传向1垒，不慌不忙。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你训练久了之后比较能够像2垒手这样子，他其实也没有移动，他就站在那边。应该说他可能小小的移动，但是他已经确定好他要接那颗球了，他就不会有多余的动作。但初学者比较容易见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为了找那颗球，然后我做了很多，我要把它调到一个我最好接的姿势。然后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那甚至我想要趋前，那其实有一些都是不必要。是这个飞球直接被内野手给接杀，进到了游击手的手套里面。好，打者是吕杰汉，6棒打者。好，这一球第1球的攻击滚地球，这一球没有办法接干净哦。那再传，3垒手。起身之后传向1垒还是来得及。对，也是3垒是真的球线很长哦。那虽然第一洞稍微落拍了，但是他也没有慌张了，就是直接继续把他该做的手背动作完成。又是直接接杀了，是蛮不容易的。对。好，张以晴也出局。好，中卫时这一球看到游击方向滚地球，传1垒，哇！是，这个手背真的相当的出色哦。
张以晨。对，这个半局应该是还没有任何上垒者。对。哦，这一球非常应该有机会哦，而且打到了左外野去，左外野手第一时间处理球上有点瑕疵，所以9棒的打者张以晨现在要上到了2垒了。好，哇，所以这个半局至少还有，对，闷了8个人次之后，至少有一位的上垒者。好，结束了这个半局，我们休息一下。目前2上结束，目前华兴0比9暂时落后。好，欢迎回来。比赛进入到的是2局的后半。好，在我们比赛现场，因为1、3垒侧两边的球员休息区的前方，其实有一个铁丝制成的一个护网。但那个护网其实选手们如果手攀在上面，其实蛮危险的。有时候用力一扯，怕会你可能手会割伤啊，是，或者是把那个网子弄破，其实也蛮危险的。所以，当我们进去球场，被教育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球，注意安全。对，装帅。对，装帅这个球，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继续上到得点圈。没错。今天打击帅啊，手背也很帅。力量河马在第1局是9位打者上场，全部都有回来攻下分数。这一球打高了，然后一垒手过来没有办法接到，所以打者死里逃生，再一次有打击的机会。打击的是刘尚恩。尚恩。力量河马应该接下来也会陆续的走马换将哦，因为目前第1局打完就已经有取得9分了。这一球漏到了后面哦，那重要的野手去追球，再传回来。那传回来，装帅回来，击跑员要跑3垒，这边应该是safe。那刚才看到就是外野回传哦，然后可能也比较心急了一点那有时候其实球挡下来就好，但是真的身体很容易反应去哦，就是要再多传一个，多传那个，那反而会比较容易再丢垒包。因为刚刚做触杀，但是跑者的脚已经先进一步进来3垒垒包了。轮到的是王佐。王佐在今年春季联赛也有很高的打击率，7成73。好，传一垒有机会吗？有哇！拍拍手。对，今天非常好的一个守备内容。让王佐出局，来看一下这个球的处理。弹跳球拦截下来。好，所以刚刚这颗球也是蛮聪明的，让他旋回来。对。今天的比赛，这是我们预赛 C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打击区上林廷宇，对，右半边这滚地球，哇，拉到后面去了，滚到右外野手的后面去。
所以现在继续跑者继续跑。宋幸福对，送到3垒哟。哎，要不要跑？要不要跑？应该冲是没有问题了。对，对，林廷宇也回来，是自己回来得分。所以这个半局目前攻下了3分。下一棒打者是77号的柳文生。第一球出界。所以力量河马在预赛应该非常有机会，就是2场比赛都获胜，晋级到明天的决赛了。好，还有打击的机会。这一球哇，很扎实，越过了游击手的头顶，然后抢攻2垒垒包。对，好，那其实不要传了，不要传，对。忍不住想要来指导一下，也没有指导，键盘指导。因为你多传一次，其实就是一个风险。没错。那以前自己在打球的时候，也是学姐都这样教育说，你就这样停住了，不要传。有时候就是还是会手痒。对。尤其是看到那个跑垒员你在跑的时候，真的会一个紧张，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就不小心把球传出去。对，然后就漏接又爆传这样子。这一球中线的滚地球穿越非常清脆打击出去的声响。对，而且现在3垒的指导教练应该是自己的队友对，现在1、3垒侧的指导员好像都是自己的队友。让选手们也来见习一下。好，接下来第7棒巫品佑。对。那刚才是小小的插曲，在上一局是有打击错位不过那个对方没有抓没有第一时间抓对，所以就这样下去了。那现在他们也回到原本自己的打击的顺序里面。好，跑者要继续跑本垒。好，那3垒这边是 safe。好，持续再添分数。14比0。打击的巫品佑又来到了得分大门口。在上一局因为全员有得分所以呢，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本垒老家也是蛮熟悉的。对。好，轮到叶凯翔。打高了，高飞球，看一下。那也是手套，因为先举起来了，所以来不及抓。吴品佑回来，第15分进账。对。好，第9棒喽。皇后燕，这一球也是捞起来，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掉下来了。哇！对，其实现在应该就是要传本垒了。哎呀！哇！但是传偏掉了，这个选择不太好哇，这个时候传回本垒又会爆传，了，所以连击球跑垒员黄侯燕自己也都回来了。哇，这个真的是经验然后在场上的反应。好，2下是攻下了8分所以目前是2局打完，大比分，力量河马取得了领先。
好，欢迎回来。前面2局打完，因为力量河马这2局都攻下了大比分呢，所以华兴这场比赛可能想要逆转的机会就更低了。也希望他们可以把握第3局，看看有没有打第4局的机会。对，那面对这样子大比分哦，那几个重点，那当然就是比如说啦，就是即使面对这样比较劣势的状况，那选手呢能不能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场上？那另外的话呢，也是看能不能先想办法突破鸭蛋，只要有多一点的上垒者。对。力量河马在第2局刚攻下8分，这个半局的守备位置上面也做了部分的调动。轮到华兴小学的进攻。看到现在打击的侯永顺，看起来应该是对挥棒还不是那么的熟悉啦。不过就是慢慢来。对。先从兴趣培养开始。非常的可爱，可爱哦。对，球棒真的跟他的身高差不多。真的，然后这个裤子应该要么就是刻意做大件一点呢，要么就是那个穿兄弟的学长的之类的。你这裤子都还要再折个几卷。对。有人跟他说不要接，但王佐还是接起来。廖宏瑞，对，可能第一时间打出去也是有点愣住了，但其实打出去就是第一时间都往1垒冲就对了。还有队上还有廖宏毅，2年级的，可能是兄弟。对，廖宏毅是43号。打者现在应该是黄晨浩，直接接杀，精彩的一个 nice catch， 被王佐给接到手套里面。这个半局目前前面的几棒都是出局。轮到侯永毅。对比前一场比赛华兴小学大致上还能套上垒包攻下一些分数，可是面对力量河马甚至连上垒都有点困难，蛮困难的。对，这球是在界内所以1垒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但也蛮佩服这些小选手，因为你1日2战到第2场一定是累了，那可能就是专注度也没有办法像第1场这么好。对，而且很不简单也拼战到了最后一场比赛。没错。吴晨阳第2颗球挥空，这是5棒打者。这球咬得扎实，但是直接进到了3垒手的手套里面了，遭到了接杀，被蔡慕瑶给接起来。真的很可爱这样一打出去，两边家长都惊呼。对。界外。棒子握也是蛮短的，先想办法打到球为主，接到了，直接正朝着游击手而去，找手套。对，但这球也打得还蛮不错的对啊，只要先打出去就有机会。糟了，廖宏毅上来了，而且非常有架势。我刚刚看到他这样子，打成了内野高飞球，但是直接被3垒手接进手套里面。刚才在场边有看到很有趣、很可爱的画面就是那个教练跟他们击掌在华兴这边跟他们击掌，教练就是人高马大，举在空中，然后让他们跳起来跟他们击掌，真的也是蛮棒的互动。是很好的教练跟选手之间的一个情感没错，像我们比较以前那种权威式的教育方法，但现在应该不太管用了。对。好，中卫时上垒了，上2垒。好，这个半局的第1位上垒者是，也至少算还有收获了。看一下他刚刚的击球，
主要还是击球的品质蛮好的。好，现在是9棒喽。好，张以张晨，以晨，哇，哎呦三垒方向的飞球直接进手套了 ，nice catch。金手套啦。没错，好，3局的上半，华兴在这个半局也是没有攻下分数，目前是大比分的暂时落后。那个第1棒4下，身上。这个华兴7下。等一下，在现场其实太阳也要慢慢下山了。所以现场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好，好，庄帅，中左之间的飞球，哇，这个球要一路滚，要让外野手处理球花了一点时间。好，庄帅要来冲3垒，没有人去处理球啊，捕手应该要想办法去卡吧。挡住，这边把球挡住就好。对。庄帅停在3垒上面。刚才换局的时候也看到很可爱的画面哦，因为在这个比赛层级的这个规定哦，是由教练抛球啊，那所以就看到，是不同球队的是敌对教练在场上抛球，那在利用换场的时候跟对方的这个选手传接球，也互相切磋聊聊天，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画面，蛮特别的、哦。对，在这个阶段才会出没现错。好，3游之间的滚地球，3垒手跟游击手都没有办法接到。应该是3垒跟投手。哎，又要是3垒，跑到3垒去了，所以庄帅回来，是攻下第18分。哦，他们有一个骰子，我刚才发现，这应该也是这个复刻我们中华队的骰子，骰到6，它好像不是每面都是6。哦，那我们可以用人为操控把它甩到6。对，没有，我觉得他们今天已经甩到6了，几乎局都甩到6，哇，每一棒都阿达里哦。哇，往左真的也是不简单啊。对，往左这一次往中间打。哦，往左要跑2垒，但球没有传出去。哇，他们今天的残垒数不到5个。哇，等于效率20太多个。惊人。对，已经有应该20多个打者上来了。哇，只有几个残垒而已。又是很积极的挥棒哦，林廷宇。对，要让林上绕过队友1垒之后要持续往前冲。现在回来的是往左。对，往左回来。好，回来也有记得要帮忙把球棒给拿回去。对，因为他们也都是比较有经验的选手啦，其实大概都会记得。我的这一球很扎实哦，刘文生。哇，第一排有点漏掉，还来得及吗 ？out！ 哇，出局抓到了，稳健的手背哦。对，好，要拼速度，哎，没有触到。那刚才是抓到今天第2次，对，第2个出局了。这是华兴今天这场比赛手背里面抓了第2个出局数。对，虽然有稍微顿了一下，但还是来得及。蔡慕瑶有在选球哦。哎呦，没有打好。对，
好，球最后刚好在界内，对对对，哦哎呀，这手忙脚乱，再传来不及了。哇，传一垒，嗯，传到了应该死球区去了。是。对，所以比赛暂停了下来。蔡木瑶上2垒。吴品佑7棒打者也要上来。哦，这一球选的，哎呀，其实差点要进到2垒手也套了，被打掉了，太强劲，打的真的太强劲，真的。好，但是不要忘记哦，还有垒上跑者，没错。所以蔡木瑶跑回了本垒了。对，这就是守备方其实要面临到的状况。没错，你除了急流跑垒员之外，你的前卫跑者、垒包上面的跑者都要注意的。而且真的很容易，就是前面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稍稍被吸引注意力去了，忘记垒上还有跑者。我刚刚是雷神也在闪球了。好，传2垒 ，safe。好，那这边吴品佑一溜烟的跑回来。对。第9棒。应该是于佑恩，于佑恩又回来。好，3垒方向，但这个滚地球，而且要一路滚到了左外野手后面去。哇，那于佑恩应该就是把目标放在了本垒了。绕过2垒之后，现在继续的往3垒冲。哇，现在要，哎呦，传到哪边去了？是。那要直接跑回来了。对，于佑恩也攻下分数。好，所以这个半局也再度攻下了8分了，所以3局打完是持续的大比分，力量河马领先了华兴。38对调。好，欢迎回来。这是2025年的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棒球锦标赛，这也算是社区棒球的一个季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杯赛了。今年是第4届的赛事。虽然华兴小学目前是落后的一方，但是其实刚才看到，在这个半局正式开始之前的教练也先集合了选手们一起来喊喊声啊，然后再彼此鼓励一下。那确实哦，就是不管战绩如何哦，你的精神还是不能输。那这一球就是内野的一个小飞球遭到了接杀，对，直接的接杀。看一下刚刚这个球，直接进手套，落地之前直接接起来。所以教练有跟打者说，站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好，廖宏瑞这一球找到了游击手以及方向反弹球，稳稳的传向1垒。那力量河马呢，依旧是展现了他们稳健的守备功、基本功，抓到了这个半局第2个出局数，做得相当好哦。4局的上半，对，华兴的进攻。好，换上现在是黄晨浩，对。3棒的打者，黄晨浩。今天当然华兴小学这场比赛面对力量河马就打得稍微吃力一点，对，上垒者也比较少。
那有时候初学者也会蛮容易想要去追球打啦，然后有这一球就掌握住了。那不过呢，也是在内野这边哦，滚地球被解决。对，也是正朝着守备员而去。是。所以这个半局的几棒，3个棒次也都出局。好，第一个球先选掉是洪永义，4棒的打者。哦呦，这棒打得很扎实。二垒方向，二垒手拦截下来之后传一垒，来不及，而且传到死球区，所以洪永义要来上2垒。今天少数能够进站到得点圈的选手。看一下，因为传一垒传偏掉了，传到死球区去，所以洪永义就兵不血刃的上2垒。这一球捞起来，看到了三垒手，对，也是很快就瞄准哦。对，比较没有力量。3垒手看到现在是83号蔡慕瑶。力量河马第一局9分哦，2、3两个半局都攻下8分。好，也是直接的接杀。好，4局的上半，二垒上面有跑者，廖弘毅，廖弘毅挥得蛮大力的。对。我看到场边哦，其实家长们也还是默默的在守护孩子们，大家也都辛苦了。对，传一垒，完成了这个出局数。是。二垒跑者还是停在垒包上面。好，第一个球先选掉。华兴小学现在也有难得跑者在垒包上面中位时，中间方向。好，外野手接到之后要小心回传球，还好没有漏很远。跑者停在3垒上。刚才更正一下，3垒手是陈柏安。对，应该是。其实刚刚一直想要讲他，因为呢，他其实也是展现出很好的这棒球的能力。就是据他们教练说，就是他虽然才3年级，但是6、7月份有参加全国性那个 U10的比赛，然后就是有正常的这样投球过。然后呢，据说球速还来到80几公里。其实蛮厉害的。对，可塑之才。是。哇，回来的。本垒，但是没有办法。对，还是4局的上半结束了。好，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听到大会的计时器时间响了，但是因为应该至少要打1个打席了，哇，这个球要滚到了外野手的地方去了。要看一下庄帅快马加鞭上2垒，要再跑吗？而且庄帅应该要持续的跑3垒。就这样，挡下来，挡下来了。刚好铃响结束，没错，铃响了。所以因为后攻球队力量河马已经先取得领先了，后攻球队所以打完这个打席也就不用再进攻了。所
所以力量河马在这场比赛也是第一局其实就把分数给拉开了哈。所以西组的态势就是比较一面倒一点了。那最后呢，力量河马是大比分2连胜，晋级。恭喜他们。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台北市大同区的迪化棒垒球场的所有比赛有9场比赛到这边就完全结束了，也非常谢谢。从中午开始，包含了我们上午场的陈世正教练，以及我们下午场的艾纯，陪我们看了一整天其实很重要的比赛哦。那艾纯，你今天看这个下午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我蛮佩服，就是小选手们哦。那不管是有一些球龄的孩子呢，或者是刚接触棒球的孩子哦，他们都没有抱怨累，或者是抱怨太阳怎么这么大，然后都很享受比赛。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珍贵的。那当然也很谢谢伟林，哇，一整天也辛苦了。对啊，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了，也请大家明天持续的锁定我们2025年的 TCB 台北市体育总会会长杯全国棒球锦标赛。非常谢谢艾纯，今天我们陪我们看了下午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伟林，明天比赛再会喽，拜拜。谢谢，拜拜。这样我想打球。好好的练习哦，你又要挥出人生中很多胜利的全垒打。错了没有关系，再一次，加油！你表现得很好哦，记得请享受棒球比赛的过程哦。这样我想打球。好的练习哦，你又要挥出人生中很多胜利的全垒打。错了没有关系，再一次，加油！
你表现得很好哦，记得请享受棒球比赛的过程哦。